脖子上传来一阵刺刺麻麻的痛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咬他，就像雪貂的爪子在挠他的脖子一样，只是这疼痛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殿下，殿下，我……少年被他一掌掀翻，从床上摔了下去。这是在干什么？少年一袭黑衣，已在最短时间内翻身而起，此时正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姿态恭谨，却无端显出几分桀骜不驯来。额前墨黑发丝垂落，却没有遮住脸上那半片英文面具。他此时状态不对，此时纵然凭着一股强大的自制力在克制，却依然无法遮掩那双垂在身侧的双手因攥紧而泛白，甚至额头冒出道道青筋，像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楚清皇用最短的时间在脑子里整理着此时的情况。身为公主隐卫，不但以下犯上冒犯公主，居然连下毒的手段都使了出来，简直不知死活！请公主殿下立即下令将夫仓处死。出去跪着！黑衣少年薄唇微抿，正要起身离去。凤锦之，本宫说的是你。什么？楚清皇，本宫让你出去跪着，你听不懂。堂堂公主殿下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跟男人行鱼水之欢吗？楚清皇眼底色泽逐渐凝结，看着凤锦之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然而凤锦之却像是没发现似的。楚清皇，如果这伎俩是你试图激怒我的方式，那么我告诉你，就算你用尽手段，我也绝不会对你妥协的。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喜欢上你，更不可能和你圆房。跟你成亲是圣旨所逼，是你动用公主特权强求而来。你能逼得了我的人，却控制不住我的感情。我喜欢依灵，只喜欢她一个人。你得到我的人，却得不到我的心。你给我听好了，不喜欢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上你。闭嘴！楚清皇，如果你还要一点脸，请你以后不要再使出这么下作的手段。本宫让你闭嘴，你没听见？楚清皇蓦地抬手一挥，还在愤怒叫嚣的男人瞬间被一股大力甩了出去。敢以下犯上，对本宫出言不逊，你好大的胆子！凤锦之被狠狠地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脸色疼得扭曲。楚清皇，你疯了！凤锦之，你冒犯本宫，按照皇族律法，就算当场处死也不为过。你说什么？本宫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凤锦之站起身，你又在搞什么鬼？以为这样就能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就此喜欢上你？楚清皇，告诉你，来人！公主殿下，凤锦之对本宫不敬，以下犯上，侮辱谩骂本宫，拖出去重打30大板。什么？公主殿下，他们没听错吧？公主殿下是要把驸马凤锦之拖出去打板子？还愣着干什么？拖出去！是，属下遵命。他们早就看这个驸马不顺眼了，仗着公主喜欢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天王老子一样，处处贬低嘲讽，在公主府里对其他人颐指气使，动辄打这个骂那个，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甚至连皇上最宠爱的公主都不放在眼里。真以为自己是金子做的？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肆！你们敢对我无礼！请驸马恕罪，属下奉的是公主殿下的命令，只能委屈驸马爷了。楚清皇，逼我娶你的人是你，手段下作的人也是你，不知反省，反倒恶人先告状，你竟如此卑鄙无耻！堵上他的嘴，再加20大板。随即他被人按倒在地上，沉重的板子噼里啪啦砸下来，霎时疼得他脸色惨白。楚清皇，侍卫早已看他不顺眼，平时受了太多的窝囊气，这会儿逮着机会，几乎使出了所有的力气，板子专挑不致命却脆弱的地方下手，疼得凤锦之几乎在地上翻滚。驸马爷挨打，这是怎么回事啊？公主以前不是最喜欢驸马爷的吗？没想到今天居然被当众打板子。公主殿下这是突然间开窍了，还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滚！黑衣少年闻言，似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属下不敢。不敢什么？抗命！属下死罪。废话那么多，上来！少年面具下的脸色煞白，薄唇抿得紧紧的，却仍克制着身体里几乎沸腾的灼烧之感，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带着诀别的意味。是护国公主楚清皇生性残冷，动辄对府中武者挥鞭相向，而待在身边的隐者扶仓是最常遭殃的一个，常年遍体鳞伤。面具拿下来！眼下他若不解了这要人命的
毒，最多在一盏茶时间就得被生生折磨而死。他是他的赢者，这辈子生与死都只能是他的人。见他迟疑，抗命！福仓脸色再度煞白，整个人僵硬如石雕一般，低垂的神色像是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却到底不能违抗命令，缓缓伸手拿下自己脸上的半块面具。楚清皇以为他脸上的面具是为了遮住伤疤或者丑陋的胎记，然而当面具脱离脸颊的那一瞬间，分明是完好无损的一张脸，除了因常年遮盖面具而比别处更显几分白皙之外，压根就没有任何破损。这张脸甚至堪称精雕细琢，俊美的不像一个赢者。所以他这般反应到底是为什么？抬手贴在他后颈，把冰凉的真气一点点输进去，缓解了身体里沸腾的灼烧感。少年神智逐渐恢复清明，身体也一点点平静了下来。西岐有个专门培养赢者的暗阁，能从暗阁里活着出来的个个都是顶尖高手，而福仓更是顶尖中的王者。七公主12岁进入暗阁学武，13岁开始挑战暗阁里所有的赢者。除了福仓之外，他挑战的所有赢者几乎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西岐七公主冷酷嗜血如煞神一般的威名，让整个帝都皇城的人都惊惧有加，谈之色变。而暗阁御赢者福仓是楚清皇不可战胜的高手。14岁那年，连续挑战了福仓3次，却始终没能把他打败的楚清皇一怒之下，直接要了他做自己的赢者。他要驯服这个桀骜不驯、无比高傲的赢者，迫不及待地想压下他高傲的头颅，踩断他桀骜的脊背，让他匍匐在地，成为他身边最卑微的一条狗。赢者认主，便得事事服从，终生听其使唤。这是暗阁在培养赢者时用鲜血刻入他们骨子里的规矩。所以认了楚清皇为主的福仓开始了他噩梦般短暂的一生。他的生命终止在26岁，而楚清皇这个原本被皇帝百般宠爱的公主，却因过分残暴以及可怕的武功和手段，因为过分迷恋凤锦之，皇帝拿她当联姻工具，用她来对付权势滔天的藩王。凤锦之和凤贵妃利用她暴虐的手段扶持三皇子登基，等一切尘埃落定，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赢者福仓被他折磨致死之后的次年秋天，楚清皇也在凤锦之一杯毒酒之下结束了他24岁的生命。楚清皇看见少年脸色恢复正常，他缓缓收了手，下一瞬便见福仓利落地翻身下床，用最短的时间把衣服穿好，身子又笔直地跪在了地上，一副恭顺臣服的模样。楚清皇知道这个少年骨子里其实一直是桀骜的，目光沉默地落在他俊美异常的脸上。你今年几岁17岁，还年轻，离死亡的26岁还有9年。他记得最后的那几年里，因为楚清皇对他越来越厌恶，折磨得变本加厉，才导致他身体毁坏的厉害。眼下才是他被要到楚清皇身边的第2年，身体尚未损伤太严重，用些好药养着，应该还能养回来。公主殿下，驸马腾云过去了。午时板子打完了没有？还没。那就坡醒继续，留条命就行。是。楚清皇静静坐了片刻，起身下床。福仓先一步上前给他穿鞋，少年跪在地上。这样一个方方面面都优秀出众到堪称凤毛麟角的赢者，那位暴力的公主怎么就下得去手把他给毁了？待穿好鞋，少年跪着退后一步，始终都是谨守本分的恭敬模样，并无丝毫逾越之处。楚清皇没说话，目光极淡地看了趴在地上的凤锦之一眼，蓦然转身离开。虚弱痛苦的声音响起，因着声音里不容忽视的颤抖，听着自然而然带上了几分示弱意味。有话要说。楚清皇，你得了失心疯。驸马看来还没学会教训，继续打。话落，人已转身回了殿。侍卫已经粗鲁地把布塞回了他嘴里，板子噼里啪啦又砸了下来，只疼得他眼前发黑，几欲死去。殿下今日怎么了？
往日殿下一直对凤公子宠爱有加，为何今日凤锦之触犯规矩，胆敢辱骂本宫？若是禀报皇上，就算杀了他也不为过。区区打一顿板子，已经算便宜了他。婢子知道殿下仁慈，只是往日公主殿下对驸马多有纵容，今日婢子有些看不明白。殿下仁慈？楚清皇细不可察地扯了下唇角，原主可算不得仁慈之辈呀。即日开始，驸马在公主府中拥有的特权全部取消，不必过分优待他。稍后你通知下去，公主府里所有事情都必须禀报到本宫面前。驸马爷不再有代替本宫发号施令的权利。是，忠心于公主殿下的人，没一个不讨厌凤锦之的，恨不得让公主殿下立刻休了他才好。只是殿下这心情啊，却好似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了。福仓，属下在。把消息透露出去，就说凤锦之在公主府受了责打，眼下已经奄奄一息，务必让满朝文武都知道。是。明日你亲自去暗阁一趟，挑几个影卫带来公主府。是。殿下，六公主来了，此时正在外面嚷嚷着要见你。又来一个送死的。凤锦之被抬去了他自己的院子。是，殿下要不要派人请个太医给他看看？让六公主过去看吧，他不会放任凤锦之不管。以前公主殿下可是极厌恶让六公主跟驸马见面的，每次他们亲密一些，公主都要发好大一顿脾气。今日不但重罚了驸马，且不再阻止驸马跟六公主见面，看来倒当真是放弃了驸马。是，池内的水已经准备好了，殿下现在过去沐浴吗？福仓随我来，其他人不必跟着。福仓没说话，沉默地起身跟上。宽衣。是。视线下垂，并不敢随意乱看。楚清皇抬脚入了浴池，温热的水流包围着身体。楚清皇慵懒靠着池壁，放松了浑身筋骨，微微合上眼。福仓很快又服帖地跪在了一旁。下来。就算如何冷漠平静，没有感情的人，基本的羞耻心那还是有的，无法坦然面对赤身死亡这样的结果。如果主子态度强硬，坚决要他承受这样的死法，他也没办法反抗。赤身死亡。他能听到这个隐者心里的声音，是原主有这个异能，还是自己五感突然开了窍？没料到这个沉默寡言的隐者心理活动居然如此丰富，且格外富有想象力。不过也并不奇怪，楚清皇那个暴虐无常的女子，的确擅长以各种方式折磨人，尤其福仓深受其害。今日这样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会被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愣着干什么？楚清皇淡漠地瞥了他一眼，只当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给本宫捏捏肩膀。今日的公主殿下实在跟往日不太一样，的确不太一样，因为暴虐无常的原主已经不在了，这具身体换了个灵魂，就算如何相像，也到底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谁给你下的毒？凤锦之。凤锦之连这点伎俩都不能识破，反而中了暗算。本宫该说你的防备心退化了，还是该把你送回暗阁重新训练？属下死罪。解释。凤锦之给属下的酒是殿下所赐，酒里下了药。是。你明知有毒，却还是喝了。是。明知有毒，也非喝不可。喝完加了料的酒，凤锦之只需再传楚清皇命令，告诉福仓去殿内服侍公主殿下，后面的一切自然发生的顺理成章。貌似就是这个时候，在发生了被捉奸一幕之后，原主把福仓狠狠地整治了一顿，以至于他筋骨和肺腑都伤得厉害，摧毁了底子。楚清皇收回思绪，即日开始好好记住你的身份，你是本宫的隐者，只服从本宫一人。这护国公主府上下乃至整个西岐皇族，除了本宫之外，没有谁可以使唤你。是。继续。是。锦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伺候的？楚清皇是受了什么刺激，还是得了失心疯？简直岂有此理！驸马爷这伤得挺重啊，老夫觉得还是应该请宫里的太医来给驸马爷看看。我这实在不敢下手。为什么没人去请太医？这公主殿下没让请，谁敢擅自做主？来人，马上进宫，把赵太医和王太医都请过来。皇姐对我的驸马倒是关心的紧，男女授受不亲，六姐姐这是公然跟驸马私相授受。你说什么？本宫说的话，六姐姐听不明白。六姐姐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出入我的公主府，如入无人之境。进来驸马的屋子，更像是在自己宫里。难道没人告诉你，你这般行为是不妥的？既然六姐姐对驸马如此关心，七妹误会了我的意思。误会？你知道我一直以来就特别希望你跟驸马能好好的。此次听说七妹在府里大发脾气，把驸马打了一顿，我吓了一跳，生怕你们之间生出什么误会。
或者受小人挑拨。妹妹年纪还小，偶尔还不能分辨是非。六姐的意思是我很蠢？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蠢货今天到底怎么了？说一句呛一句，像是吃了炸药似的啊！我的意思是，七妹以前不是很喜欢驸马？喜欢又如何？如何喜欢的人犯了错也应该被罚。皇家的规矩容不得任何人冒犯。可是我以前的确是蠢，不过六姐姐和驸马公然亲近，此事是我所不能容。今日开始，本宫宣布休了凤锦之，给她自由，也算是成全了六姐姐和驸马一片情深意重。驸马乃是相府嫡子，当初七妹看上他的时候，未征得丞相和景之的同意，就擅自请求父皇赐婚。如今厌弃，便想休就休。七妹把堂堂丞相府当成了什么？本宫乃是护国公主，想要休弃一个不守妇德的驸马，难道还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算丞相大人亲自来，本宫也无所畏惧。凤锦之自跟本宫成亲以来，态度屡屡不公，动辄对本宫侮辱谩骂，犯上不敬，口口声声说他喜欢的人是六姐。如今本宫不过是放他自由之身罢了，他应该感恩戴德，感激涕零才是。妹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要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就请自便，本宫仁慈，可以让他留在府中养好伤再走。六姐若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七妹，我一个未出阁的公主，怎么能留下来照顾他？传出去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六姐进我这公主府，何曾顾及过名声？等凤锦之伤势痊愈，就让她带着休书离开我的公主府。本宫还有事在身，就不陪六姐闲聊了。六姐请便吧。不行，凤锦之绝不能被休。老奴参见公主殿下。何事？回禀公主殿下，太后娘娘命小厨房做了些点心，让您和凤公子一同进宫去喝茶吃点心。殿下莫让太后娘娘等久了。本宫自己去就可以了。驸马此时大概还起不了身。小七，锦之呢？怎么没见他跟你一起来？他今日犯了些错，在府中受到了该有的责罚。等伤势痊愈，让他进宫来给太后和贵妃娘娘请安。犯了错，锦之这孩子一贯温雅守礼，知进退，懂分寸，怎么会犯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原主楚清皇到底有没有读心术啊？且不说这凤贵妃定然不是真心对待楚清皇，若原主真有读心术，那应该能看得出来啊。不管是太后还是凤贵妃还是凤锦之，对她那都是真真切切的利用和厌恶，她怎么还能那般没脑子的硬贴上去呢？小七，你在想什么啊？没什么误会，太后还有别的事，若没有，我就先走了。站住！小七，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在哀家面前竟也如此放肆！小七呀，你以前最喜欢景之那孩子，不知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对他大动肝火。他是凤家嫡子，身份贵重，此番犯错应该也只是一时疏忽，小惩大戒也就算了，别把自己气着。等以后有机会，我定好好说他两句。贵妃说的没错，锦之到底身份尊贵，你也别闹得太过分，叫个太医去给他看看伤，暂时先养着吧。秦皇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这小畜生简直太猖狂了，他应该会听进去的。稍后让太医给锦之递个话，这2天跟楚清皇态度好点儿，别总是一副倔脾气。眼下皇上对这个女儿寄予厚望，真惹恼了他，对谁都没好处。楚清皇就是一个草包，除了一副蛮力之外，有什么可寄予厚望？皇上对他当真是宠得过分了些。皇上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只要让锦之把楚清皇牵制住就好。凤贵妃缓缓点头，然而她却不知道，他们的思维跟楚清皇根本不在一条线上。他们以为楚清皇把话都听了进去，事实上楚清皇也只能听进去了而已。至于愿不愿意去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情。离开仁寿宫，楚清皇去了一趟太医院。楚清皇脚步就这么一顿，然后听到了诸位太医乱七八糟的心理活动。这活煞神怎么来了？听说七公主杀人是家常便饭，千万不能得罪了这煞神呐。虽然七公主身份为太后和皇上那么尊贵，却万万不能怠慢了，否则小命随时不保。得罪了皇上，就算被拉出去斩首，也尚且有一瞬喘息的时间。得罪了七公主，那就是当场毙命啊！只是今日不知吹的什么风，居然把这尊煞神吹到太医院来了。都处在这里干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去。本宫拿点药就走。公主殿下想要什么药？老臣这就去配。滋养身体的药，调理内伤和外伤都开一点。是，请公主殿下稍等，老臣这就去配药。
福仓，一道影子从角落幔帐后面闪身而出。赢者以前吃什么，本宫不过问，但即日开始，你跟本宫一起用膳，听到了？是。坐下，坐下。从来没有拥有过坐着的权利。需要本宫说第2遍，还是需要本宫再教教你什么是服从？属下知错。等着本宫喂你。你以前都吃什么？在暗阁的时候有什么吃什么。吃吧，以后别再吃生冷食物，对身体不好。是。以后没什么事儿，在本宫面前不用动辄下跪。去洗个澡吧，去本宫的浴池里洗，那里有热水，以后不许再洗冷水澡。福仓脸色微变，刚要说这不合规矩，这是命令。是。去床上趴着。福仓闻言身躯一震，放心，本宫对你没什么兴趣，也不是要折磨你，你身上的伤需要上药。福仓正要跪下，属下自己可以。本宫方才说了什么？第一，别再动辄下跪；第二，无条件的服从。低头应了声是，脚步缓慢而滞涩地往公主殿下尊贵的床榻走去。楚清皇起身，却给他的赢者上药。今日发生了太多的第一次，杀人时毫不手软的暗阁第一高手明显有些无所适从，身躯僵硬如石头一般趴在床上。反观第一次服侍人的楚清皇，倒是游刃有余地给他身上上药，表情除了天生淡漠之外，看起来倒是比他从容的多了。以前发生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本宫不会再无故虐待你，这身体好好养回来，不许再轻易受伤，听到没有？是。本宫给你定几个规矩：第一，白天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在我身边，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不用再藏身。第二，晚上不必再在梁上待着，这寝殿里的锦榻你可以睡。第三，以后1日3餐跟我一起吃，我命人给你煎的汤药你按时喝，但除此之外，任何人在假借我的名义让你喝什么毒药毒酒之类的，你最好学着拒绝。福仓一语不发地趴在床上，静静听着楚清皇的命令。待他说完，似是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你想说这不合规矩？记住，任何不合规矩之处都以本宫的命令为准，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殿下，药煎好了。明日开始，本宫的1日3餐里多加1碗白米粥。是。还有第4点，你身体有了很大的问题，以后不许再吃生冷食物，不许冲冷水澡，按时喝药，本宫帮你把这身体调理一下。今日的公主殿下跟往日不太一样，起来把药喝了，喝完药就去休息，今晚不必守着。公主殿下，求您去看一眼公子吧，公子病得很重，现在真的很孤单无助，他一直喊着殿下，公主殿下，求求您了。他一直喊着殿下，逗乐了他。楚清皇决定起身去看看，随我一起去看看。是。凤锦之病得很重，公主殿下，小的真的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可公子他……本宫去看看，带路。是。这是什么眼神？恨我？不敢。敢也无妨。既然你如此不屑本宫，本宫决定不再勉强于你。这几日好好养伤，等伤势好转了，就回你的相府去。本宫会给你休书一份，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休书？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本宫成全你，你应该跪谢本宫恩典。楚清，如果你不想伤上加伤，最好学会闭嘴。好好照顾你家公子。公主不多留一会儿了。凤锦之被打板子的消息在第2天传得沸沸扬扬。殿下，皇上让您进宫一趟，有要事相商。楚清皇整理好身上袍服，带着福仓进了宫。七公主到。不知锦之犯了何事，竟让公主殿下动了大怒，不惜对他动用私刑。公主殿下虽然有爵位在身，但刑不上大夫。驸马乃是丞相之子，跟公主殿下又是夫妻关系，殿下对他动用大刑，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七妹怎可对驸马动用私刑？如果以后公主们争相效仿，驸马的地位会一落千丈，如此置西岐律法于何地？置皇族尊严于何地？小妻昨晚去太医院取了药材，不知这药材是给谁拿的。锦之文弱书生，从来没受过杖责，何况当初这婚事也是公主自己求皇上做的主，如今却还求皇上做主，莫要让朝臣寒了心啊！公主殿下，喊什么？凤锦之对本宫出言不逊，动辄侮辱谩骂。本宫没杀了他，已经是格外开恩。丞相是对本宫的发落有意见。锦之辱骂公主，这不可能。锦之一直是个知礼守礼的男子，当初也是公主殿下想要嫁给他，所以才……丞相大人看来对本宫多有不满。凤锦之跟本宫成亲，委屈了他。臣不是这个意思。公主以前跟驸马感情一直很好，怎么突然间……本宫的事情无需你过问。别说区区50大板，他若是再敢惹本宫不高兴，本宫把他剁碎了喂狗。本宫是护国公主，代表的是皇族尊严。凤锦之自打入了公主府，
府，便处处对本宫不敬，冒犯皇族是什么罪名？谩骂公主又该如何处置？即便她是凤家嫡子，本宫也不会任由她骑在本宫头上作威作福。锦之他绝不敢。她不但敢，而且一直在这么做。凤相需不需要本宫找人来对质？凤丞相脸色涨红，顿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七妹，太后和父皇面前，七妹稍稍收敛一下，别这么意气用事。驸马固然有些不周之处，可是都不用劝我。凤锦之在我府上一天，他就是本宫的驸马，本宫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旁人无权置喙。七妹，秦皇，凤锦之好歹是你过门的驸马，明媒正娶，拜过天地的，别太为难他。父皇是不是在发愁今年上贡东陵一事？是啊，国库并不充裕，这2年年年上贡，国库早已不堪负荷，可蜀国和大周却无一年落下。朕不想跟东陵示弱，偏偏又无抗衡之力，这2天真是寝食难安呐。我有办法。你有办法？西岐贪官污吏很多，随便抄没2家就够丰盈国库。东陵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贪官污吏早已被诛杀殆尽，没有贪官贪墨，国库自然拥有充裕的银两，治军养兵。西岐也可以效仿。最近可以派人好好查一下，正好也趁机整治贪官。在场的几个官员不约而同地变了脸色。丞相为百官之首，就从丞相家开始吧。丞相大人一直忠于皇上，应该不会反对本宫的建议。秦皇，你提的这个建议只怕是不太好实施。朝中官员这么多，有丰厚家底的大多是朝中元老重臣，谁敢冒着一次性得罪这么多大臣的风险接下这份差事呢？贵妃娘娘言之有理，虽老臣自认为行为端正，两袖清风，但众所周知，能攒下丰厚家底的定是手握重权的老臣。公主要查贪官是好事，可此事一时间真要实行起来，只怕并不容易。是啊，朝中哪位大臣愿意接下这个得罪人的差事呀？皇兄们身为皇家子嗣，理当为君分忧。既然大臣们不敢接，父皇何不直接委任一位皇子办差？七妹，这话怎么说的？别说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合理，就算真的合理，我也没这个本事啊。儿臣能力有限，只怕辜负父皇一番期望了。你们几个呢？谁愿意为君分忧？几位皇子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西岐显贵世家，他们谁敢得罪啊？别忘了争储一事上还指望着这些大臣们支持呢。这个时候谁接下这份差事，谁就等于直接被逐出了储君候选人的行列了。他们脑子坏了才敢逞英雄。既然都没人接，差事就交给我如何？父皇给我3000禁卫，1个月的时间足够，定让国库充裕，贪官无所遁形。小七，父皇觉得不可能，当下国库紧张，急需银两，若加重百姓的赋税，只会加速引发西岐社稷动荡，于民生不利。唯有逼贪官拿出银子来，才能有效缓解当前困境。七公主这话说的，难不成国库的银子都让官员们贪了？大臣们忠心为国，却被七公主一句话全盘否决，实在让人寒心。丁御史这么激动做什么？贪没贪，抄个家不就知道了？你够了，端妃你怎么看？既然亲皇有意替皇上办事儿，臣妾自然予以支持，能为皇上分忧，也是臣妾和亲皇的荣幸。一个天生反骨的女儿，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最好把这朝堂彻底搅浑了，该死的都去死，才能让天征坐上储君之位。至于这个离经叛道的女儿，天征没坐上皇位之前，尽管闹得越大越好，把人都得罪光了也无所谓，反正她自小就这个样，越是发疯才越正常。等天征坐上皇位，想办法处理了就是，免得丢人现眼。楚清皇眉眼微敛，静静听着端妃心里的想法，才知原来楚清皇竟是个亲生母亲都厌恶的女子，活得貌似挺失败的，周围环绕的都是满腹算计的虚假小人，唯一一个忠心耿耿的影卫却被他亲手折磨致死，这也算是自作自受吧。亲皇，我们母女2人许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说说心里话了。今日我命人做了些点心，你过来尝尝看。假的，他骗你。耳畔忽然响起一个稚嫩娇脆的童音，小奶音听着特别软糯可爱。楚清皇眉心一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座宫殿，没发现异常，而且端妃的神色看起来温柔如常，好像并未听到这个童稚的奶音。楚清皇拧眉，不动声色地坐了下来。亲皇，你跟凤锦之是怎么回事？渣男该死！
我不想再提他。我知道你不想提，但是凤锦之毕竟是你的驸马，我想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言语不公，冒犯于我。那你是否已经验了他？算是吧。算是。秦皇，皇家无真情，你跟天征是一母同胞的兄妹，我们才是真正的亲人。秦皇，你在想什么？你想让我做什么？户部尚书今日对你无礼，你应该能找个理由把他除掉。淡淡嗯了一声。除掉之后呢？你二舅舅已经待在侍郎位子上许久了，你觉得是不是该往上提提？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你可以在你父皇面前提上一句，但是别太刻意，等这次立功之后吧，趁热打铁，你父皇会答应。秦皇，我的话你听到了没有？楚清皇似有若无地应了一声，看起来像在思索端妃的话，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是在想着刚才那个稚嫩的奶音。端妃的宫里应该并没有几岁的孩子，方才的奶音出自何处啊？端妃没听见。我先回去了，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以后有时间再过来看你。秦皇，他眼里到底有没有他这个母妃？福仓，一道矫健的身影闪入马车，跪在铺着柔软毯子的车厢里。方才在端妃宫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没听见。当真？属下不敢撒谎。这个小奶音究竟来自何处？应该不是端妃装神弄鬼，否则福仓不可能听不到。楚清皇，我想知道，看来你还没学会教训，需不需要本宫专门派个人好好教教你尊卑规矩？你到底想干什么？渣男。蒙蒙的奶音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霸气。楚清皇抬头看去，天气晴朗，天空碧蓝无云，安静的连风都几乎是静止的。他视线落在凤锦之的脸上，对方好像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既然你还有精神，就在这里跪上一个时辰。护卫统领何在？属下在。驸马这2日有些没规矩，本宫罚他在此跪一个时辰。你在这里照看着，别让驸马晕过去。是。你失心疯了！我告诉你，不管你耍什么手段，我都不会。膝盖重重砸在地上的声音听着都吓人。他以下犯上，罪该万死。圣旨到！皇上有旨，册封七公主楚清皇为长公主，钦此。传旨太监甚至不敢让楚清皇跪下接旨，恭恭敬敬地把圣旨送到楚清皇手里。恭喜长公主殿下，奴才先给殿下请安了。楚清皇颔首，奴才告退。公公稍等，这是公主殿下的一些心意，你跟2位小公公买点酒喝。不用了，收下吧。除了凤锦之，其他人可以起来了。管家去账房领银子。殿下，属下已经挑了几个影卫，主子可要见见他们。人在哪儿？进来。4道人影如鬼魅般闪身而入。属下扶风，属下扶云，属下扶卫，属下扶影，拜见主人。人。头抬起来，给你们3天时间分头行动，找出户部尚书贪墨勾结、结党营私的证据。本宫会带着证据去抄家。是。凤锦之跪了不到1个时辰就晕了过去。差个人告诉他，这2天好好养伤，别再出来作妖。早些养好了伤，早些拿着休书滚出去。是。你在暗阁是第1高手。福仓下意识的就要跪下，站着回话。是。方才那4个既然都是福字辈，身手应该都不弱，仅次于你。是。本宫想让你执掌暗阁，能做到吗？能。六公主和凤家嫡女凤婉月半个时辰进了府，说是探望驸马的伤势，此刻正在梧桐院。楚清皇随口应了一声，稍后告诉陆军，凤锦之在公主府的特权已经取消，任何人再来公主府都必须禀报到本宫面前。本宫的府邸不是他们家后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六公主示意凤锦之把殿下稳住，别让他主动跟殿下示好，以挽回殿下对他的宠爱。他们走了。是。还真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把公主府当成了他们家后院了。过来，手伸出来。福仓没有抗拒的照做。楚清皇捏住他的手腕，练武之人被制住脉门是致命的失误，若对方要杀他，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然而这个人是他的主子，强迫自己放松紧绷的神经，低头弯下的脊背呈现出恭敬驯服的姿态。楚清皇用指尖细细的给他切着脉。去洗漱吧，今晚没别的任务，早些休息。是。夜间，楚清皇是被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的，赫然发现合衣而眠的少年影卫身体正在不停地打哆嗦。冷。眼下已是春末夏初，夜里温度没白天高，但温差并不大。对于一个身强力壮的武者来说，更不至于冷得打哆嗦。楚清皇转身走到窗前，动作极轻地敲了下窗户，瞬间一跃而起，闪电般掠至窗前，直
直到视线里忽然映入了楚清皇那张绝艳贵气的脸，破窗的动作硬生生顿住。扶仓沉默地跪了下，起来。扶仓起身，你身体里被下了毒。属下不知。不知会不会时常出现不太舒服的异常反应？没有。没有，那还真是古怪。回去睡吧，这个拿去用。盯着被扔到自己手里的毯子，属下不敢。让你用就拿去用。是。楚清皇目光微敛，正要闭上眼，蓦然感觉那阵轻微的异响又一次传了过来，忍不住就探手试了试少年的额头。少年蓦然被惊醒，闪电般的抓住了楚清皇的手，正要使出杀招，却在目光触及楚清皇的眉眼时迅即收手，砰的一声跪倒在了地上。楚清皇没说话，沉默地注视着他的头顶。方才他指尖触及到的额头冷得像冰块，一点温度都没有。白天好端端的，不应该说清醒时无比正常的少年，一进入睡眠状态就浑身冷得像冰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冷吗？回主人，属下不冷。去本宫的床上睡。属下不敢。本宫说过的话又忘了。是。本宫的被子你可以用，需要本宫抱你。扶仓一震，再不敢拖延，就利索地躺到了床上。朝里面去一点。扶仓僵硬地朝里侧移了移，自己盖好。且扶仓睡着之后的反应总让他觉得奇怪，他有心多观察观察。睡觉。却见扶仓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地缩了起来，身体无法克制地开始轻颤，这症状当真是诡异得很。他决定天亮之后找个大夫过来，好好的给扶仓把个脉。却见裹着被子的蚕蛹一点点往他这边挪动，不知道是不是下意识地寻找温暖。没过多久，竟直接从被子里把手伸了出来，紧紧地抱住了楚清皇的腰。楚清皇目光微敛，视线落在自己的腰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好半晌都没动弹。如果不是确定扶仓清醒之后会什么都不记得，楚清皇铁定会怀疑他是故意的。然而目光落在扶仓渐渐安静下来的身体上，不由纳闷，抱着他睡就不冷了？他比被子和毯子管用？如果他现在把扶仓叫醒，扶仓会不会因为他自己无理冒犯的举动而吓个半死，然后再度跪到地上请罪？楚清皇一夜未眠，就这么靠坐在床头，被小影卫抱着睡了一夜，也顺便观察了小影卫一夜。然后他得出了3个结论：第一，扶仓抱着他的时候身体就不哆嗦，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比被子的取暖效果好。第二，扶仓睡着的时候身体冰凉，若是在夏天被他抱着睡应该会很舒服，通体凉爽，连冰块都不再需要。不过若是到了冬天，楚清皇眉头拧了拧，这殿内大概需要多一点炭火了。第三，他若稍稍触碰扶仓一下，扶仓身为武者的戒心会立刻被惊醒，进而进入戒备肃杀的状态。但是他抱着他睡了一夜，却浑然没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越矩。如果不是楚清皇能听到他心里的话，几乎都要忍不住怀疑这一切都是否来自于人为的算计。不过从扶仓的反应看来，应该并不是。以闪电般飞离床榻，服服帖帖地跪到了地上。属下该死。抱着本宫睡得香。属下该死。算了，伺候本宫洗漱。是。千皇，我有话跟你说。你想说什么？一大早就过来，看来是有些迫不及待。不过你似乎忘了这是何处，也忘了你的身份。在这座府邸里，本宫才是唯一的主。见到本宫，不知道要行礼。之前是我不好，殿下能不能别跟我一般计较？这2天，殿下好像变了一个人。殿下是否喜欢上了别人？这是恶人先告状。以前是我不懂感情，并非有意辜负殿下，我只是比较迟钝，想用特别的方式得到殿下的关注，让殿下更喜欢我一些。只是后来才发现自己用错了方法，殿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扶仓，你相信他说的话吗？不信。熟悉的奶稚音再度响起。渣男，渣男。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儿飘出来的？殿下，他只是个影卫，身份卑贱。殿下以前最是厌恶他，今日怎么？你怀疑他给本宫下了迷魂药？极有可能。渣男，凤锦之倒非常符合蠢男这2个字的评价。如果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就回去梧桐院，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午后本宫会派人把休书给你送过去，尽早带着休书离开，别留在这里碍本宫的眼。楚清皇，他都如此低声下气了，这个贱人竟然还不满意。跪下！凤锦之还没来得及反应，膝窝已经被人狠狠踹了一脚。膝盖像是要碎裂似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公子，你没事吧？贱人，贱人，骂来骂去就会这么一句吗？外表温雅清贵的世家嫡子，其实不过是个毫无教养的纨绔罢了。凤锦之又一次跪到了晕厥。
楚清皇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本本证据，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账册上一笔笔巨额的账目。户部尚书洪承海是凤贵妃一党的得力大臣，扶持的三皇子楚天印手里掌管着户部财政大权，这个职务足以让楚天印在钱财这一块毫无烦恼。国库空虚不代表户部尚书跟着穷，他有的是办法中饱私囊，所以端妃才迫不及待的想要楚清皇除掉户部尚书，好让凌家人上位。福仓，在，你觉得户部尚书被抄家问罪之后，谁适合接管户部？凌二老爷。如果我不想让他上任呢？凌家大舅凌安成手里已经握住了西岐一部分兵权，若再让凌安杰做户部尚书之位，那么这皇位也不用争了，皇帝直接退位，让楚天争登基得了。不想让凌安杰上位，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殿下，凤姑娘派人送来了请帖，说是明日在府中举办赏花宴，邀请殿下过府赏花吃茶。赏花吃茶？凤婉月这就坐不住了。主子，后院里有一位公子。什么？温战，他的父亲温行云是户部左侍郎，支持的是五皇子，所以跟洪承海一直不和。所以呢？若主子暂时没有合适的尚书人选，可以先让温行云坐这个位置，属下逾矩，请主子责罚。温行云能力如何？能力一般。既然如此，说说你的理由。温家有嫡子温丽和庶子温战，温战学识和算术比起温丽都强上100倍。等主子不再需要温行云时，可以斩草除根，只留一个温战为主子所用。没料到福仓竟有如此缜密的心思。世家庶子比嫡子厉害，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庶子身份上肯定不如嫡子，在家族中的影响力微弱。若此庶子不受父亲待见，那么影响力更可以说近乎不存在了。所以，就算以后家族被斩草除根，也不担心他为了报仇而弑主。当然，他大概也没本事弑主。温战跟他父亲的关系如何？温家只认一个儿子，便是嫡子温丽。当初温战之所以被主子看上，就是温丽故意设计的结果。他想用温战来换取主子对温家的帮衬，只是没想到温战在公主府并不受宠，反而是凤锦之做了驸马之位。属下逾越。温战应该是个可用的角色，不过更让他心情不错的是，他身边这个小影卫显然也不是个愚钝之人。见过长公主殿下。起吧，本宫已有数月未见你们，记性有些不太好了，各自报一下身份名讳。温家庶子温战，见过长公主殿下。温家庶子，就这样的气度，说他是温家庶子，他还不怎么相信呢。听闻你学识不错，公主殿下最应该关心的不是他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以及容色是否合公主的眼吗？抱歉啊，他对温战的容色和穿着打扮一点兴趣都没有。在下学识还行，多谢长公主殿下夸赞。本宫没有夸赞你。下一个。这语气就像帝王选秀似的。齐家庶子麒麟，见过长公主殿下。齐家庶子，按道这原主是特别钟爱庶子，还是因为庶子好欺负，被强掳进府也反抗不得？镇北王府庶子比嫡子更擅长武功谋略，嫡子齐云生了忌惮之心，才千方百计地把人送到了京中，并设法让楚清皇看到，然后顺理成章地被带进了公主府。下一个。沈家庶子沈憧景，见过长公主殿下。又是庶子。下一个。这少年是楚清皇在拍卖场买过来的，名叫红宇，年纪虽小，可脾气却显然不怎么样，挺有趣的。驸马爷，您小心些，慢点走啊。凤锦之算是一步步挪着走过来的，短短的路程走了一身的汗，不但身后疼得厉害，膝盖也一阵阵疼，此时根本就是硬撑着没让自己倒下去，心里啊早把楚清皇骂了个狗血淋头。臣见过公主殿下。驸马爷，公主殿下已被皇上册封为长公主，所以你应该说见过长公主殿下。见过长公主殿下。免礼，都坐吧。红宇嗤笑一声，抱歉，我只是觉得驸马爷现在的情况属实有些惨，坐下对他来说可能有些困难。你放肆！这少年是个不怕死，后院争宠也许会是个挺有趣的戏码。你坐到对面去。你到底什么意思？又想跪着？站着吃。驸马爷身体娇贵，长这么大大概还从未被板子如此责打，殿下就体谅他伤势重，允许他站着吃吧。凡事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等驸马爷多挨几次打，多罚几次跪，应该就没这么娇贵了。驸马爷这是什么眼神？我说的不对吗？你说的对，但驸马爷大概不爱听。
既然我说的对，驸马爷为什么不爱听啊？因为实话他都不重点。红宇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这些低贱的弑君，以往在他面前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会儿居然都敢落井下石，就不怕他以后报复？扶仓，过来坐。贴身影卫什么时候能跟主子一起坐着用膳了？鉴于驸马身体不适，即日开始，公主府中除了本宫之外，对内主事大权全部交给扶仓负责。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请示扶仓。听说扶桑是殿下的贴身影卫，贴身到1天12时辰不分开那种。这样一来，我们有事请示他，不就等同于请示殿下了吗？请示楚清皇侍想，万一打扰到这位殿下休息或者做别的事情，会不会被甩鞭子？似乎的确是这个意思。有问题？没问题，没什么问题，谨遵殿下吩咐。没问题，没问题。他只是当众宣布了这个决定，宣布了扶仓在府里的新地位，以及驸马已经彻底失势的事实。温战留下来，其他人先回去。不知殿下留我下来是为了何事？听说你学识不错，还擅长算术。殿下听谁说的？我算术确实还可。你在温家没什么地位。是，准确来说是一点地位都没有，不过他并不在乎。自学成才？成才谈不上，殿下过誉了，只是自小无人管无人问，只能靠读书来打发时间，久而久之学识就积攒的多了一些。你的书都是自己买的？我小时候没什么钱，看的书都是温家书房里的书。我又是身体瘦小灵活，经常独自一个人偷偷潜入温大人的书房看书。这个回答算是真假参半，不过也不算撒谎。没有人察觉？起初被发现过，挨了几次打，后来经验丰富了一些，就很少被人发现了。想入室吗？入室？殿下想让我入室？其实以我的学识和能力，想要入室本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摆在眼前的有2个难题。第一，西岐一直有律法规定，驸马不能入室。在下是长公主殿下的侍君，虽说身份比驸马卑微得多，但不管是出于律法还是其他原因，我都没有入室的资格。第二是什么？第二，我家父亲大人不喜欢我。虽西岐律法规定庶子也可以入室，但有嫡子为先的规矩，嫡子若未入室或者参军，庶子不可越过了去。这一点上，父亲绝不可能对我通融。而众所周知，温家嫡子温丽是个草包绣花枕头，想要入室，除非他的父亲给他另辟捷径，比如花钱买官或者考场舞弊，所以温战入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长公主驾到！锦兰看到院子里凤夫人母女恭敬俯身行礼的态度，殿下已经被册封为长公主，封号地位与皇后相当，所到之处，臣民皆须以大礼参拜。凤夫人这是不懂规矩，还是故意怠慢？我跟殿下说话，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凤夫人这话说的，若婢子是别人的下人，断然不敢在凤夫人面前插嘴。可凤夫人称呼有误，礼节有误，规矩怠慢。作为长公主的下人，婢子有责任提点凤夫人。难道夫人认为婢子提点错了？庆皇，你以前与我最是亲近，每次来凤家，我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招待，尊卑不可乱。凤夫人不必与本宫攀关系。凤夫人心头恨极，面上却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敬，乖乖的依着臣妇的规矩参拜长公主。免礼。殿下，我大哥他死不了，过几天等伤势好一些，你们就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怎么，楚依灵没告诉你，本宫要休了凤锦之一事？殿下是在说笑吧？大哥跟殿下是正经拜过天地的夫妻，怎么能休夫啊？官宦之家，平民百姓之家，休妻另娶的多了去，本宫怎么就不能休了凤锦之？你大哥是龙子龙孙，休不得。臣女不是这个意思，殿下，殿下。长公主殿下，当初跟锦之的婚事是长公主一意孤行，非要强迫锦之与您成亲。如今你又一意孤行，想要休了锦之，浑然不顾及世家嫡子的骄傲与尊严。难道公主殿下就能仗着身份随意折辱于人？若殿下如此欺负人，臣妇只能去太后面前求个公道。殿下为什么不说话？臣妇说的难道不是事实？看来凤夫人一点都没把本宫放在眼里。臣妇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你都打算去太后面前告我的状，还敢说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觉得本宫是傻子？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圣意不可违？本宫跟凤锦之的婚事是圣旨赐婚，夫人方才那话的意思是表达对圣旨的不满。臣妇绝没有这个意思。凤锦之在公主府里言语失德，犯上不敬，屡屡对本宫口出恶言，丝毫未曾遵守一个世家弟子该有的教养与风度。本宫休他不得。凤夫人应该清楚，七出之条之中有一条叫做口舌，犯了口舌之人，你是想让他被休回来，还是留在本宫府上3天2头让本宫
寻着借口琢磨一顿。赏花吃茶得有个好心情，今日本宫心情不大好，以后有空再说吧。本宫再给凤锦之3日时间养伤，3日之后，凤夫人最好派人去把她接回来，否则别怪本宫用非常手段。以前凤锦之被捧着的时候，她有多威风，此时就有多狼狈，让她这个一品诰命夫人颜面无存。凤夫人心里那个恨不得让楚清皇当场暴毙。七妹，赏花宴还没开始呢，七妹怎么就走了？凤家园子里的芍药开得极好，凉亭里还准备了一些丰盛的茶点瓜果，都是新鲜的。七妹跟我一起去尝尝。没准备什么阴谋诡计对付我吧？七妹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我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算计你？既然如此，本宫就坐坐再走。不是说今日赏花宴吗？其他人还没来。今天没邀请太多人过来，不过这个18是个好天气，我们会在城郊举办一次曲水流觞宴，七妹到时候一起去吧，人很多，各家贵女都在，到时候一定很热闹，可能一些俊秀公子也会到场。为了凤锦之，他还真是费尽了心思。七妹，锦之以前呢脾气有些倔，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七妹，只是一直以来他让你来当说客。当然不是，是我自己不忍心看你们之间生出误会，所以忍不住想当个和事佬，还望七妹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你的一片苦心？是啊，看着你们生出误会，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着急。锦之以前就在我面前提过你，不过七妹你别误会，他跟我到底是表兄妹，我们之间情同亲兄妹，在他心里我跟婉约妹妹是一样的。对，一样的。他以前就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虽然每一次都是一副稍有不满的语气，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你，只是他心高气傲，总觉得住在公主府是入赘，因此难免有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所以才常常对七妹口出恶言。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跟七妹表露情意，每次出口就不知不觉的恶语相向。后来我分析，他可能是下意识的想这种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是吗？凤夫人修养还有些不足，你是不是特别想用茶水泼我？怎么会？最好不会，毕竟冲动会坏事。本宫可不知道自己被惹怒之后会做出什么事。凤夫人没事的时候，其实可以吃吃斋，念念佛，修身养性，去身上的浮躁之气。这个翻脸无情的贱人，以前喜欢锦之时对他这个婆母客气，现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好像皇帝出游似的，摆个架子给谁看？不就是一个草包花刺的公主吗？除了一身蛮力和暴躁的脾气之外，还剩下什么呀？若非当年端妃护驾有功，就她这样的脾气早被打入冷宫自生自灭了，谁会纵容她这么张狂？凤家家风就是教子女骂人，以骂一句贱人为荣。凤夫人脸色煞白，那一瞬间她甚至以为自己把心里的话不小心骂了出来。公主殿下是什么意思啊？凤家家风严谨，对子女要求甚严，绝不能造口业，需修德修身，是吗？本宫还以为凤家上下以骂人为荣，否则凤锦之骂人时口舌怎会如此伶俐？原来不是凤夫人所教。公主殿下误会了，相爷乃是读书人，斯文儒雅，凤家也是清贵门庭，子女的言语行为皆有家规约束。看来家规还是没能约束凤锦之，没关系，本宫会好好教教他什么叫口德。七妹，刚才我说的那些，七妹还是仔细想想吧。锦之他真的是个赤诚之人，你们俩能修成正果，绝对会是一桩完美姻缘。是吗？既然他这么好，那本宫就把他让送给你。3日后你们把他接回来，过几日等我有了空，会进宫请求皇上给你们赐婚。不用太感谢本宫，以后少来烦我就行。七妹，我不是那个意思，七妹你听我说呀。七妹怎么走了？我来看看舅舅和舅母，七妹跟我一起进去吧。七妹，福仓迅雷不及掩耳的抬手劈向他的手腕，楚天印抱着手臂呻吟，疼得脸色发白。刺杀皇子，罪无可赦，犯上行凶，罪该万死，请束手就擒。想死？公主殿下的护卫打伤皇子，乃是犯上行凶，按罪当诛。是吗？谁先来？七妹，你们都退下。七妹，你身边的下人都是这么没规矩。他只是护主心切，三皇兄以后记得离我远点，否则下次只怕就真的要断一只手了。七妹这意思是护主心切就可以刺杀皇子，那是否他也可以刺杀太后，刺杀父皇？本宫的影卫的确有这个特权。
楚天印心头一怒，简直狂妄至极。七妹，今日正好，我还打算去七妹的府里看看景之呢。七妹可有别的事情在身，介意我一起吗？介意，本宫喜欢安静，不愿被人打扰。七妹，有件事。殿下小心！马车载着楚清皇疾驰而去，楚天印受了惊吓，还吃了一脸的土。你简直放肆至极！殿下，走吧，殿下请。我们俩共乘一辆马车。等什么？你还要不要回去了？福仓坐在马车前负责驾车，这样会不会有损殿下名节？名节？本宫连弑君男宠都有了，还需要顾及名节？其实我有些不太明白，殿下既然把我们都收进了后院，怎么一直未曾与我们亲近？你想侍寝？不是，我只是问问，殿下别多想。反正都是本宫的人，早晚也跑不了。别多想的人应该是你自己。本宫年纪还小，暂时没心思想这些破事，连驸马都没这个机会，你们暂时也不会有。温湛无语，这言下之意是在告诉他，暂时不用担心失身。这个女子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未免听到更劲爆的话，温湛全程安静地靠坐在一旁，识相的不再打扰楚清皇看书。原来是温二公子，怎么坐着长公主的马车回来给温大人祝寿，会比较有面子？二公子架子真是大得很，今日温老爷寿诞，连几位皇子和重臣都早就到了。身为老爷的儿子，二公子却姗姗来迟，不知安的是什么心呢？不会是在长公主府上得了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温二公子一表人才，生的是眉清目秀，俊美出众，能入长公主的法眼，也算三生有幸。只是弑君的身份到底卑贱，上不得台面。二公子可别以为这是个荣耀的身份，真是丢人现眼！呸！温大人怎么生出了这么个东西？好好的寿辰都要染上一点晦气。就是要换作是我，今晚根本没脸回来。我只是没脸回来，性子烈一些的，只怕早就找个地方吊死了，哪敢回来丢人现眼？诸位都是刚来，还是听到动静之后特意出来对我冷嘲热讽一番的？你配？谁想看你这张让人倒胃口的脸呢？能做七公主的弑君，你是不是觉得挺骄傲的？做七公主的弑君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能得七公主的宠，倒是可以跋扈一下。忘了告诉各位，今晚长公主殿下陪我一起回来的。今晚他们恭迎殿下的方式有些特别，还请殿下多多海涵。楚清皇这才从马车里走了出来。参见长公主殿下。温家大门外转瞬就跪了一片。参见长公主殿下。方才所有说话的人自己张嘴20，本宫就不抽鞭子，否则让你们脑袋开花。各位还是照做吧，否则大好日子里若见了血，只怕对谁都不好。稀稀拉拉的开始抬手朝自己脸上扇去，声音虽小，但颜面尽失，一个个直把温湛恨入了骨子里。声音太小了，本宫听不见。耳光声瞬间大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见过父亲大人，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大人似乎忘了跟长公主殿下行礼。臣参见长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参见长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免礼。今日温大人过寿，本宫跟温湛一起过来给大人祝个寿，顺便有件事跟大人商议一下。殿下请讲。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殿下请。这些嘴碎之人对本宫的弑君出言不逊，言语间极为难听，有失口德，本宫略施薄惩，若是落了温大人的面子，本宫在此表示歉意。殿下折煞臣了，臣惶恐，不敢当殿下一声抱歉。只要这位煞神呢，别在他寿宴上挥鞭子，他就阿弥陀佛了。长公主殿下请，臣让人奉上。老爷，这是属下刚收到的信。谁送来的？暂时还不知道，紧急事务，大人拆开之后再做决定。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殿下请。沉默地拆开信细看，随即脸色骤变，信上赫然写着：长公主已掌握证据，明日将查抄温府。跟本宫有关，温大人不必紧张。本宫今晚来温家捧场，事先知道的人并不多，不过这封信应该是早有准备。本宫今日不妨跟温大人透个底。本宫抄家，第一个要动手的是户部尚书洪大人的家。洪家覆灭之后，尚书之位就空了下来。温大人应该明白本宫的意思。殿下的意思是说，温大人是母妃一族的大臣，而洪尚书支持的却是凤贵妃和三皇子。温大人觉得本宫会蠢到对付自己人。这么说来，是有人故意趁着长公主来给他捧场的时候挑拨离间。户部有左右2位侍郎，洪尚书下去之后，是温大人做尚书这个位置，还是杨大人来做？本宫或许可以在皇上面前给些建议，但是有条件。有条件就好办，就怕他没条件。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总归是让人不安的。殿下想让臣做些什么？温湛是本宫的弑君，最近本宫刚刚得知他学识不错。读书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考取功名，本宫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一身学识被埋没。殿下的意思是让温湛入仕？温湛是庶子，又是公主殿下的弑君，于情于理都没有入
入仕的资格。温大人不用顾虑这些，也不必找任何借口阻拦。没有什么问题是本宫解决不了的。本宫今日来此，只是为了告知温大人这件事。臣答应殿下的条件，不知殿下打算何时行动？大概是明一。大人，不好了！大公子和几位少爷把二公子给打了。什么？殿下，此事臣定会好好处理，绝不让战儿受半点委屈。楚清皇抬脚踏出房门，迎面一道寒风如电般骤然袭来，一道黑衣身影如鬼魅般闪出，咔嚓一声，一招拧碎了刺客的脖颈，4具尸体只在一瞬间就倒在了地上，气息全无。来人，有刺客！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稍安勿躁，福仓，这4人是死士。是死士？他的府里居然混进了死士！方才若不是这个叫福仓的黑衣男子及时出手，或者说今晚若没有楚清皇在这里，他只怕凶多吉少，在自己50大寿的这晚死于被刺杀。应该是冲着本宫来。蹲下身揭开其中一人的面巾，忽然一阵烟雾袭来，楚清皇身体骤然朝后避去，却依然有一缕清香被吸入了肺腑。主子，头晕目眩，楚清皇肺腑一阵剧痛，嘴角一缕血丝沁出。殿下，长公主殿下，来人，快请太医立刻！都给本宫闭嘴！长公主殿下，公主现在情况危险，需要立刻请太医解。别声张，暂时还死不了。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瓷瓶，倒了一颗药丢进嘴里。真的不用请太医吗？他都不敢想象，若是长公主殿下在温家出事，温家会面临着什么后果。别惊动任何人，免得引起众人的不安，本宫无碍。殿下放心，宾客都在水云阁，离书房这里有段距离，只要不派人去通知宾客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福仓抬眸，眼底带着无法掩饰的空寂和恐惧。是本宫疏忽大意，跟你没关系，本宫不会治你护主不利之罪。福仓低头，垂在身侧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良久才细不可察地点头。是。殿下，这几具尸体该如何处置？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放火烧了。是。大人，二公子他……温行云简直心力交瘁，好好的一个寿宴，接二连三的出事。那些公子哥儿不长眼，得罪长公主，刺客又上门行刺，害得长公主差点命在旦夕。眼下连素来引以为傲的嫡子也给他添乱，他真怕这位殿下一时脾气爆发，当场一鞭子抽得他脑袋开花。臣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刺客出现一事，臣定会给公主殿下一个交代。今晚让殿下受了惊吓，臣罪该万死。刺客一事，本宫自会去查，你不用过多费心。去水云阁看看。是。脾气暴戾的人突然间变得脾气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刚才那些刺客又是什么来历？谁派来的？为什么要刺杀长公主？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别说你现在只是长公主府的侍君，就算你以后成了驸马，你依然是温家庶子。在我这个兄长面前，你只能跪着说话。来人，可让温丈跪下。本少爷今日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家规。住手！你这逆子能不能安生一些？父亲，还不把二公子放开？都想死吗？父亲帮我看看这张以色待人的脸是不是被打肿了。以色待人的脸。温行云脸色一青，一句小畜生差点脱口而出，话到嘴边又硬生生让他咽了回去。这该死的畜生，在这丢人现眼，连以色待人都能说得如此。谁打的？这是谁动的手？殿下，我没事，不疼。席间众公子全都倒吸了一口气。谁打的？本宫时间有限。殿下，事情起因是洪公子说了一句嫡子不该忍气吞声，让庶子踩在头上作为一个以色侍人的庶子，仗着长公主殿下的宠，就在自己父亲的寿宴上趾高气扬。这番话激怒了温大公子，才有了眼下这一幕。洪公子，在下户部尚书嫡子洪岳，见过长公主殿下。户部尚书之子的确有倨傲的底气，除了他父亲是2品尚书且手掌财政大权之外，更因为洪家乃是太后的裙带姻亲，洪家嫡子可以说比在座的这些公子哥都要高人一等。给温战赔礼道歉，本宫可以放过你。让我给一个以色侍人的东西赔礼？本宫再说一遍，给温战赔礼道歉，否则你不会想知道后果。殿下，没什么的，这个身份本来就会被人看不起，不过我并不觉得丢人，能伺候殿下是我的荣幸。所以你是不打算赔礼道歉？在下没有赔礼道歉的理由。希望1个时辰之后你还能继续嘴硬。外面的事情本宫会处理好。今晚温大人寿辰，本宫承诺送给你的贺礼很快就会奉上，但温家长子欺负了本宫的人，这一点还请温大人给本宫一个交代。是，殿下放心。明日本宫会派人来验伤，温丽的伤势让本宫满意了，温大人就会心想事
事成。不满意的话，温大人就别怪本宫说话不算话。福仓，点齐本宫的3000禁卫，今晚抄户部尚书的家。是。抄家？红月心头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温大人，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就因为他不愿意给温战赔礼道歉，就带人去抄家，他眼里还有王法吗？本官也不太清楚。来人，把大公子带去祠堂，家法伺候。爹，我做错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你错在不该对长公主府的人无礼。不管温战以前是什么身份，现在他都是长公主的人。你得罪了长公主，难道不该被罚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大公子带去祠堂。是，温战就是个低贱玩意儿，以前在家给我提鞋都不配，爹今日居然为了他动怒，长公主了不起吗？爹就这么怕他？堵上他的嘴！爹，殿下真要去抄户部尚书的家，若是为了我，此时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不必自作多情，抄户部尚书的家早就在本宫计划之内，原本打算明日一早去，不过今晚提前了而已。好吧，原来不是因为冲冠一怒为蓝颜，的确是他自作多情了。可殿下今晚的行为会让人以为就是因为我才报复洪家，殿下不担心被人误会？误会什么？今晚本宫在温家遇到了刺杀，对方出动的是死士，想要置本宫于死地，手段极为狠辣歹毒。刺杀？如果本宫今晚在温家出了事儿，那么首当其冲会牵连的人绝对是你的父亲。幕后主使之人是想一箭双雕，本宫除掉户部尚书，只是折了对方一条手臂而已，比起他们做的已经足够仁慈。你手无缚鸡之力？本宫不喜欢听人撒谎。倒也不算手无缚鸡之力，我会使一点三脚猫功夫，肯定不能跟殿下相比，勉强能自保而已。你今晚看起来并未能自保，我这是为了制造一个机会，让殿下有理由发落文礼，几个耳光，换文礼今晚被家法处置，我觉得很值。你也是个狡猾的，连本宫都敢算计利用。愿受殿下责罚。参见长公主殿下，殿下千岁。福仓，去本宫的书房，把所有证据以及本宫的金册、令符拿上，即刻行动。是。楚清皇翻身上马，去尚书府。什么？长公主，带兵来这禁卫已经包围了尚书府，简直岂有此理！传令所有护卫集合！长公主殿下这是干什么？本宫查到了洪尚书贪赃枉法的证据，今夜带着禁卫来抄家。洪尚书若是胆敢阻拦本宫办案，就是抗旨。抗旨？本官并未接到皇上的旨意，谈何抗旨？皇上已经把抄家的特权交给了本宫，本宫今晚就是奉旨办案。福仓急掠而来，双手奉上令符和金册。这是本宫的令符。住手！七妹，你想干什么？大晚上的你带这么多禁卫过来，得到父皇的谕旨批准了吗？本宫接到密报，洪尚书贪赃枉法，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不当之财，按罪当诛。谁敢阻拦办案，一并拿下。一派胡言！洪尚书为官多年，一向正直无私，岂容你红口白牙，随意污蔑？七妹，你别太过分了。楚清皇懒得与他多言，行动！护卫拦住！阻拦者格杀勿论。尚书府所有护卫齐齐集结在宽阔的前院，手持刀剑，形成阻拦对峙之势。今晚本宫奉旨抄没尚书府，谁敢阻拦，形容抗旨。主动放下兵器者，本宫可饶其性命，否则与洪家一并押入大牢，情节严重者诛灭三族。圣上旨意不可违，求公主殿下饶了卑职的家人。求公主殿下饶了卑职的家人。求长公主殿下饶了卑职的家人。谁让你们放下兵器的？想死吗？叛主之人该被凌迟处死，胆敢放下兵器者，本王饶不了你们。长公主欺人太甚，他竟当真带人抄尚书府。长公主殿下此番行为简直太过荒唐，为了一个卑贱的弑君，竟然真的来查抄一个二品尚书的府邸。敢问这是谁给长公主殿下的权利？长公主殿下为什么不说话？父亲堂堂二品大官，你凭什么？就凭洪尚书贪赃枉法，罪责当诛。红月，你以为本宫是跟你闹着玩？家父贪赃枉法，长公主有什么证据？稍安勿躁，证据很快就会摆到你的面前，本宫会让你们一家子死得心服口服。七妹，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所以你今日才变了个人似的？七妹，景之那么喜欢你，你能闭嘴，别在本宫面前提起凤锦之，本宫现在听到他名字都反胃。殿下，宫门已经落了锁，任何人进不去，没办法朝太后求救。殿下，要不要回王府把府卫调过来？不能。一箱一箱的金银从卧房床板下、书房地下密室被抬了出来，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红月，方才本宫说什么来着？你能坚持1个时辰还嘴硬，本宫就佩服你。为什么？你父亲贪赃枉法，罪证确凿，还需要本宫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我没跟温战赔礼，我现在给他赔礼道歉来得及吗？长公主殿下就算要我给他跪下，我也愿意。不必，本宫要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做不到的。洪大人这几年上书做的
的实在是不亏，安排一些人把洪大人一家子拿下，其余人开始对账，账册里所有的东西必须都在这里。是。去丞相府，如今之计只能弃车保帅，明哲保身。即日开始，他跟楚清皇势不两立。参见殿下。何事？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一下殿下今日对我的维护，顺便想跟殿下说几句话。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准备功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秋闱，别想任何不该想的事情。殿下白日里还冲冠一怒为蓝颜，晚上就这么冷漠，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臣既然是殿下的侍君，就该有个侍君的样子，若不争宠，如何能叫侍君？你想做什么？小人打算争宠，殿下可以提前习惯这种情况。本宫今晚有些累了，想争宠，等户部尚书府这桩案子过去了再说。温战点头应了声是，很快告退离去。有个侍君的样子，侍君应该是什么样子？站着干什么？吃饭。是。是夜，福仓依旧抱着楚清皇的腰入睡，只是在楚清皇睡着之后，他忽然睁开眼，沉默不发一语地盯着他看了许久，一缕真气拂过他的睡穴。楚清皇睡得更沉了些，指尖搭上他脉门，脉象平稳有力，没有异常，悄无声息地起身下床，轻轻拉开窗子，身子一闪，如鬼魅般闪了出去。半个时辰之后，福仓回到公主府，他动作极轻地拉开窗户，无声无息，如一阵风般闪身入内。深更半夜的去哪儿了？属下该死。大半夜的不睡觉，看什么去了？属下该死。你知道本宫的脾气，没有那么多耐性，一遍又一遍的问你。属下去了晋王府。三皇子楚天印封号晋王。去晋王府干什么？做了件事，属下未得主子允许，擅自离开主子身边，还以下犯上冒犯主子，属下该死。福仓今晚擅自离开的举动只是失职，然而胆敢点他睡穴的行为却堪称大逆不道，按规矩足以治个死罪。既然不想睡，就在这里跪着。殿下真的比以前温柔了太多，今晚犯下这么大的错，居然只是罚跪。若是在以往，不打得我皮开肉绽奄奄一息，惩罚都不会停止。温柔都被罚跪了，居然还觉得他温柔？好吧，鉴于福仓以前的日子过得太过悲惨，楚清皇表示能理解他的想法，只是如此一来，好像连让他跪着都有些不忍了。跪半个时辰，自己算着时间。是。半个时辰之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楚清皇，睡着的殿下看着越发明艳动人，肌肤瓷白无瑕，嫩得像是能掐出水来，睫毛很长很翘。福仓起身去后面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重新换了一身干净的黑衣，才回到殿内。福仓悄无声息地走进内室，轻手轻脚地在楚清皇身边躺了下来。殿下，外面传来消息，晋王把王妃杀了。晋王把王妃杀了？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侧的福仓，福仓低眉垂眼，像是没听到明月的话一样，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波动。怎么回事？听说晋王昨晚是和王妃一起睡的，今日早早起身之后，王妃却不在身边。晋王心头生疑，起身没多久就发现王妃与人私通，震怒之下拔剑把王妃和那个男的都杀了。昨晚被斩去了户部尚书这条手臂，今早发现被戴了绿帽子，短短一夜就发生了2次巨大变故，不知道晋王的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刺激。本宫知道了，你做的。晋王妃是镇北王的女儿，她跟楚天印是一丘之貉，楚天印杀了自己的王妃，镇北王不会放过他。楚天印想让楚清皇在温家被刺杀，嫁祸给温行云，一箭双雕，福仓就还他一个一箭双雕。楚天印不但会成为皇城笑柄，被皇上问罪，还会跟镇北王反目成仇，从此失去镇北王这个掌兵权的岳父靠山。你脑子不笨，这一招兵不血刃确实厉害。福仓沉默不语。宣长公主，宣长公主上殿。禁卫们把一只只沉重的箱子抬上殿。这是本宫昨晚从洪家抄出来的家产，各位大人可以好好看看本宫是否冤枉了。本朝2品官员俸银标准是每年400两，加上勤政嘉奖、政绩奖赏、君王额外赏赐，全裹在一起，洪尚书每年可以领到的白银应该不超过1000两。可这些箱子里撇除玉器、绸缎、字画暂时不好估值的东西不算，只算金银便有70万两之多，抵得上西岐一个州1年的税银。众位大人想替洪尚书求情的，想给他喊冤的，可以先解释一下
下这笔巨额银两的来历。文武百官噤若寒蝉，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替洪尚书求情。洪承海，你有何话可说？臣罪臣无话可说，求皇上。既然无话可说，就不用求朕了。来人，洪尚书一家押入死牢，秋后问斩。80万两，简直让朕大开眼界。皇上圣明。朕已经赋予亲皇全权查处贪官的权利，接下来不管查到谁，其他人不得阻挠，否则按同罪论处。百官一惊，心头越发不安。三皇子呢？他今日没来上朝。回禀皇上，晋王府出了点事儿。出了什么事儿？难不成是被洪尚书贪墨之事吓得不敢来了？晋王把王妃给杀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儿臣今日起得早，大概听说了一点情况。晋王早上起身之后，发现王妃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大怒之下失手把王妃杀了。儿臣有要务在身，尚未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臣失手，实在是失去了理智。失手？你的王妃是镇北王嫡女，你一句失手就能解决这件事吗？你告诉朕，朕该如何跟镇北王交代？明明昨天晚上他跟王妃还好好的，他们还一起商议了对付楚亲王的计划。然而早上醒来，他却发现王妃跟侍卫统领睡在了一起。那一瞬间，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感觉自己绿云罩顶，根本无心去思考这件事是否合理，或者出了什么纰漏，提剑就把两个人一起给杀了。皇上，长公主殿下来了，皇上可要让殿下现在进来。皇帝陛下闭了闭眼，压下怒火，点头。除了金银之外，字画、玉器、绸缎、古玩之类的都已清点完毕。户部尚书府所有的罪证也都在这里，跟户部有牵扯的官员名单，儿臣已经整理好，父皇稍后可以过目一下。亲皇，你这件事办得实在是漂亮，朕都不知道该怎么嘉奖你了。不必奖赏，这是儿臣早就立下的承诺，奖赏之前已经给过了。昨晚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接下来的事儿朕会安排。对了，户部尚书之位空缺，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举荐上来？这算是额外的嘉奖？不算，你要有合适的人选，朕可以参考一下。儿臣最近挺喜欢温战的。温战？他的父亲是户部侍郎温行云，父皇若是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可以优先提拔，若没有就提温行云吧。温战不错，他的父亲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温战不错，应该是亲皇的侍军之一。亲皇，没什么，既然如此，就让温行云顶替尚书之位吧，他的资历也够了。楚天印跪在一旁，心头几乎愤怒到了极点。楚亲皇，若不是他，户部尚书府根本不会倒台。为了一个温战而扶持温行云，简直笑话。他根本就是为了楚天章筹谋，谁不知道温家是端妃一党的人呢？还有件事，昨晚儿臣陪温战去温家给他父亲祝寿，在温家遇到了刺客。楚天印心头一紧。刺客？你有没有受伤？刺客是谁派去的？查到了没有？儿臣大概是能猜出是谁，父皇不用担心，想要儿臣的命没那么容易。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参见长殿下。这是干什么？温公子说，长公主殿下身份尊贵，是一府之主，我们身为侍君，按规矩应该晨昏定省，给殿下请安。若能跟公主殿下一起共进早膳，那就再好不过了。小人的确是这个想法。小人昨晚见识到长公主殿下英明神武的风姿，深深的被殿下的魄力折服。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温战愿意服侍殿下，指望殿下抬爱，偶尔施舍一些怜爱即可。偶尔施舍一些怜爱？本宫没空怜爱你们。殿下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都是殿下的侍君，当初殿下强抢我们进府的时候，又没说我们进府是要受冷落的。所以呢？所以殿下不是应该雨露均沾吗？真想剖开这少年的脑袋，看看他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奇葩的想法。雨露均沾，听听，这是正常男子应该说的话吗？本宫昨晚忙了半夜，今天早上天没亮就起身进了宫，稍后要补个觉，所以今天没空应付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殿下这意思是等殿下休息好了就可以。你们4个人中谁最有钱？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我最穷，我是殿下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的，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什么都没有，更不可能有钱了。我是温家庶子，殿下知道的，我手里一贯就拮据，不怎么有钱。好在住在公主府的日子里，生活还算安逸，家人们也没有为难我，一日3餐不成问题。我们花钱的地方也不多，所以不用为了生计发愁。我虽然有点积蓄，但不舍得花。就如温战所说，我们住在公主府里，吃穿用度都有人送过去，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所以从家里带来的100两银子还剩下大半。100两？回禀殿下，本宫知道你也没钱，所以你们进公主府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此吃穿不愁。殿下圣明。那么谁来给
给本宫解释一下，你们身上穿的红色胶绡、蜀锦长衫、缎袍、天蚕丝雪衣，是哪位神仙所赠予？3位庶子，一个孤儿，穿的衣服却比帝都正儿八经的世家嫡子还要好，你们可真是穷的让人刮目相看。红羽，你身上这件衣服是南海胶绡所织，轻薄飘逸，入水不濡，据说数年能得一匹，价值1000金。你先给本宫解释解释。殿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的衣服哪来的？捡的。跪下。我的也是捡的。说完，跟着跪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衣服值不值钱，绝对超过100两。沈崇锦噎了噎，不发一语的跪了下来。你的衣服是谁给你的？温战默默撩衣一跪，无话可说。你们不止这一身衣裳，前次跟本宫一起用膳时，身上穿的衣服料子同样都是难得的珍品，所以等你们给本宫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前，就这么跪着吧。属下的衣服是按阁引卫统一发放的禁衣，以后跟在本宫身边，需要经常出入这种场合，总是穿一身黑禁衣也不行。稍后让上衣局的人过来，给你量身定做2套衣服。殿下，这不公平，为什么扶桑就可以搞特权啊？你想取代本宫的位置啊？小的不敢。不敢就闭嘴，这是本宫的府邸，本宫想给谁特权，谁就有特权，本宫想要谁死，谁就活不到今天晚上。我还是觉得殿下应该雨露均沾。最近不是温战得宠，怎么我眼瞅着殿下好像对你也没多特别？殿下对我的宠爱正如昙花一现。不过殿下是不是忘了件事儿？数日前殿下就说要休了驸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驸马爷不会负宠？还没有动静？凤家没人来接他回去？没有。福仓，准备笔墨。殿下，驸马爷求见。让他进来。来得正好，省得他专程派人送休书过去。楚清皇，你在报复我？这位驸马爷不会是个傻子吧？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敢跟长公主殿下言语挑衅，大概是担心自己死得不够快。他并不是担心自己死得慢，而是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男，自以为是的幻想殿下还对他有感情。外面出的那些事情，都是殿下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想逼他屈服的手段。花孔雀都没他自恋。凤锦之，如果本宫是你，这会儿应该恭恭敬敬的跪下来行礼，做小伏低才是上策。在本宫面前挑衅逞强，并不会让本宫觉得你有多硬气，反而会起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你就是想逼我下跪？逼你？福仓，教教他规矩。膝盖重重的砸在地上，霎时疼得他眼前一片黑雾，脸色刷白。好疼啊！踢的又不是你，你疼什么？看着都疼，以后学乖点就行，不然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你。所以本宫想让你下跪，还需要用逼迫的方式。凤锦之，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这份休书你拿着，马上收拾东西，离开本宫的府邸。即日开始，你跟本宫不再有任何关系。以后记得尊卑之别，见到本宫若是再有失礼之处，本宫心情好便罢了；遇到本宫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自认倒霉。都出去跪着，别打扰本宫休息。殿下，我们还需要跪多久啊？等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愿意告诉本宫真话为止。我说的都是真话。出去，福仓，把他丢出去。是。把休书朝凤锦之怀里一塞，再把凤锦之往垫阶下一扔，任由他咕噜咕噜滚了下去。福仓，本宫府里这4位侍君，除了都是美男子之外，每个人身上好像都藏着一点秘密。本宫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属下去查。暂时不用，本宫要他们亲口说出来。福仓应是，他们绝对还有不为人知的第2重身份，也许可以用读心术来探知。不过楚清皇并不着急，他现在凭着直觉也能感受得到，这4个人应该没有什么叵测的居心，至少暂时来说还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居心。凤锦之，醒了就别装死。本宫给你半日时间收拾东西，天黑之前，如果你还在本宫的府里，本宫会让福仓亲自把你送回去，并将你被休弃一事昭告天下。殿下，我们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今日景之来此，只想求殿下再给我一个机会，一个弥补曾经说错话、做错事的机会。即便我以前有做的不好之处，我们到底也是夫妻一场，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会改。殿下别这么绝情好吗？果然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啊！你想弥补？是，求殿下给我一次机会。既然如此，本宫就给你一次机会。拿着休书，从本宫的府邸大门外3步一跪，9步一叩，跪行到凤家大门外。你能做到，本宫就原谅你。凤锦之脸色僵硬，所有的得意和冷笑瞬间不翼而飞。殿下，能做到就现在去做，做不到就立刻收拾东西滚蛋。
长公主殿下真是仁慈，我也觉得殿下太过温柔了。长公主府离凤家其实也没多远，绕过2条街而已，就算跪行回去，也无需半日功夫。凤锦之阴冷地看着他们，无需半日功夫，真亏他们说得出口。别说他现在的体力根本做不到，就算做到了，也会颜面尽失，从此没脸见人。长公主殿下，启禀殿下，宫里刚刚传来消息，晋王被降了爵位，现在成了禁郡王，并罚封1年，则打30廷杖。亲王被降为郡王，这么看来，晋王离争储又远了一步。唉，其他皇子都是亲王，唯独3皇子成了郡王，这身份上就矮了一头。咱长公主殿下如今正得圣宠，若是殿下愿意帮他一下，3皇子其实还是有机会翻身的。你们俩不要命了，储君之事岂可善也？况且长公主殿下想帮谁，那是殿下自己的事情，你们是不是也想被殿下拖出去打板子？驸马还是照长公主说的去做吧，否则3皇子只怕没有跟其他皇子抗衡的筹码。你们觉得他会从公主府大门外3跪9叩到凤府吗？会的，可这样做的话，他的脸就丢尽了。对于利益至上的人来说，脸面并不值钱，到了必要的时候，亲情或者尊严其实都可以被舍弃。凤锦之遵照主子的意思办了，从公主府外跪到凤家，一路上很多人看热闹，凤丞相气得差点没晕过去。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半日过去依然跪得轻松的4个人，主子真的决定原谅他。原谅谁？哦，你说凤锦之啊？属下逾越。本宫是打算原谅他，吩咐下去，让人把梧桐院里所有属于凤锦之的东西都收拾一下，用马车给凤家送过去，就说本宫已经原谅他以前的冒犯之罪，以后不会再追究，并告诉凤家人，就说本宫已经休了凤锦之，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亲皇，本宫让你过来是为了户部尚书的位子。户部尚书位子怎么了？你装什么傻？母妃不是让你举荐2舅舅上位，为什么最后坐上尚书之位的会是温行云？你看我干什么？今日你父皇刚刚颁下圣旨，提拔温行云为户部尚书，本宫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温行云不也是你的人？可温行云是温行云，是一颗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能跟凌家亲人相提并论？我想让你2舅，他在吏部任职，那又如何？我以为你说的往上提拔是想让他做吏部尚书。你的意思是有办法让你2舅舅做吏部尚书，消一点时间。他其实并不想让凌家接触吏部，因为楚天灵在吏部任职，就算凌安杰坐上吏部尚书的位置，也根本掌握不了吏部大权，吏部始终会是凌王说了算。亲皇，你跟凤锦之彻底闹僵了。楚亲皇淡淡了一声，既然如此，本宫想让你嫁给林静，就是你2舅舅家的嫡长子，你意下如何？母妃让七妹嫁给林静？你是想林静进长公主府做侍君？你说什么？本宫的府邸已经有了4位侍君，林静去了只能排第5，她若愿意，本宫没意见。我的意思是让林静做你的驸马。本宫刚休了一个驸马，暂时没打算再娶第2个，况且林静不是本宫喜欢的类型，入不得本宫的眼。亲皇，为人子女者，婚事当由母亲做主，就算由母亲做主，也轮不到端妃。他的亲生母亲都没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七妹，这是什么态度？母妃面前，你能不能有个做女儿的样子？楚清皇瞥了他一眼，转身走了出去。楚清皇，母妃，你看看他，当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没必要生气，他只要能替你做事，助你铲除对手，其他的暂时都可以忽略。林静是林安杰的嫡子，打小体弱，身体一直不大好。练武原本是为了强身健体，后来武功练得倒是不错，算是文武双全。除了武功之外，林静还擅长使毒。他跟帝都世家公子少有来往，经常一个人待在宅内研究毒物，喜欢在丫鬟身上试毒。林安城掌兵权的时间够久，本宫想要他手里的10万银甲军，属下去杀了他。别动不动就杀人，本宫还没到要他命的地步。是。马车忽然停下，发生了什么事？殿下，前面是6公主的马车，6公主没有要避让的意思。6公主下车了。七妹，有事？我可以跟七妹谈谈吗？你想跟本宫谈什么？谈凤锦之一事。凤锦之已经回到了丞相府，你想跟他说什么，想做什么，可以直接去相府，不必来找本宫。本宫已经给了他休书一封，从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七妹，楚夷陵，你是不是很奇怪？本宫昨晚怎么能从温家安然无恙的走出来？七妹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吗？本宫就当你听不懂。不过以后有关楚天印和凤锦之的事情，别再拿来本宫面前说，本宫很忙，没空理会他们。回府。楚夷陵直接在马车前跪了下来。七妹，求你高抬贵手，
放三皇兄一条生路。还不走？是。楚夷陵原本跪着没动，他在赌楚清皇没胆子从他身上越过去。然而当马车丝毫没有停留的直冲过来，他吓得几乎魂飞魄散，急急狼狈地朝旁边避了开去。长公主府的马车疾驰而去，楚夷陵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狠狠攥紧了双手，掌心藏着的针瞬间刺进了肉里。他吃痛之下猛地松开手，低头看向自己摊开的掌心，被针尖刺破的地方泛起了黑色。楚夷陵脸色一变，连忙起身往自己的马车走去。楚清皇若不死，庞然就没有好日子过。然而想杀楚清皇显然也没那么容易。驱车去靖王府，快点！今日这场面貌似有些危险，殿下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树敌太多，难免有小人暗算。七妹，今日人多热闹，都在等你呢。长公主殿下不是最喜欢让人跪着说话，今日来了这么多人，是否需要一个个跟殿下行礼呢？第一个跟长公主发难的居然是凌家嫡女凌雪。凌雪跟楚清皇不是表姐妹吗？凌雪是端妃的亲侄女，楚清皇又是端妃的女儿，就算其他人跟楚清皇不和，凌雪也应该站在楚清皇这边才是啊。是故意如此呢，还是真的对楚清皇不满？本宫的确喜欢让人跪着说话，尤其是你跪下。楚清，敢直呼本宫名讳，信不信本宫让你跪到明天早上？长公主殿下，今日的诗会应该是热闹而轻快的，请长公主殿下不要破坏这里的气氛。所以这就是他以下犯上的理由，本宫是不是给你们脸了？臣代舍妹给殿下赔罪。凌雪以下犯上，为什么由你来赔罪？他没长嘴吗？本宫再说一遍，跪下。如果端妃姑姑知道，你可以直接搬出太后，看本宫会不会买账。他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衅楚清皇，可是一想到他几日前居然让凌静跪在人来人往的公道上，凌雪就咽不下这口气。凌家掌管20万兵马大权，若没有凌家作为后盾，连端妃姑姑在宫里都会寸步难行，何况是楚清皇这个没有一点脑子的公主，凭什么站在这里羞辱她？七妹，今天是开心的日子，林姑娘只是无心之过，并非有意冒犯七妹。七妹大人有大量，别跟林姑娘一般计较，否则宫里的端妃也难做不是。六公主说的对，林姑娘不是故意的，长公主殿下何必跟一个弱女子计较呀？若是端妃娘娘知道长公主殿下跟林姑娘起了争执，想来也不会高兴。今日是热闹的流觞诗会，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应该高高兴兴的，何必为了一点小事动怒呢？哎呀，确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长公主殿下心胸宽广，就当林姑娘说错了话。然而直到现在为止，林姑娘都没有对自己说错的话表示一句歉意。今天这件事儿不是林姑娘说错话，而是林家仗着兵权，根本不把长公主殿下放在眼里，这是有意识的以下犯上，尊卑不分。若严重点，甚至可以说是藐视皇权。诸位难道都觉得林姑娘的态度是对的？如果林姑娘当真是无意识的说错话，那么她此时应该诚心诚意的跪下来，态度诚恳的跟殿下赔礼致歉，请求殿下原谅，这才是君臣尊卑该有的规矩，不容丝毫轻慢。若仗着人多劝和，就试图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会让人生出一种错觉，西岐律令国法都是摆设，规矩也可以用来讨价还价，这种想法显然是非常可怕的。来日到了皇上面前，你们是否也可以这般目无尊贵，讨价还价？温公子说的对，方才是臣考虑不周，请长公主殿下大人有大量，原谅臣方才的失言。臣回去之后一定闭门反省，告诫自己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臣方才言语有失，请长公主殿下恕罪。请长公主殿下恕罪。当真是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楚清皇都还没开始发落呢，一个个就怕死怕得惶惶不安。本宫一向仁慈，不喜欢对柔弱女子动粗，不过若是有需要，本宫也不介意在你这张如花似玉的脸蛋上添2道伤痕。长公主殿下，事情闹大了对你也不好，我给殿下赔个罪，并保证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训妹妹，还望公主殿下放过她这一次。事情闹大了对本宫不好，这话从何说起？作为家规不严的兄长，凌雪有错，也是我这个兄长的责任，我愿意接受长公主殿下的惩罚。是吗？既然如此，跪下来给本宫请罪，并自扇20个耳光。长公主殿下，凌雪不懂规矩，臣已经替她给长公主赔罪，还望长公主能看在端妃姑姑的面子上。这是本宫跟她之间的事情，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把旁人搬出来？如果本宫让你给父皇一个面子，就此跪下，你给是不给？臣不敢目无甚赏。本宫是御封的长公主，你们对本宫不敬，便是对皇上不敬。若不服，本宫可以带尔等去御前宫里。请长公主殿下息怒，一点小事何至于惊动皇上？哎呀，不然林姑娘就给长公主赔个罪吧。长公主身份尊贵，本来就是林姑娘冒犯在先。是啊，今日长公主殿下能赏脸来参加曲水流觞诗会，本就是
是我们的荣幸。可林姑娘一上来就说话带刺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冒犯长公主，这长公主能不生气吗？七妹，林公子是七妹的表兄，又是端妃娘娘的侄子。林将军手握兵权，在朝堂上威信很高。今日若林公子在此受辱，林将军和端妃娘娘知道后，只怕不会高兴啊。本宫最近又有些手痒，温战，你说本宫应该拉个人出来鞭打一番发泄发泄，还是直接带人去抄家比较合适？回禀公主殿下，听说国库最近还是不太充裕，我觉得抄家比较妥当。一来抄出了银子，可以让皇上高兴，说不定再给公主殿下加封更高一级的封号；二来殿下也能出一出今日所说的气脉，让一些没脑子的东西好好长长记性。长公主殿下，长公主美貌心潮，威武双全。凌雪和楚夷陵看着眼前场景，仿佛风中凌乱。就这样的胆量，也敢在长公主面前指点江山，吓不死他们。今日若换成旁人，被这么多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围攻，就算不气哭，那也绝对做不到如此完美的反击。果然，权力是个好东西，最终还是以凌家兄妹下跪认错作为终结。曲水流觞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先做首诗预热一下，各位觉得如何？这个主意不错，不如就以曲水流觞为题，今日六公主为尊，不如先从六公主开始吧。就凭这句话就该打，到底谁为尊？哎呀，瞧这记性，七公主刚刚册封了长公主封号，理该是长公主为尊。不知长公主殿下可有兴趣？七妹不擅长这个，别为难她。长公主殿下不擅长作诗。你叫什么名字？本宫在问你话，你叫什么名字？臣女温长。温长？他姓温。楚清皇转头看向温战，你家的？准确来说是温丽的亲妹妹。至于跟他不是一个娘生的，楚清皇了然。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的尚书之位是本宫在皇上面前举荐的？臣女，如果今日你惹了本宫不高兴，本宫随时可以去皇上面前弹劾温大人，叫你无方。到时候你父亲被撤了职，回去之后会不会把你也打得皮开肉绽？臣女知罪，长公主殿下息怒，我知道错了。温战，你觉得本宫应该如何处罚你这位妹妹？殿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她这一次？本宫饶过她，她能记住教训。回禀长公主殿下，臣女一定记得，下次再也不敢了，求殿下饶恕臣女这一次。殿下那是菩萨心肠，就不要跟小姑娘一般计较了。哈，菩萨心肠！在场诸多人表情微妙，温家庶子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功力也真是不浅。既然如此，本宫就饶过他一次，下次再犯，本宫定让温大人这尚书之位换个人来做。谢殿下。多谢长公主殿下开恩，臣女以后再也不敢了。有本宫和七妹在这里，你们可能玩得不会太愉快。这样吧，我跟七妹去山涧逛逛，诸位玩得开心点。你留在这里陪他们玩，若能拔得头筹，回去之后本宫有赏。多谢殿下。我有私密话想跟七妹单独说说。福仓，你留在这里等我。福仓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低头应了声是。前面有座凉亭，我们可以到那里坐着说话。你今天出门时身上是否抹了驱蚊的香？香，我每次出门都会系着香囊，尤其在山脚密林一带，这是习惯。七妹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味道？倒也没有不喜欢，凤公子也喜欢这样的香囊。山中多虫蛇，小心一点没坏处。是吗？今日只怕这香囊要失效了，你们小心一点。说完这句，他转身走出凉亭，数不清的蛇从四面八方突突而来。救命！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蛇啊！七妹等我！七妹救我！伸手想要把楚清皇给拽住，长公主殿下身子轻轻一避，就避开了他的触碰。众蛇吐着信子朝他蜂拥而来，哪怕楚清皇就站在他身侧，众蛇也像是睁眼瞎似的看不见，独独就对准了楚夷陵。是不是又失算了？今日一点小小的教训，希望你记忆深刻一点，玩得开心一点。救命啊！救命啊！殿下，山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搞幺蛾子？真有蛇？凤锦之和楚夷陵使出的拙劣伎俩吧，故意引本宫上山，在凉亭里看到凤锦之被人贬低羞辱，想让本宫对凤锦之旧情复燃。的确挺拙劣的。眼见着本宫没上当，那几人去山上引了蛇群过来，想要毒蛇来对付本宫。本宫让他们好好尝尝被蛇群追赶的滋味。引了蛇群，他们用了什么办法？不担心反噬？凤锦之都带着特殊气味的香囊，原以为可以避开蛇群的攻击。
惜，没想到最终自作自受。这个计策实在是歹毒。歹毒，没人能在算计本宫之后还能安然无恙。楚夷陵很快就会尝到作茧自缚的后果。眼见着到了山脚下，楚清皇弹指一挥，自己去玩。那些仿佛有灵性的蛇，就像收到特殊的指令一样，纷纷引入草丛，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他们面前。长公主殿下，在下楚灵川，见过长公主。楚灵川是会医术的楚灵川，是擅长做生意的楚灵川，是随本宫进府。是。跟在楚清皇身侧的福仓薄唇抿紧，从看见这个少年开始，他的表情就有些戒备。不知为何，这个少年的出现却让他浑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属下楚灵川，见过小公主。公主殿下千岁。小公主起来，你来得挺快。接到殿下的信报，就急急赶了过来，不敢耽搁殿下的要事。在哪儿接到的信报？北疆。北疆？你大老远的从北疆赶了过来？是，北疆那边有桩较大的生意，父亲命属下亲自去处理。属下已经在北疆待了1月有余了。辛苦了。不敢言苦，听从公主调派是属下分内之责。我的影卫身体有点问题，想让你过来给他看看。影卫？是，麻烦伸出手腕。福仓沉默着没动。福仓，让他给你把把脉。不发一语的伸出手腕，任由少年掐住他的命门。他叫福仓，我的影卫。福仓的身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脾胃有点不太好，慢慢调养一下即可。身体往日有些透支，最近休息的不错，已经无碍。福仓，你出去一下，其他方面当真没什么问题。属下没察觉到异常。他每到晚上独自睡着时，身子就冷得发抖，抱着本宫睡时就不。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中毒？抱着殿下睡？不是他放肆越剧，是我见他晚上冷得厉害，主动让他到床上睡，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局势的发展就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了。东陵那几位爷如果知道小公主被一个影卫占了便宜，这个影卫会怎么死啊？没有中毒。如果殿下所言是真的，不是他刻意伪装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是被人下了摄魂术。摄魂术？属下写信问问禹王，他也许会清楚这种情况。禹王擅长预知占卜之术，精通命格之象，想必能看出福仓身上的问题所在。此事倒也不急。你一个人过来的？不是，属下带了几个护卫，都安顿在了客栈。打算什么时候走？属下暂时就不走了，刚好留在西岐这边查一下账。殿下有什么需要，属下也能随叫随到。皇兄收到消息了没有？殿下不用担心，陛下和战王都得知了殿下的下落，只是东陵与西岐路途遥远，赶过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谁让他们过来的？2位主子都担心殿下，急着过来也是为了确认殿下安然。不过陛下暂时走不开，先过来的可能会是战王殿下。虽然他重生在原主身上时间不长，但重生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灵魂在游荡，所以东陵那边他其实已经出世了有一段时间了。况且他18岁大劫是皇兄早早就知道的情况，莫怪他们担心。你替我发一封书信过去，让二皇兄好好准备一下再过来，7月之前抵达西岐就行。7月？殿下可是有什么打算？本宫在西岐皇帝面前做了承诺，3个月之内东陵会有使臣过来，减免西岐今年的上贡，让二皇兄亲自过来通知此事，想来更有威慑力。殿下说的极是，战王统领3军，若亲自带人前来，西岐皇帝只怕会吓得睡不着觉了。父王和娘亲现在可好？都好，殿下不用担心，有禹王在，摄政王伯伯早已知道殿下无恙，所以并未造成太大的惊慌。你暂时先在公主府住下，对外就说我又收了个侍军，稍后我要进宫一趟，你先去见见后院那几个人，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今晚开始帮福仓调养一下身子。侍军？不是我的，以前这个公主是个爱男色的花痴。其实就算是公主喜欢的也没关系，女皇陛下在位时没能3宫6院，公主殿下可以弥补这个遗憾。放肆！属下嘴贱，殿下恕罪。沈崇锦你是否认识？沈崇锦？没听说过。你先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明天过来公主府暂住。是，如果我知道你待在殿下身边是别有用心，你会知道什么叫求死不能。说完这句话，没等福仓回应，他径自举步离开。福仓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眼底色泽翻涌。皇上，长公主殿下到了。来得挺快，快让亲皇进来。父皇，亲皇夷陵在郊外山上出了点事儿，听说此时正一语不停。方才凤贵妃说她跟你一起去了山上，朕想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皇帝越听脸色越沉，听到最后眉眼间已然拢了一层寒霜。居然有这样的事情，简直胆大包天！父皇不必生气，楚夷陵想伤到我并不容易，如今他受了惊吓，也算是自作自受，吃此一番教训，下次大概不敢再胡来了。陈海传朕旨意，凤贵妃教女无方即日起降为赵仪，说她母女2人搬出永福宫，前往清音殿居住，我得诏令，不许他们再踏出清音殿。太后那里请
请安也免了吧。奴才这就去办。父皇可以命人先把凤锦之和那几个勋贵子弟带到宫里来问我，顺便查一查他们身上的香囊是谁给的。等查出真相，再发落凤贵妃也不迟。凤贵妃教子无方，教女也不成样子。她现在已经配不上贵妃这个位分了。朕没直接把她打入冷宫，已经对她够网开一面了。你先回去休息，此事朕会给你个交代。儿臣告退。福仓，去暗阁交代一声，告诉他们今日发生在山上的真相是什么。是。楚天印被降为郡王爵位，凤贵妃被降为昭仪，母子二人从此跟楚卫再无任何关系。楚夷陵这个公主的地位也会随着凤贵妃位分的降低而变得毫无分量。他倒要看看楚夷陵温柔如白莲的形象还能维持多久，他那满腹阴毒的算计还能用在何处。长公主殿下，我来给殿下请安。福仓眸色一冷，周身气息骤然下降。殿下喜不喜欢我这身打扮？不错，挺漂亮。殿下，我是来争宠的。你想如何争宠？今晚奴家来侍寝。福仓垂在身侧的双手蓦地攥紧，冰冷目光落在少年纤弱的脖子上，心里计算着如何让他死得痛苦些。你来侍寝，当真？比珍珠还真。既然如此，先把衣服脱，本宫先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有无瑕疵，以及身上是否藏有杀人暗器。我是真心喜欢殿下，怎么可能在身上藏什么杀人暗器？殿下就如此不信任我？脱衣服。人家只脱给殿下一个人看。福仓沉默地看着他，抿唇不发一语，垂在身侧的双手越发攥得紧了些。殿下让扶桑出去，属下是主子贴身隐卫，片刻不得离开主子身边，否则便是失职。片刻不得离开，你都不用如厕的吗？福仓默然以对。殿下，你看今晚月色如此美好，我想跟殿下一起出去走。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扶桑，你放肆！当着长公主殿下的面，你居然如此没有规矩！你想挨鞭子是不是？你放开我！毫不留情地把他丢了出去。红羽伸手触地，身体轻盈一翻，完好地站在了殿阶下。殿下，扶桑太放肆了，殿下应该狠狠惩罚他。红羽，殿下，想不想去青楼玩玩？啊，殿下是想让我去当花魁？你这副姿容，若是去青楼接客，一夜豪赚千金应该没问题。人家是殿下的人，怎么可能去伺候别的人？奴家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此生此世绝不。一道凌厉掌风袭来，强劲的力道挤点他身上要穴，就被福仓毫不留情地丢了下去，身子从窗前滚落石阶下，然后红羽整个人就这么安静地躺在了地上，望着天上白云飘飘，好半晌没动静。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我都跟他说了让他不要冲动，他偏不听，这下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不信邪就得吃大亏。眼下府里最得宠的人是温战，温公子这个时候都没去殿下面前争宠，红羽却敢不自量力。争宠之路很难，难于上青天。睡不着，主子没有就寝之前，属下不可以先睡。还有别的吗？属下今日行为逾了分寸，请主子责罚。什么行为？所有本宫没有制止的行为都是被默许，不必事后请罪。是。请罪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就是想跟主子说说话，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且尊卑有别，他不能逾越了身份。今天出现的那个少年叫楚灵川，算是本宫的一个手下，能力很强，擅长医术和打理生意，你对他无需抱有敌意。是。也是本宫的贴身隐卫，本事同样很强，只是你们各自厉害的领域不同，无需做比较。是。本宫的贴身隐卫只有你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旁人。只要你不背叛本宫，本宫就不会不要你，可以一直待在本宫身边。是，属下不会背叛主子，绝不会。本宫也不怕你背叛，背叛本宫的人下场都不会太好。属下不敢。凤贵妃母子已经失势，你觉得三皇子一党的官员要不要做个大清扫？主子的事情，属下不敢擅议。本宫让你说。是。扶风和扶影这2日已经查清了丞相府的藏银之处，主子若要抄家，随时都可以。能抄出多少银子？60万两，比起洪家还要少一些。三皇子的银钱主要都堆放在了尚书府。洪家他们的财富，除了80万两白银之外，那些字碗古画、珠宝玉器，若是拿出去变卖，可以卖到50万两。这个本宫知道。原本三皇子打算把丞相府的地窖跟洪家地下密室打通，修一条长长的密道，用密道来转移这些银子，但是还没来得及修，洪家就被抄了。修密道？是。凤家60万两银子全都藏在地窖，表面上看不出贪奢了巨额赃银，若是密道能打通，凤家和洪家财富聚在一起，足够三皇子招兵买马。镇北王封地远离帝都皇城，这笔银两若是到了他手里，便可以替三皇子壮大兵力，为以后登基做准备。可惜洪家被抄，镇北王的女儿被杀，三皇子从亲王被降为郡王，再加上楚夷陵蹦跶的欢，连累他的母妃被降为昭仪，这一桩桩一件件，直接把高高在上坐拥权臣和财富帮手的楚天印推进了泥潭，并且从此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除了丞相府之外，三皇子
子府其他的余党其实已经无足轻重。不是无足轻重，而是主子抄家的行为已经给了所有人一个震慑。这些官员或多或少都不干净，经不起抄。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替三皇子出头。你对朝堂上的事情了解不少，这是属下的职责。职责？本宫以为你的职责应该只是贴身保护主子的安危。什么时候开始查这些的？这2天才开始查。怪不得一直没见到那几个福字辈的淫威。属下自作主张，请主子降罪责罚。如果你查这些官员的底细是为了便于在本宫询问时可以很好的作答，本宫似乎没有理由责罚你。行了，睡觉吧。是，殿下，荣王府世子求见。殿下有令，带楚玄义去书房候着。睡眠被打扰，不高兴了。楚玄义打扰主子好眠，着实该死。本宫不是还没睡着吗？谈不上打扰。况且楚玄义跟旁人不同，本宫花费一点时间在他身上也值得。这府里的防守你又重新布置了一遍。是，调了几个暗格高手入府，防守更周密了一些。本宫身边有你这个第一高手，还担心遇到刺杀，以防万一。臣楚玄义参见长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行这么大的礼，是预知到了荣王府即将大祸临头。臣深夜冒昧打扰，是为了替舍弟赔罪，想求长公主一个恩典。恩典？玄玉伤重在身，此时没办法起身，待他伤势好转，臣一定把他带来，任由长公主殿下责罚，还望长公主殿下宽限几日。皇上不是已经罚过了他，一罪不二罚，本宫没兴趣再责罚他。长兄如父，玄玉之所以铸下大错，除了被母亲惯坏，臣这个兄长当的也并不称职，愿受殿下重责。本宫又不是你的父亲，有什么资格重责于你？请罪倒是请得很有诚意，就这么担心本宫报复荣王府？楚玄义，或许本宫应该叫你一声堂兄。臣不敢。不管你敢不敢，你的年纪比本宫大，这个关系改变不了。不过既然你如此有诚意，本宫也不介意告诉你，本宫原是计划明日一早就带人去查抄荣王府和康郡王府，好好惩罚一下他们胆敢谋害本宫的行为。荣王府并未有过贪污，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虽然荣王这些年做事儿极为小心谨慎，可你该知道，宗室勋贵，开销极大，仅凭着荣王那点俸禄和家赏，根本不足以支撑王府的支出。你若非要坚持，本宫可以让你死得瞑目。那么长公主殿下应该也清楚，非法所得只要不超过一定数额，皇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王并未贪过不该得的银子，若按照长公主殿下的标准，满朝文武只怕一个都不会剩下。既然如此，你跪在这里干什么？等着本宫抄没荣王府之后自证清白多好，还能落一个廉洁的好名声。臣知错。行，你回去吧，本宫不会动荣王府。荣王这些年忠心耿耿，没有生出过异心，本宫心里清楚。谋害长公主是死罪，你也知道是死罪。若本宫与你较真，整个荣王府都得给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陪葬。求殿下，本宫是不是必须亲口告诉你，已经饶恕了楚玄玉和那几个勋贵子弟才行？臣不敢。楚玄义，本宫是个心眼比针尖还小的人，没有人在算计本宫之后还能安然无恙。所以他到底是打算对付荣王府，还是愿意放过荣王府？好一会儿都琢磨不透楚清皇的意思。殿下如何才能绕过玄玉？很简单，即日开始，你效忠于本宫，以后所言所行为本宫之命是从，本宫自会放过荣王府。眼前这个少女才15岁，然而就这么一个少女，却让整个朝堂官员都忌惮害怕。荣王府只忠于皇上，本宫知道荣王府忠于皇上，所以本宫没让荣王表态，本宫要的是你的忠诚。经过三思之后的抉择，通常都是理智而坚定的，尤其是一个本就聪明沉稳的人，在评估完各种风险之后做下的决定，便不会再轻易更改。臣可否知道殿下以后是否会让臣做一些违背圣意的事情？楚玄义，你只需要考虑是否同意本宫的条件，其他的问题不是你该问的。效忠于本宫就等同于你将交付你所有的忠诚，哪怕本宫让你弑君杀父，你也得照做，没得选择。当然本宫不会让你弑君，也不会让你杀父，所以你可以放心，真心忠诚于本宫的人，本宫不但可以保他性命无忧，还可以保他的家族安然无恙。你可以当做这是本宫给你的承诺，免了你的后顾之忧。臣愿意效忠于长公主殿下，心甘情愿受殿下驱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本宫不需要你肝脑涂地，只需要随叫随到就好。是。还有你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为了避免再给荣王府招来祸患，你这个兄长该尽一尽管教之责。是。刚才你说什么？长兄如父。既然你这个长兄失职，就在这里替他跪上一夜。本宫是个奖罚分明的人，有错必罚，有功必赏，望你记住。臣谨记。陆俊，出去告诉那几位王爷，就说荣王府世子正在本宫府里长跪不起，替他弟弟求情，让他们先回去，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是，属下这就去。
康郡王、清郡王和平世子家的几个，本宫今日决定一并放过，以后不再追究，人情都算在你的头上。他们3家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必要的时候，记得让他们还上。多谢殿下宽宏大量。宽宏大量，不必违心奉承。本宫心胸狭隘，跟宽宏大量不沾边。楚清皇脑子里想的东西跟旁人不一样，他与人沟通的方式也直白的让人不知该如何回应，仿佛世人所习惯的含蓄、迂回、客套，在他身上完全不起一点作用。殿下，这是林家刚送过来的帖子，请殿下过目。放下。是，婢子告退。镇北王接到女儿被杀的消息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亲自进京。是，这对本宫来说是一个机会，得到林家兵权的一个机会。主子让我去杀了他。杀谁？镇北王。镇北王如果被杀，他封地上的将士就会生出不满，10万兵马对于朝廷来说是个威胁。这样代价太大，本宫想玩玩而已，没打算让西岐陷入内乱。是。福仓，本宫行事虽然霸道，但是也有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无辜百姓的生死。游戏的精髓在于享受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能达到固然好，达不到对本宫来说也没什么影响，但是生灵涂炭却是本宫不想看到的。是，属下谨记。凤贵妃一党被按进了泥潭，林家这个时候派人送来帖子，一定是有所图。本宫想要他的兵权，就得跟他有所接触，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殿下很厉害，说出来的话句句都是高深莫测，运筹帷幄，而且很霸气，比皇帝还霸气。林家递来一份请帖，邀请本宫3日后过府赏花，你们跟本宫一起去。啊！殿下真打算雨露均沾了？红宇，闭嘴！殿下有何吩咐？随本宫一起去就行，让林家的人好好见识一下本宫后院弑君们的风采。对于其他的，到时候见招拆招，你们随意发挥，不必顾忌本宫，当然更不必顾忌宫里的端妃。众位公子明白了，看来凌家是打算走凤锦之的路，想让长公主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并且还是一个听话的一家人。可惜呀，不说别的，单就凌家大房嫡子和二房嫡子，容貌虽然都说还看得过去，可是比起长公主府后院这5位公子，那就差得老远了。我们出去给殿下镇场子，殿下以后能不能对我们一视同仁，多分一些宠爱给我们？哼，我觉得作为一个弑君，这种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属大逆不道，得寸进尺。按照规矩是应该被拖出去打板子的。楚公子说的对，红宇最近有些飘，总想试探殿下的耐性，也该替他松松筋骨。没错，楚公子和齐公子说的都对。我什么时候被人孤立了，自己却不知道，这群叛徒。但真想学，是本宫做师傅会比较严厉，学不好的话可能会挨打。不过放心，本宫不会对你动鞭子。稍后你去外面寻一根藤条过来，当做你的家法。藤条力度不大，打人不疼。疼不疼你说了算，属下不敢。你执黑先行。殿下，端妃娘娘请您进宫一趟。这么晚了，进宫干什么？甘泉宫来的赵嬷嬷说，端妃娘娘很久没跟殿下一起用晚膳了，想让殿下进宫，母女之间说说话。这会儿就开始走母女温情的路线了？让赵嬷嬷先候着，本宫下完这盘就去。殿下，这样好吗？母亲有请，女儿摆着架子，好像有些说不过去。无妨，你不必忌惮她，她要是敢发脾气，你可以抽她。啊，她可不敢。红宇在后院，在的，让她去招待赵嬷嬷。这端妃娘娘有意让公主嫁给凌家的侄子，长公主殿下却让她的侍君去招待赵嬷嬷。殿下确定不是故意给端妃添堵的？福仓，知道本宫为什么让红宇去招待赵嬷嬷吗？属下不知。下棋要用心，心无旁骛，平心静气。如果心太浮躁，情绪上大喜大怒，结果只会是惨败。是。做其他的事也一样，能用武力解决的，可以用武力来解决；暂时不方便用武力解决的，就得用脑子去想。端妃20多年盛宠不衰，虽然不是正宫皇后，她背后的势力却并不比皇后逊色。对付凌家暂时就不能用武力。是。然而就算不用武力，本宫也不是忍气吞声的性子。端妃让本宫不快，本宫也不介意给她添堵。1次2次她可以忍，3次4次她可以逼着自己忍。等次数一多，她的情绪已不由得她自己控制。属下明白。你明白什么了？端妃正得盛宠，主子暂时不方便跟她硬碰硬，所以就让她自己情绪失控，先沉不住气。跟自己的母亲作对，就算最后赢了，也会落人口舌，甚至引发一些不好的后果。没有人会在乎母女之中究竟谁对谁错，也没人会在乎端妃如何对待自己的女儿。只要母女2人敌对，世人口诛笔伐的一定是不孝女。女儿不能直接跟母亲对上，但皇帝想要处置自己的妃子，却没有人敢提出不满，这就是人家常说的谋略。福仓在心里得出结论，他家殿下
是个聪慧有谋略的女子，文武双全，心有丘壑，比天下很多男子厉害的多了。小影卫对她似乎挺崇拜的。亲自动手虽然很有成就感，但借刀杀人也是人们常用的一个计策，不管是在后宫还是在战场，这一招永远是可行之计。主子果然深谙权谋之术。楚清皇嘴角忍不住一抽，他发现读心术是个挺有趣的异能，小影卫丰富的心理想法能让他心情变得很不错。谁去长公主那边再催一下，看看长公主什么时候可以忙完，莫让皇上和端妃娘娘等久了。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他一定会被这个小贱蹄子气到吐血。嬷嬷是不是在心里骂我？我原本身份卑贱，嬷嬷如果想骂我的话，可以直接骂出来的，我保证不会骂回去。在心里骂人会把自己憋坏的。不过容我猜一下，嬷嬷骂我什么？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身份来说，旁人如何看我不重要，被人骂也不重要，只要殿下愿意宠我，让我吃穿不愁，让我可以穿到美美的衣裳，骂几句又何妨？比起嬷嬷在宫里当牛做马，至少我过得比神仙还快活。公主殿下不打我，也不骂我，天天宠着我。你才当牛做马，端妃娘娘对我很好，我从来没有当牛做马的感觉。不管你有没有，反正是个奴婢嘛。端妃把吃不完的菜赏给你，你都得感恩戴德。我就不同了，殿下宠我已经宠到了可以让我跟他一起用膳的程度，就是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边吃还可以边聊天，殿下看着我就心情好。长公主来了，参见长公主殿下。老奴参见殿下，殿下千岁。大老远就听到你们争执，还有没有一点规矩？殿下，人家还没说完就被一只手拎着丢了出去。殿下，福仓太放肆了。若非看在他方才对付赵嬷嬷有功的份上，就不是丢出去这么简单了。禀长公主殿下，端妃娘娘在甘泉宫准备了丰盛的膳食，让殿下进宫一同用膳。端妃娘娘大概是以为殿下穷得吃不起饭了，天天在饿肚子。既然知道殿下穷，怎么不让人送点银子过来呀？这顿饭吃完还有明天呢，又不能天天进宫蹭吃蹭喝。端妃说让公主去用膳，就真的只是去用膳了？不知道是什么由头，难不成直接说一句我有机密的事找你谈？蠢货！宫里的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殿下可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没什么需要吩咐的，走吧。是。福仓，上车。这个人是长公主殿下的侍卫吧？殿下什么意思啊？让一个侍卫跟他同车？殿下，男女有别，况且侍卫身份低微，怎能跟殿下同乘一车？本宫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这般没有顾忌？他回宫之后一定要跟端妃娘娘好好说说。如今国库还不太充裕，就算抄了洪家，得了70-80万两银子，对于军饷来说也是9牛1毛，缺口很大。所以后宫是不是应该杜绝奢靡浪费？父皇，这么晚了还召我来吃饭，赵嬷嬷再去的晚一点，我就睡着了。赵嬷嬷心里有一箩筐的怨气想控诉，可在皇上面前只能先忍。去的晚，长公主好意思让她在前厅等了足足半个时辰，此时却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说她去的晚。最近很早睡，白天把该做完的事做完，晚上无事可做，自然应该早早睡。儿臣是练武之人，晚上早点睡，早上还得早起练功，不能荒废了武艺。这样的作息很好。今晚把你叫进宫，除了一起用个晚膳之外，还有件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前些日子你在郊外遇到刺杀的事儿，朕已经对相关参与之人做了处置。现在朕想问问，对于贵妃母女的处置，你是否满意？我没什么不满意的，父皇做主就好。亲皇，你父皇说你受了委屈，连凤家嫡子都没有逃过重责，被狠狠打了50大板，这会儿啊只怕还昏迷不醒呢。还有那几位宗室勋贵子弟接受了责罚。我的意思是，既然几位王爷都主动去示弱赔罪了，那你就大人有大量，别再跟他们一般计较。几位王爷都能放下身段去赔罪，凤相到现在可有动静？他是不是觉得他的架子比公主和几位王爷还要大？凤相毕竟是一国之相。端妃娘娘这句话可谓是火上浇油，一直在提醒着皇上，几位王爷都去赔罪了，丞相大人却一点表示都没有。这是怨恨陛下的责罚，还是根本不把长公主放在眼里？当然了，也是在提醒楚清皇，天气渐渐热了，丞相府却该凉了。然而楚清皇会如他的意吗？丞相大人爱子心切，大概是还没有想到赔罪这回事儿吧。况且凤锦之跟其他几人不同，那几个勋贵子弟此前没有受伤，50大板要不了他们的命，但凤锦之是伤上加伤，情况可能比较危险。丞相大人留在府中照顾儿子也是天经地义。凤相赔不赔罪都影响不了将亡的结局。你是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伤上加伤也是他自作自受。凤相若还是不知道如何教育自己儿子，下次是会闯出更大祸事来。有他在，三皇子楚天印和凤家翻盘的可能性几乎断绝，以不足为惧。但如果现在就把凤氏一党掐死，朝上大臣们就会瞬间调转风向，被迫选择皇后
或者端妃。端妃的胜算甚至会更大一些，因为楚清皇是端妃的女儿，而皇帝对楚清皇的宠爱又有目共睹，朝臣们抱紧端妃的大腿，才不担心楚清皇对付他们。可这样一来，他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端妃做了嫁衣裳？他有那么傻？他的人手还没安插进朝堂中枢，暂时还得留凤家一口气吊着。至于皇后，西夏二皇子楚天阔乃是嫡子，胜算最大。他现在什么都不做，只冷眼看着凌家和凤家两虎争斗，就够他偷笑了。他坐收渔翁之利多好啊！楚清皇觉得后宫嫔妃之中，暂时能算得上有点脑子且耐得住性子的，也只有皇后了。怪不得端妃盛宠这么多年都没能取代了皇后的位置，人家做事周密，不轻易犯错，不让人抓着把柄，就算是皇帝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皇后给废了。亲皇，听说你府里又进了个弑君，不知那个少年是什么人？一个漂亮的少年，跟我府里其他4人倒也能相提并论，容貌不错，性情也挺好的。我问的是他的身份。身份？他不是世家嫡子，也不是庶子，身份来历比较简单，挺干净的。说来说去，我还是没说出他的身份。你要是真喜欢，就留在府里吧，只要别朝世家嫡子下手就行了。尤其是人家只有一个宝贝儿子的，得让人家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父皇放心，那日去郊外我已经看过了，世家嫡子没几个长得好看的，入不得我的眼。眼光还挺高。我吃饱了，父皇可还有别的事情？没事我就先回去了。早点回去吧，宫门落锁的时间快到了。儿臣告退。长公主殿下，太后娘娘有请。本宫要回府休息。太后娘娘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长公主殿下说，殿下听了一定不会后悔。什么事？奴才不知，具体事情只有太后娘娘知晓，还请长公主殿下恕罪。本宫时间有限，没空耽搁。殿下放心，就几句话的功夫。哀家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但是有条件。什么秘密？关于你的皇兄，应该说跟他的身世有关。身世？他不是皇上的亲生儿子。端妃出过墙，如果真是如此，这可是个致命的谜。太后若早知道这件事，怎么可能容忍端妃？圣宠至今，不应该早就把她灭了。不是，她也不是端妃所生。好吧，不是出墙，虽说有些意外，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一点都不惊讶，能不能给哀家一点回应？不是不惊讶，只是无所谓。如果哀家把这个秘密告诉皇上，你的母妃很快就会被处死，凌家会被诛灭9族，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全部失去，甚至连性命都难保。你凭什么无所谓？庆皇，你又在想什么？哀家在跟你说话，你能不能对哀家尊敬一点？太后方才说楚天征不是端妃所生，这个秘密她自己应该不知道吧？即使你现在已被册封为长公主，也不能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在眼里。端妃是你叫的，直呼自己兄长的名字，这是哪儿来的规矩？宫门快落锁了，如果太后还要以这种兴师问罪的口吻跟我说话，请恕我无法奉陪。太后知道的所有秘密都可以自己留着，什么时候有用了就拿出来用用，我不在乎。如果皇上知道天征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绝不可能再对他有一丝宠爱，凌家也会失去帝心，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小七，不管你如何逞强，在帝王之家，皇子和公主只能依托着母妃家族的势力而生存，他们荣宠显赫，你就尊贵；他们若是失势，你将变得一文不值，你就没什么想说的。楚天征既然不是端妃的儿子，那他又怎么会成为五皇子？难道是端妃生不出儿子，又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才做了一些皇上不知道的事情？端妃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她和凤贵妃。他们握着这个筹码，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把端妃打入地狱。等皇上知道了楚天征不是他的亲生子，一定会怀疑端妃的名节，到时候一个祸乱宫闱的罪名扣下来，等待端妃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当年事情的细情，你暂时不必知道，你只需知道哀家告诉你的皆是事实。多谢太后告诉我这个秘密。太后想要做什么？等凤贵妃这件事的风波过去之后，你到皇上面前提一提，就说当日在郊外夷陵的行为只是一场误会，
你们姐妹之间感情很好，夷陵没理由害，让皇上恢复凤贵妃的位分。有件事我有点搞不明白，还望太后能给我解惑。当年父皇登基时尚且年幼，林氏一族把持朝政，当年的太后应该没本事凭一己之力帮自己的儿子坐稳帝位，夺得亲政大权。皇上之所以能除掉林氏，靠的是端妃一族，林家辅佐。按理说太后应该格外感谢林家才是，为什么反而亲近凤贵妃，对林家抱有如此大的敌意？这不是你该过问的事情。仿佛被触及到了什么不能提的死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哀家如何抉择不是你应该过问，你只要答应哀家的条件即可。既然如此，我就不耽搁太后休息了。说罢转身往外走去，太后在身后气得浑身发抖。福仓，西岐这座皇宫里似乎埋藏着许多秘密，本宫有预感这些秘密很快就会被一一揭开，到时候必然会发生一场让人不安的大动荡。主子答应了太后的条件。为什么要答应他？如果太后真的对付端妃，他想对付谁就对付谁，跟本宫无关，本宫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威胁。见过林将军，见过林夫人，我叫红羽，是长公主殿下的侍君，请林将军和林夫人多多指教。在下麒麟，长公主殿下的侍君，见过林将军和林夫人，请两位多多指教。在下楚灵川，长公主殿下的侍君，见过林将军和林夫人。林安城呼吸急促，脸色气到涨红，沈重锦温战，正要行礼。荒唐，简直荒唐至极！长公主殿下到底是想干什么？林将军对本宫的行为作风有何不满？不是林夫人发帖邀请长公主殿下过来赏花吃茶的吗？难道是我们不请自来，所以林将军和林夫人才如此愤怒？林将军好像不太欢迎殿下。应该不止林将军不欢迎吧？我感觉好像林家所有人都不太欢迎殿下。殿下，要不我们回去吧？林将军看我们的眼神很不友善，今天一定不会准备我们的午饭。我想回去跟殿下一起用午饭。红羽终于说了句实诚的话，人家没有不欢迎殿下，是我们几个不受欢迎。林安城的脸色由青到白，由白涨红，大有把眼前这几个嘴碎之人劈成肉泥的冲动。臣见过长公主殿下，请殿下入内。参见长公主殿下，殿下千岁，殿下千岁。这就是姑母让你娶的女子，简直不堪入目。姑母不是想让我娶，而是让她为我们所用。她脾气太过桀骜难驯，只有让她成为林家的媳妇儿，才能让她心系在林家。之前我也不太高兴娶她，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改变主意？你想做什么？哼，大哥不觉得这样的女子征服起来才更有挑战性吗？我要让她成为我的俘虏，让她从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变成卑贱的女奴，让她……风声急促而过，正在说话的灵静声音蓦地卡住，视线里闪电般划过一道红色疾影，随即胸口一阵剧痛袭来，灵静整个人然后摔落而下，蓦地喷出了一口血。灵静，静儿，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刺客？方才谁动的手？是谁？应该不会有刺客吧？我不会武功。你会不会武功又有什么关系？小虾小鱼，刺客也不会刺杀你。光天化日之下，也不知谁家刺客如此大胆。殿下别怕，我来保护你。就你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真遇上了刺客，你不拖累殿下就阿弥陀佛了，还敢指望你来保护殿下？长公主殿下，这是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殿下为何纵容身边的人出手伤人？林将军看到谁出手伤人了？如果我判断的没错，应该就是殿下身边这个黑衣高手吧？他是谁？为什么突然出手打伤灵静？请长公主殿下给我一个交代。判断？林将军的意思是你只是猜测而已。本宫倒想问，林将军凭什么只靠猜测就断定是本宫身边人所为？长公主殿下，将军是殿下的舅舅，虽有君臣之别，可殿下就连一声舅舅都不愿意喊。殿下是端妃娘娘的女儿，我们是端妃娘娘的娘家，打着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然而自从本宫走下马车开始，林将军和林夫人以及你们的遗种儿女却似乎并未给本宫好脸色。请柬是你们主动送到本宫手上，不是本宫上赶着来林家吃这顿饭。一个个拉着个脸，行礼行到心不甘情不愿，看到本宫就像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的眼神。你觉得本宫是傻子还是蠢货？殿下，我们万万不敢。本宫行事荒诞怎么了？这满京城谁不知道本宫是什么德行？连父皇都默许本宫的行为，你们难道比皇上还尊贵了去？请长公主殿下慎言。慎言？林将军似乎更应该教教家里人慎言慎行。知道他刚才说了什么吗？他说本宫这样的女子征服起来才有挑战性，本宫就该成为她的俘虏，从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变成卑贱的女奴，这就是你林家的家风。本宫今日算是见识到。长公主殿下，请勿血口喷人，
灵静她断然不敢。灵言，你来告诉你父亲，本宫有没有血口喷人？灵静真说了这样的话。林将军常年掌兵马大权，习惯了发号施令，须得维持将军威严，所以本宫不会为难你。就方才这番话，本宫会一字不漏的禀报到皇上面前，请皇上做主。今儿这饭也别吃了，本宫没胃口。既然林家跟本宫八字相克，本宫就不多逗留了，告辞。长公主殿下，臣教子无方，教之无方，请长公主殿下宽宏大量。世人皆知本宫小肚鸡肠，林家今日的态度，本宫看得清清楚楚。长公主殿下恕罪，臣知错，愿受殿下任何处置。凌家其他人急就跟着跪了下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瞬间慌了神。灵静此时正昏迷着，今日一旦让楚清皇走出这个门，后果凌家绝对承担不起。灵静那句大逆不道的话，若传到皇上耳朵里，就是目中无君，欺君犯上，简直藐视皇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殿下，灵静所言刚才我们都没有听到，兴许是殿下听错了。你的意思是本宫耳背，还是说本宫故意冤枉他？臣妇不是这个意思，请殿下明鉴。灵静昏迷未醒，暂时还没办法亲自跟殿下赔罪，将军和臣妇教之无方，愿代为受过，还请殿下息怒。凌家一直以来家风严谨，对灵眼和灵静的要求格外严格，从未溺爱过，也绝不纵容他口出恶言，目无君上。此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灵静有错在先，无论殿下如何处置，凌家都无话可说，只求殿下息怒。请殿下息怒，臣愿意为自己教导不严之罪，承受50军棍的惩罚，求殿下成全。殿下，凌将军手握兵马大权，需要维持大将军威严，不可过分折辱。况且一人做事一人当，凌公子自己闯下的口祸，就该让他自己承担。我不同意，话虽是凌静说的，可这话也同时代表了凌家的态度。凌家仗着兵权在握，根本不把长公主殿下放在眼里。若凌将军对长公主殿下足够尊重，膝下子侄，有谁敢出言冒犯？麒麟说的对，那日在郊外曲水流觞诗会上，凌家嫡女凌雪就对长公主殿下出言不逊，若非殿下宽容，就算当场把她处置了也不为过。跪在后面的凌雪被点到名字，差点没晕过去。我坚持一人做事一人当，刚才凌公子说的那句话，凌家大公子离得最近，所以听得清清楚楚。长公主殿下并没有冤枉他，既然他那么想让长公主殿下给他为奴，依我看来就让凌静殿下为奴。哦，不对，给殿下为奴都算是便宜了的，他哪配伺候殿下？依我看就给我们几个侍军为奴好了。还是楚凌川够狠呢，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替他父亲行走各国商界的人。凌家二房嫡子给长公主府的5位侍军为奴，这件事会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屈辱。此事想要完美的解决，只有2个选择。第一，长公主殿下即刻进宫，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一字不漏的禀报给皇上，由皇上决断。第二，凌静入长公主府为奴，从此听我跟齐公子他们使唤，为奴的期限由我们来定，凌家不得干涉，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去长公主府要人。大哥，静儿他是凌家嫡子，我跟老爷就这一个儿子。既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就没教好呢？不过没关系，夫人教不好儿子，我们可以替你教，不收钱，还供他吃供他住，夫人大可放心。殿下才是一府之主，不应该由这几个侍军越俎代庖。本宫的确没打算让旁人做主，不过恰好凌川所言正是本宫所想，凌将军可以2选1。既然如此，臣答应楚公子提出的条件，但凌静有伤在身，还请长公主殿下宽限几日，让她在家里养好伤势。这倒不必，方才在下已经说了，我恰好就是个大夫，而且自认为医术比寻常的大夫要精湛一些，有把握在10日之内让凌静伤势痊愈。你们别太过分，凌静是我的儿子，我绝不答应让你们带走。闭嘴！长公主殿下面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长公主殿下，求殿下放过凌静，她是冤枉的，就算借她10个胆子，她也万万不敢冒犯殿下。可她确实冒犯了本宫，而且不止1次。凌家的这顿饭，本宫看来是吃不成了。半个时辰之内，本宫要看到凌静出现在长公主府，否则本宫就会进宫跟父皇好好说一说此事。看来夫人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不太了解，凌静的胆子其实比夫人想象的大，想征服长公主殿下，她可真敢想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虽然我是人美心善的小公子，但是敢对我家殿下大不敬的人，我还是会非常讨厌的。夫人节哀顺变。方才还让红雨多读书，我眼瞅着温公子应该回去好好温习功课了。只有对死了人的家里才能说节哀顺变。那真是抱歉。他只是觉得凌静接下来的日子会比死还难过，所以也就相当于是已经死了。不过既然这么说不太妥当，
他说一声抱歉也是应该的。叶文若书生都知道隔墙有耳，林公子身为三品左将军，却不懂得说话要避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非议侮辱长公主殿下，莫不是以为所有人都是聋子？他并没有把所有人都当成聋子，只是跟灵静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以为只有他们2个人能听见。没想到在下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记着这次教训吧，下次别再犯这么愚蠢低级的错误了。告辞。方才那一瞬间，出手打伤了林静的人是红宇，他出手速度很快，连林安城都没有察觉到。速度的确很快，快到让他忍不住想去思考红宇的师傅是谁了。本宫身边竟藏些深不可测的高手，个个都在扮猪吃老虎。他们胆敢欺骗主子，应该重罚。哼，重罚？怎么罚？罚他们1个月见不到主子的面。1个月？这叫重罚？若主子觉得不妥，半个月也行。他们以后有了事情可做，见不见本宫倒是不打紧。走了一个凤锦之，来了一个灵静，本宫的后院想消停都消停不了。今日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灵静冒犯主子，若是让皇上知道林家大祸临头，主子为什么不趁机跟他们多提些条件？条件？除了兵权，本宫没有什么想从林家图谋的东西。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本宫都看不上眼。但是兵权不能作为条件来提，兵权在为君者眼中是最为敏感的东西。本宫若现在要了他们的兵权，明天皇上就该不安了。他自己去要和皇上主动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主子英明，别学他们拍马屁，起来坐着吧。毯子很软，属下坐在这里不难受。本宫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一步步自乱阵脚。你若懂，便是天生聪明。若不懂，也可以学着点，以后说不定用得着。谢主子提点。心思越单纯的人才越好控制，尤其是一个武功强悍到随时杀人于无形的影卫。若他拥有过人的谋略，拥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对于当权者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一件事，所以不会有人允许这样的人存在。楚清皇现在有意无意教他这些，早已越了一个主子跟影卫该有的分寸和距离。红宇和楚灵川随本宫去书房议事，其他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殿下是要宠我了吗？这不是明知故问，殿下单独把你叫去书房，肯定有你的好处。哪是单独，不是还有楚公子吗？况且殿下身边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福仓，任何时候都轮不到其他人跟殿下单独相处。早死早超生。长公主殿下只是有些话想跟你谈谈，绝不是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殿下，我肚子疼。西陵、文战，你们2人负责把他押到书房。若耽误了本宫的时间，本宫罚你们3天不许吃饭。别逼我们动手，自己走吧。放开我！放开我！我不去，我不想去。2人齐心协力一扔，把人扔进了书房。祝他好运。殿下，你的身手不错，说吧，师承何人？回禀殿下，我的武功是师尊所授。你师尊是谁？师尊曾有严令，说不教徒弟资质愚钝，不堪造就，以后千万不许说出他的名讳，免得辱没了他的名声。你师尊是谁？师尊有令，不可报出他的名讳。本宫再问一遍，你师尊是谁？殿下，需要严刑逼供。人家身子娇弱，经不住大刑折磨，殿下就可怜可怜我吗？福仓，你们暗阁对待不配合的犯人，一般会采取什么手段？鞭刑，钢鞭，一鞭下去可碎人骨，3鞭足以丢掉性命。若只是为了刑讯逼供，则会用荆棘鞭，在盐水里泡过，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盐水深入破碎皮肉，如按以撕咬，痛苦难当。寻常人最多10鞭就会投降，1五1十的全招了出来。说还是不招呢？那就用荆棘鞭抽得浑身血肉模糊，在伤口上抹上一些酱料，架在火上烤。等等，架在火上烤？是。活着烤？是。你想试试吗？人家如花似玉的脸蛋，洁白无瑕的身躯，殿下怎么舍得用这么残酷的大刑啊？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捉一些毒蛇、毒蝎、蜈蚣，后园里挖一处坑，把这些毒物拔了牙齿丢进去，刑罚上叫做菜盆，把人扑光了丢进菜盆里，那些毒蛇毒虫就会从人的耳朵、鼻子、嘴巴钻进身体，折磨的人生不如死。扶桑，你就是个魔鬼！被他说的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人家招还不行吗？说吧，奴家好好说话。人家不是故意隐瞒殿下，原本就是想保持一点神秘感而已。可既然殿下执意问我，那人家也愿意做个诚实的孩子。人家来自禹王的封地，家父乃是东陵帝国神通广大、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精通占卜、预测未来的禹战书的儿子。是的，是的。本宫以前为何没见过你？人家以前年纪还小呢，比较羞于见人，大半时间都待在家里修习术法之类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会被西岐公主买过来当侍君？人家方才不是说了，父王是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精通占卜、预测未来。打住，本宫明白了，你归安吧。殿下明白什么了？
麒麟的身份你可知道？他不就是镇北王的庶子吗？还有没有别的身份？不知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跟我一样，都对殿下忠心耿耿，爱慕有加，情根深重。红羽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在楚清皇逐渐寒凉的目光下。殿下这么无情吗？人家刚才受了好大惊吓，扶桑还要把我烤了呢，殿下应该哄哄人家。扶桑，把他丢出去。别过来，我自己出去。凌川，林家购买军需装备的账目有问题。虚报价格做假账，25两银子的中等战马报的是30两价格，32两的优质战马他报40两的价格，每1万匹战马他就能从中吃掉近8万两白银。其他军需装备也是如此。林家掌兵权这么多年，每年从朝廷拨下来养兵的银钱中可以摊掉30万两有余，多年总贪污所得达100万两。所有账目属下记录的清清楚楚，殿下什么时候要，属下就什么时候呈给殿下。除此之外，林家权大势大，这些年各州地方官暗中送礼数额同样也不小。西岐境内皖南、皖北、余家和封家为了攀上这位靠山，每年以端妃生辰的名义上去的银两就多达10余万两。林家家底之厚实，寻常人难以想象。主子，五皇子此前还收了一些富家学子的孝敬，承诺今年秋闱让他们榜上有名，收取的白银足有3万余两，另外还要近1000两黄金。林家可是一只肥羊，本宫若是超了林家，你们说皇帝是震怒多一些，还是高兴多一些？应该是高兴吧。西岐太穷了，皇帝也是难做。西岐的确太穷，穷的皇帝想做的很多事情都做不成。林家胆敢在养兵的钱上动手脚，注定他们死期将至。属下有调动100万两白银的权利，殿下若有需要。不用，本宫要是能把西岐所有贪官的家都抄了，国库起码可以多出1000万两白银。你想说什么？1000万两对于西岐国库来说可能不算少，但是若要真正让西岐富庶起来，兵马强壮，这点银子只是杯水车薪。本宫没打算让西岐变得跟东陵一样强大。殿下不用顾忌皇上和战王，不管殿下想做什么，两位主子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本宫知道，不过暂时还不需要。是。扶桑沉默地站在一旁，对两人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只是目光总有意无意地朝楚清皇的手看去。怎么了？本宫的手有何不妥？没，主子的手长得很好看。很好看？有什么特别的吗？怎么了？属下方才得知，林家2位夫人下午进了宫，去见了端妃娘娘。见就见吧，意料之中的事情。灵庆怎么样了？已经入了西院。下午林家侍卫把她送过来时，后院那5个人一起去把人接了过来。一起？你怎么看？属下没什么看法。灵庆冒犯主子，理该受到一些教训。时辰不早了，睡觉。拿过自己专属的毯子，躺到床上，双手露在毯子外，交叠在腹部。楚清皇闭上眼，没多久，扶桑悄然睁开眼，看着睡着的楚清皇，目光微转，落在他的手上，拿着楚清皇的手放在自己头顶，看起来就像是楚清皇在主动摸他的头，带着一点亲昵的意味。做完这一切，扶桑心满意足地调整了个姿势，双手环着楚清皇的腰，闭眼睡觉。扶桑武功修为这么高的人，怎么就会认为他被人如此动作之后还能睡得死沉死沉的？谁给扶桑这么大的自信啊？盯着扶桑靠在自己肩侧的脑袋，暗道这家伙最近是不是有些胆大了？得寸进尺，恃宠而骄，是该继续纵容扶桑越来越放肆的行为，还是提醒扶桑该注意分寸了？秦皇，有件事朕想问问你，跟林家有关。朕听说了一些，却还不完全了解内情。如果你受了委屈，可以跟朕直说，朕绝不轻饶了林家。此事儿臣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可是端妃既然告到他这里来了，不管作为皇帝还是作为父亲，他似乎都不该装聋作哑。秦皇，听说你昨日去林家做客，还带了4个男宠？5个。好吧，好像的确是5个。你怎么会想起来带他们去？林家请儿臣过去，存的是什么心思，彼此都心知肚明。儿臣就是想让他们看看，本宫后院随便一个公子拉出来都能艳冠群芳，林家嫡子的容貌入不得本宫的眼。皇帝陛下顿时语塞。听说灵境受了伤了，你身边影卫动的手？算是吧。虽说影卫负责保护你的安危，但不得命令随意动手打伤世家嫡子，实属不该，怎能如此没有规矩？是儿臣默许的。灵境现在在你的府里，既然受了伤，为什么不让他在家里养着，把他弄进你的后院？不是还要费心给他请大夫？不是儿臣要把他弄进后院，是那几个弑君的意思。为什么？他们待在后院闲着无聊。闲着无聊？这样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林静有错在先，父皇如果知道他说了什么，大概会觉得那几个弑君的做法反而仁慈。灵静说了什么？他说要把儿臣驯服，让儿臣从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变成卑贱的女奴，让儿臣跪在他脚下成为他的俘虏。其
其他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儿臣身边的人一掌击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父皇已经知道了，儿臣不想再多说。帝王之怒让人心悸，简直是不知死活。父皇不必动怒，儿臣已经说了，此事可以自己解决。你自己解决？凌家侮辱的是整个皇族，他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这些年，朕太宠着他们了，宠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这天下的主子是谁了，竟然连朕的女儿都敢羞辱。朕父皇，凌安城的手里握有兵权，暂时动弹不得。儿臣之所以不想让此事闹大，一来是因为林静虽口出恶臭，却只是他跟凌言两人的窃窃私语，恰好让儿臣和尹卫听见。若闹大，凌家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二来就是因为凌安城手里的兵权，儿臣若把此事闹大，只会让父亲难做。兵权是凌家掌兵权太久了，久到他们忘了这西岐江山的主子姓楚，而不是姓凌。凌安城知不知道他的侄子说了这番话？他没有亲耳听到，但是已经知道了此事，因为凌衍是他的亲生儿子，不会骗他。凌静出言不逊，公然侮辱皇族长公主，凌衍是参与人。凌家这么多年教养子嗣如此放纵，简直比凤锦之和那几个宗室勋贵家的纨绔子弟更可恨。他让凌静一人做事一人当，已经给足了凌家脸面，可端妃竟然丝毫不理解亲皇的一片苦心，非要亲手把凌家送入地狱。凌家风光了20余年，朕念着他们当年护驾有功，这些年对他们信任有加。凌安城掌了20万兵马大权，凌安杰人力不是了，朕甚至打算年底就让他升为尚书。凌家嫡子凌岩年纪轻轻已领2品军衔，你的母妃也是20年盛宠不衰。亲皇，凌家的10万银甲军，你有没有办法顺利接管？若无正当理由，贸然夺走凌安城的兵权，只怕会引起一番不小的动荡。一旦凌家生出了危机意识，难保不会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理由自然是有的，朕会让他们心甘情愿交出兵权。你只要告诉朕有没有办法在掌管兵权之后，让军中将领都听你的话。据儿臣所知，年前银甲军中有过一番增兵之举，超过兵龄的退了3成，新增了3成新兵。军中将领有许多年轻人，这一部分人儿臣有把握让他们听话。什么办法？军中男儿历来以本事论高低，只要儿臣的本领足以让他们服气，他们自然服服帖帖。还有一部分是凌家心腹，这些人想要让他们乖乖听话，几乎不太可能。不听话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要你有把握让银甲军归你调度，心甘情愿听你差遣，朕就有办法让他们交出兵权。西岐朝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是该来一次大刀阔斧的清洗整顿了。这些年朝中积攒的蛀虫太多了，蛀虫养大了胃口，开始生出了不安分的心思，朕无法再继续容忍。亲皇，端妃是你的母亲，凌家是你舅舅家，但是皇族才是你真正的家。朕想做的事儿，你应该不会阻挠吧？缓缓摇头。那就好，朕看在端妃有功于朕的份上，也是看在你的面上，不会让她落得跟凤贵妃一样的下场。她的位分朕会给她留着，但是凌家既然已生了不臣之心，就必须得死。楚亲皇平静地看他一眼，他其实很想说不必看他的面子，该怎么废就怎么废。不过皇帝大概还念着旧情，暂时不想做得太过分，所以有没有亲皇的面子都不重要。如果凌家被问罪，他们的家产抄出来，应该抵得上西岐国库半年的税收。西岐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能复蜀，就是因为这些权臣世家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的敛财。但凡父皇手段凌厉些，下狠心整治，不敢说比得上东陵强盛，起码可以和大周、北疆不相上下，抵得上国库半年税收。儿臣也是近日才得到的消息，只是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还需要一段时间细查。好一个凌安城，他怎么敢？他怎么敢？朕方才失态了，亲皇，朕要把凌家势力连根拔起。朕给你半个月时间，查出凌家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所有罪证，旗下与凌家过从甚密的官员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放过。儿臣人手不够，除了暗阁之外，朕让禁军配合你。陈海、楚玄义连忙推门而入，低头行礼。即日开始，长公主拥有随时出入宫廷和御前宫的权利，随时随地无需盘查。是。楚玄义，即刻开始，长公主领朕密旨办事，吩咐你做的事儿，你全部无条件配合。臣遵旨。后宫禁地，不许男子随意踏入，即便是皇子要见母妃，也需得到朕的同意，否则就是你这禁军统领的失职。楚玄义，你听清了没有？臣遵旨。另外，宗亲女眷和朝廷命妇以后若无传召，同样不得随意进宫。是。
一世子，方才在殿内父皇与本宫的话，不管你们在外面是否听见，都不可外传。如果有人走漏了消息，今日当值的所有人全部罪责难逃。卑职什么也没有听见，请长公主殿下明察呀！请长公主殿下放心，今日之事，但凡走漏一个字的风声，臣愿受任何处置。哼，本宫相信你们不会自寻死路。主子离开之后不到半个时辰，皇上命人传暗阁3位长侍入了御前宫。你觉得皇上传他们3人是为了做什么？他们说皇上有临安城重伤或者中毒，但是不能看出有外伤。他们告诉你了？是，主子说要属下掌管暗阁，属下正在努力。那3位长侍若是不听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错，这是属下该做的。以后继续努力，本宫对你的能力很满意。福仓抿唇，低声应了句是。属下今晚想请假半个时辰。请假干什么去？去林家拿点东西，暂时不宜多伤人命，拿了东西就回来。凌家人死期将至，没必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多生事端。在皇帝有所动作之前，他们按兵不动才是上策。是。一道黑影掠至眼前，鞭子、镣铐、绳索以及一些瓶瓶罐罐尽数被丢在地上。屋子里5个人齐刷刷转头看去，这是从邻近的屋子里搜出来的东西，这个也是。当其他5人看到画像上的一幕时，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结，一个个脸上都极为冰冷肃杀。画上是一个少女被绑住的画面，红雨脚下一踢，鞭子被凌空卷起，对着床上尚未清醒的人便是一通噼里啪啦的乱抽，下手之狠辣，只把灵静打得浑身是血。痛极之下，灵静的身体开始抽搐，终于在一鞭子又甩到脸上之际，他下意识地蜷缩着身子想躲开。够了，现在就把他打死，未免太便宜了他。我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收拾完之后，给他留口气。暗阁还有许多，不必，不管暗阁有多少折磨人的招数，我都可以替你代劳。放心，天下刑罚种类极多，让人生不如死的方法绝不止一种。剥皮、抽筋、碎骨、剧毒、凌迟，在下会一一让他尝试个遍的。福仓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拾起岸上的画像撕碎，转头丢进熏香炉里，看着火苗吞噬完整张画像，不留一点痕迹，他才转身走了出去。心情不好，谁惹你了？没有。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属下没有不高兴，属下是在想事情。想什么？想10大酷刑：油煎、水煮、火蒸、火烤、凌迟，看哪一种更适合灵境。你今晚去凌家发现了什么？属下不想说。灵境那般肮脏龌龊的心思，说出来破坏主子的心情，还污了耳朵。不想说就不说吧。不过灵境既然已经身在西院，那几个人会好好招待他的，你不用过分在意他。属下并不在意他，他只是想把他一点点撕成碎片而已。本宫瞧着这2天晚上，你好像不怎么打哆嗦了。主子是要把他赶下去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睡着之后的事儿，属下不太记得清了，但是盖着毯子也不热。这意思是，如果不盖毯子，还是会冷？既然如此，毯子就继续盖着吧。是，就当一切还跟以前一样。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子睡在本宫床上，这意味着什么？属下逾矩，明日一早就去暗阁领罚。本宫后院弑君5人，至今都没机会躺在本宫床上。这种行为若是放在后宫，叫做侍寝。属下。镇北王是不是快到了？是。还需几日？消息已经接到了，抵达皇城应该还需要一些日子。镇北王身份特殊，不可能单枪匹马而来，但是手握兵权的藩王未得圣旨，又不能擅自调兵，所以只能随身带一些武功高强的护卫。夜色渐深，福仓数次欲言又止，一句话憋在喉咙里良久，最终也没能顺利的说出口。他想说他愿意侍寝，每天侍寝都愿意，可主子没问他愿不愿意，他若主动说了，好像又逾越了分寸。楚亲王搁下书，平静地说了一句睡觉，终于让福仓憋了半晌的话彻底胎死腹中。参见长公主殿下。不必多礼，有事。皇上给殿下的密旨。不着急。不着急。皇上只给了殿下半个月的时间。楚玄义，你知道皇上为什么要查林家？因为本宫想查。通常本宫想查谁的时候，那就代表本宫手里已经握有足够多的证据，再查不过是例行流程而已。就像当日查抄洪家，一如今日查办林家。殿下告诉我这些，不担心我泄密？你可以告诉任何一个你想告诉的人。臣不敢，臣方才言语有失，请殿下恕罪。以楚亲王的行事作风，他若真敢泄密，只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荣王府。起来说话。谢殿下。帝都世家公子之中，应该有不少人跟你交好。西岐朝堂上贪官太多，
各派党羽臣妾一气，上瞒君王，下欺百姓，乃至国库空虚，只一时之七八，传不出进门。本宫需要让朝堂换一次血，朝中各部中枢，所有贪污腐败的蛀虫都得清理掉。这意味着需要大批忠诚可靠的人替换。楚玄义明白了他的意思，却依然没有贸然开口。你回去拟一份名单给本宫，内举不必亲，只要是可用之人，不管跟你是什么关系，本宫都不会对他有任何偏见。朝中大臣有资历的，皇族之中有本事却没有得到重用的，世家公子之中学识能力出众的，皆可以推荐。本宫用人不在乎他的出身背景，但是能力、忠诚和品行缺一不可。殿下，这样似乎不合规矩。不合规矩？你以为本宫要干什么？直接把他们安排进朝堂入职？难道不是？你把名单拟上来就行，其他的不必你操心。就算是安排可靠之人，也需要一步步来，通过正规方式入朝，不可能一日之内就把所有人换掉。是。楚玄玉的伤势怎么样了？已无大碍，多谢殿下关心。臣打算明日就把他带在身边历练，还望殿下允许。伤势好得挺快。御前侍卫和宫里很多内侍其实并无太大差别，都擅长察言观色，看人行事。父王在朝中尚有几分荣宠，是以侍卫对玄玉动手，伤的只是皮肉，并未伤及筋骨。宫中执行杖责多有技巧，御前侍卫尤其精通这些门道。对待一些让人痛恨之人，他们动手时可以让伤势看起来不严重，但内里却伤筋动骨。对待朝中有威望或者皇上面前颇有荣宠之人，同样的做法也只伤皮肉，不会伤到筋骨。义世子挺实诚，就不担心本宫再给他们来一次大刑伺候？臣不敢在殿下面前玩弄心思。既然如此，你派人去把那日受罚的几个勋贵子弟叫过来，本宫跟他们聊聊。是。错了，重来。长公主这是在教一个连入门水平都达不到的人下棋。长公主殿下的事情不是可以随意干涉的。殿下若无其他事情，臣先告退。殿下若有事召唤，臣随时候命。楚清皇嗯了一声，用点心，别走神儿。你是朽木吗？福仓望着棋盘上白子横行，寥寥几颗黑子被孤零零的包围，显然已是全军覆没的下场。起身跪下，属下愚钝，请主子责罚。算了，今天休息一阵，明日继续。本宫去西院看看灵镜，你也一起去。是。长公主到。什么？红羽看了眼无比丑陋狼狈的灵镜，转身飞掠而出，急忙拦在门前。殿下，里面情况不太好，殿下还是别进去了，怕脏了殿下的眼。你们在里面做什么？没做什么，殿下是个人美心善的小仙女，殿下见不得旁人受苦，所以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由我替殿下做了，免得脏了殿下的手。是吗？红羽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林公子无碍，殿下不用担心，至少在林家没有彻底覆灭之前，我们是不会让他一命呜呼的，殿下安心。林公子是不是在幻想着殿下来救你啊？做梦是可以，其有幻想也没什么问题，但幻想总归是不切实际的。你有什么理由相信长公主殿下会来救你？该死的贱人！他就应该早点行动，把那高高在上的贱人弄进他的屋子，用铁链锁起来，折断他的手，废了他的功夫，用锋利的匕首把他的脚筋手筋全部挑断，让他像个废人一样的匍匐在地上，任他驱使调教，而不是像此时这一般。灵镜心头恨意强烈，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行动。眼神里的恨意倒是挺浓，心里正在咒骂着谁？屋外，楚清皇明艳的脸上忽然罩了一层寒霜，把他的手筋和脚筋挑断，让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丢下这句话，他转身就走。殿下好像很生气，的确不太高兴，应该是被屋子里那肮脏的家伙气的，所以自然是照做。红羽转身进了屋。殿下有令，把林家这条虫子手筋脚筋都挑了，让他在地上爬。灵镜睁开眼，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楚清皇二舅母教出了个好儿子，本宫算是开了眼界。二房夫人季氏脸色刷白。二舅不用多礼，父皇有事召见儿臣。西北镜湖山有人叛乱，今日早朝上原是定了林将军领兵平叛，回到家中之后，林将军身体突发情况，平叛应该是去不了了，朕打算让你去。平叛需要多少兵马？镜湖山集结了8万叛军，战斗力如何，暂时还不得而知。你若前去，路途遥远，至少要带10万精兵，一路人马皆疲，少了只怕没办法在3个月之内顺利平叛，生擒叛军首领。况且你又是第一次带兵出战，多带一些兵马
更能万无一失。银甲军战斗力强，让凌将军把兵符给你，银甲军暂时归你调遣。兵符，皇上。两位爱卿有话要说。兵符是凌家傍身的最大底气啊，凭什么给楚清皇？虽然她是端妃的女儿，可楚清皇脾性太桀骜不驯，跟他们根本不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兵符给了他，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凌家从此不再是西岐最大的武将世家，不再是端妃最强大的后盾。如果有朝一日端妃或者凌家失去帝心，皇帝想要处置他们也只能任由宰割了。舅舅可是舍不得兵符，平叛需要兵马，舅舅不会以为本宫赤手空拳就可以灭了叛军8万兵马吧？臣不是这个意，只是银甲军中几位将领脾气不好，难相处，臣担心。舅舅什么也不用担心，本宫自有办法让他们听话。凌安城手臂一软，整个人无力地趴在床上。大哥，你怎么样？他以为皇上亲自来探病，是想确认他的病情真假，然而此时他才终于醒悟过来，皇上是亲自过来索要他的兵权的。皇上，臣有个提议，说长公主殿下武功强悍，但尚未有作战经验，臣以为可以让凌颜做主将，长公主殿下跟着去历练，攒攒功绩。如此一来，既不用担心将士不服，也不怕殿下缺乏作战经验，战场上发生意外情况。不知皇上觉得臣这提议是否可行？二舅的意思是让本宫听从凌衍的调派，他上过几次战场？这凌衍经常出入军营，经常出入军营就代表他会打仗，经常出入皇宫之人，是不是就代表有本事做皇帝？凌安杰脸色一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绝没有这个意思，求皇上明察。秦皇注意措辞，什么叫出入皇宫的人都有本事做皇帝？这句话也能随意乱说？幸亏他是个开明的皇帝，否则就凭这句话就能治他一个大逆不道之罪。这样吧，朕传凌颜过来问问，听听他的想法。参见皇上，参见长公主殿下。不用多礼，你二叔提议让你替父出征，你意下如何？为皇上效力是臣之所。话未说完，凌颜脸色突然一变，急促的伸手捂住胸口，脸上浮现痛苦之色。颜儿，你怎么了？太医。可诊来诊去也没诊出什么毛病来。凌公子应该不是装的吧？凌家父子到底是不是装的？明明什么症状都没有，怎么就这儿疼那儿疼的，搞得他们好像是庸医一样。朕眼瞅着凌大公子也是身体出了状况，无法领兵平叛。既如此，银甲军的兵符还是交给长公主吧，平叛一事不容拖延。凌将军应该不会拒绝朕的旨意。臣不敢，臣这就命人去取兵符。今日之事分明就是有蹊跷，凌安城出事，凌衍也出事，偏偏平叛在即，皇帝亲自登门索要兵符，煞神似的楚清皇态度冷硬无情，凌家大门外还有皇家御林军守着，他们想通风报信儿也不可能，想办法拖延不可能，想给银甲军中几位心腹将领递信也完全做不到，就像瓮中之鳖被逼着交出兵权。安杰，你亲自去我的书房把兵符取来，即日开始，银甲军兵权交由长公主殿下掌管。此时此刻，除了表忠心，他别无选择。平叛在即，若是拒交兵权，只会让皇上觉得凌家有了不臣之心。冷酷无情的楚清皇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置凌家于死地的机会。秦皇，你今晚就去军营，连夜整顿兵马。明日一早，明天再给你1天时间与将士们磨合。后日一早点兵出发，前往靖北湖平叛。儿臣遵旨。凌将军和凌公子既然有恙在身，这2日就在府中好好休息。太医留下来给他们好好诊脉一番，务必找出病因，千万不许怠慢。凌将军若有个3长2短，朕和端妃都饶不了你们。臣等遵旨，请皇上放心。摆驾回宫。陈海，奴才在。把蛟龙鞭拿过来。是，殿下看看喜不喜欢？蛟龙鞭由坚韧罕见的蛟筋制成，杀伤力十足。纤细的手执着鞭柄，细细打量一番，鞭长3尺3，用来杀人正好顺手。今晚就可以用它来祭血。喜欢就赐给你，这蛟龙鞭也只有你能配得上。银甲军就交给你了，这2天好好整顿整顿。朕先回宫。我会让银甲军服服帖帖。朕相信你。谢驾。去西山大营。主子不多带些人？不用，有你足够。是。楚清皇带着扶仓直奔皇城外西山大营而去。银甲军20余年，只
只听凌将军号令，只忠于凌将军。10万将士齐声高喝：尹家军只忠于凌将军，只听凌将军号令。服从，弓箭。长公主殿下这是想杀人吗？卑职早就听闻长公主武艺高强，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军营里的重弓也能如此轻易的拉开，可见臂力不小。长公主当心，别伤着自己。群众男儿皆是保家卫国的男子汉，绝不会听从一个弱智女流。后宫尚且不可干政，凭什么长公主就能掌管兵权？虚张声势没用，尹家军只忠于凌将军，只听凌将军号令。身后刚弱下去的气势瞬间再度被带起。尹家军只忠于凌将军，只听凌将军号令。两支箭矢同时离弦而去，箭矢直中两人眉心。魏峰和英东里眼底的震惊尚未褪去，却再也无法说出一个字儿。魏峰栽了下去，英东里的身体也从马背上摔落下去。从马上摔下去的两个人，一个是军营里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一个凌将军的大舅子，皆是银甲军中除了凌将军之外最高阶的2品军官。可是在一个少女眨眼之间，两人却皆被一箭毙命，这是多么可怕的箭术！本宫乃是西岐长公主楚清皇，今日奉吾皇旨意掌管银甲军兵权，为的是带你们去战场评判，振我西岐国威，让西岐的疆土安稳太平。魏将军和英将军公然抗旨，乱我军心，按律当诛九族。如还有谁参军不图保家卫国，只为亲手置自己的九族于死地，大可以继续与本宫叫嚣，本宫会成全任何一个找死之人的心愿。本宫知道你们不服，凌将军一早奉旨评判，然午时突发病者，太医诊治之后无伤无毒，查不出病者。父皇亲自驾临凌家探望，这是隆恩浩荡，这是凌将军亲自交到本宫手里的兵符，代表着银甲军的归属。如果在场的诸位认为银甲军就该是凌家所有，此时便可以站出来，本宫会让你们的九族告诉你们应该效忠的主子是谁。全场将士无人说话，连呼吸声好像都轻了许多。唆使将士作乱，故意扰乱军心之人，皆以谋逆之罪论处，全家诛灭九族。两位可以好好掂量清楚再说话。前后两位将军脸色煞白，死亡的气息笼罩下来，让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皇上圣谕，即日开始，玄甲军兵权归长公主殿下调动，所有违抗军令之人，皆以抗旨之罪论处，抗旨之罪株连九族，罪不容赦。10万将士再无人敢言半句不满。奉吾皇口谕，拜见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第一排将领单膝跪下行军礼。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10万将士齐声跪下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本宫顺利掌了银甲军大权，怎么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属下不敢。可是你看起来确实不太高兴的样子。属下是觉得自己无能。无能？为什么无能？去军营之前，他说了一句“有你足够”，福仓便以为自己就是主子的后盾。可是入了军营之后，他却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射杀2名最高将领是主子亲自动手，整顿兵马是主子亲自所为，剔除不作为的将领，打乱各营将士重组训练，也是主子亲力亲为。后来赶制的楚玄义和皇族御林军全程听候吩咐，他这个贴身影卫却只起了个贴身候命的作用。今日接管银甲军，必须本宫亲力亲为，其他任何人代劳，效果都会打个折扣。若不用非常手段，想要在短时间之内让10万将士听命，并不容易做到。主子英明。本宫要的不仅仅是银甲军兵符，还要他们实实在在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出于畏惧还是敬佩，所以只能本宫亲自动手，你明白？是。可福仓还是觉得自己无能，像是个没用的废物。本宫累了，你来给本宫按按。是。走过去给主子小心的按着。本宫把兵权彻底拿下，以后有什么事自己懒得去做，就全部交给你，本宫放心。是。等过段时间军营里安定下来，本宫想让你进军营，不过进了军营大概就不能整日跟在本宫身边了。属下是影卫，不能离开主子视线范围。麒麟是镇北王之子，从小在军营里长大，文武双全，熟读兵法，且因能力出众，遭到兄长忌惮，所以才主子若需要将领，可以让麒麟做左将军。你在教本宫做事？属下不敢，属下逾越，请主子责罚。明日午时让麒麟过来一趟，本宫跟他谈谈。是。如果他确有大将之风，本宫倒也愿意让他进银甲军，替本宫执掌兵权。你见人有功，本宫似乎该奖赏你。你想要什么奖励？属下不要奖励，
真不要？属下想跟主子下棋。你的棋艺真的是糟糕透了。属下可以学，属下一定会认真学。你会挨打？属下不怕疼。你学棋子的天赋是真的不行，本宫教你别的。教他别的，不管教什么他都愿意学，只要是主子亲自教的都可以。明天之事不用本宫亲力亲为，御林军会把军营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禀奏到皇帝面前，该抄家的抄家，该下狱的下狱。本宫明日要睡到午时再起。是，主子可以就寝了。刚沐浴结束的少年，一张本就出色的脸越发显得俊美清绝。楚清皇静静看了一阵，对本宫是美男计。属下是影卫，不是你们。身份的确是影卫，不过容貌生的也不错，足以跟后院那几个一较高下。主子若要属下做侍军，属下也愿意跟他们一起争宠。他们应该争不过属下。为什么？因为属下是影卫，不能离开主子身边。属下武功还比他们高，他们打不过属下。争宠靠的是武力。福仓瞬间沉默下来。本宫若是想把你调走，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所以你说的这两点，对于争宠来说并不算优势。属下会很听话。福仓绞尽脑汁地想着，觉得后院那几个人当真是一无是处。楚清皇则默默地听他绞尽脑汁，眼神越来越微妙。睡觉吧。是。福仓，躺着说话就行。是。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动物或者飞禽之类可以说人话？楚清皇想到最近都没有听到的奶音，不确定那到底是个妖灵还是兽语。此处可有善驯兽之人？属下不太清楚。不清楚就算了，以后再说。是。主子能听到他听不到的声音？楚清皇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他还知道许多他不知道的事情，听到声音算什么？属下。楚清皇坐起身，让他的胳膊得以解脱。福仓立时起身跪下。属下冒犯主子，罪该万死。如果你能如实告诉本宫，你的胳膊是怎么跑到本宫脑袋下的，本宫也许会相信你此时请罪的诚意。属下。想想撒谎的后果。属下不敢，属下就是想靠主子近一些，不是故意要冒犯主子。属下什么也没做，求主子明察。你还想对本宫做什么？没，属下什么也没敢想，属下该死。给你盏茶的时间去洗漱。是，属下很快回来，伺候主子更衣，主子再躺一会儿。楚清皇没理他，福仓转身离开，颇有一种犯了错之后无辜又心虚的感觉。麒麟留下。温战的宠爱果然是昙花一现，还没怎么宠呢就失宠了。麒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我敢打赌不超过1天。殿下不会真的看上了这个影卫吧？除了容貌不错之外，福仓身上还有其他的特别之处吗？如果是强悍的身手和对主子的忠诚，那么不管是西岐还是东陵，训练有素的影卫大多符合这样的标准。难不成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主子命你们回去，都没听见？恃宠而骄，狐假虎威，小人得志。殿下有事吩咐。听说你文武双全，擅长治军。听说？听谁说？哦，小人确实修读过一段时间兵法。本宫想让你进银甲军。殿下刚把银甲军兵权拿到手，正是趁热打铁立威的时候，而且平叛在即。没有平叛。没有平叛。镜湖山出现叛乱的消息是假的，目的是为了让林家的兵权交到本宫的手上。所以本宫接下来的时间不是领兵去平叛，而是操练银甲军。你回去制定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明日交到本宫手里。小人是否可以知道这个假消息？皇上的主意跟本宫无关，你不必担心本宫会因为假传信报而摊上什么责难。本宫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不用担心。他想说的是，如果此事是殿下所为，那么他可以暗中替殿下解决掉即将来临的麻烦，但既然是皇帝的手笔，自然就不需要他来操心了。是，属下现在就去拟定训练计划。除此之外，军营中各级别的将领还需要做一番更细致的调整。以后的操练过程中，你替本宫留意，将者有能者拒之，所有滥竽充数之人全部给本宫踢出去。殿下为何如此信任于我？你是福仓举荐的。麒麟一噎，所以他应该感谢福仓，把那几个王爷家里的纨绔也弄到军营去，单独训练。3个月之内，本宫要看到训练成果。他发现殿下信任一个人，就会直接导致这个人的工作量剧增。虽说能者多劳，可起码先给他一段时间适应兼考察呀。万一殿下发现他能力有限，不足以担下如此大任，会不会一怒之下把他军法处置了？不管他心里有什么想法，该照做还是得照做。麒麟于是第一个成为后院几位侍军里最得器重的将才，领下了无比神圣艰难的任务，恭敬告退。福仓，你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身子一掠，转瞬间把自己藏在了角落里，落寞黯然的气息如影随形。本宫让你藏起来了。福仓身子一掠，转瞬间又无声无息地现身于眼前。更衣。是。你是否懂音律？不懂。稍后去把本宫的乌木琴拿来。本宫今日教你一招以音御气的杀人手法，
可以隔空杀人于无形，不留痕迹。学什么下棋啊？既然是隐卫，自然该以精进武功修为为主，其他的都是浪费时间。是殿下，林家大房嫡子一早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殿下可要见见他？本宫没空见他，是，让陆俊过来一趟。是，义子这就去。最近还有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属下没什么感觉。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敏感且危险，总是让他不知该如何回复。吃饭吧，要是觉得没什么不适，汤药可以不必再喝了。参见长公主殿下。不用多礼，本宫半日未出，外面的消息你给本宫说说。是，皇上命御林军查抄了英家和魏家，搜出了不少金银宝器，还有一些比较值钱的兵器。皇上雷霆大怒，朝臣们战战兢兢，林家比较安静，暂时还没见有什么动作。还有吗？昨夜丑时有刺客入府。刺客？谁派来的？有2拨人，属下留了2个活口，带去地牢审问之后得知，其中一拨人是江湖杀手，买凶之人是凤相的手下，大致可以确定是出自凤相的指使。还有一拨人应该是来自林家，为之还没问清楚，他就服毒自尽了。凤相挺聪明，知道买凶杀人，只是眼光不怎么好。还有一件事，昨天下午荣王府2公子、清郡王府嫡子、平世子家的少爷，还有康郡王府公子一起求见殿下，得知殿下不在，说今日下午会再来。本宫知道了，属下告退。殿下教福仓抚琴，你有什么意见？殿下这么偏心，为什么都不教我呀？红宇，你又想让殿下雨露均沾？人家对殿下一片痴心，殿下却把所有的宠爱全给了福仓，这本来就不公平嘛。在长公主殿下面前谈公平，你胆子不小，你怎么不跟凤锦之谈公平呢？她都快死了，我跟她谈公平，我有病吗？原来你没病啊。申冲姐，你什么意思？都给本宫闭嘴！殿下，五皇子带着人硬闯长公主府，请殿下决断。让他闯。是。稍微阻拦一下即可，不必太过与他们正面冲突。他想火上浇油，本宫自然给他这个机会。福仓，让福影去暗阁一趟，告诉暗阁长侍，五皇子带着人硬闯长公主府，打伤了长公主府护卫，挑衅滋事，仗着兄长身份恶语辱骂长公主，让暗阁长侍把此事如实禀报给皇上。是。楚清皇，你得了什么失心疯？人家怎么得罪你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想跟天下人为敌，让所有人都骂你是个恶魔，骂你是个疯子，你才高兴是不是？楚清皇，你耳朵聋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带着人到本宫府里狂躁叫嚣，又是想干什么？我来跟你兴师问罪，你听不出来？仗着父皇给你一点权力就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楚清皇，你太过分了，夺了舅舅的兵权不算，还杀了舅舅的麾下大将，你是想造反吗？楚清皇，我在跟你说话呢。本宫耳朵没问题，只是你此时这一副吃了耗子药的模样，实在是有损皇子风度。本宫正在思索，应该把你丢出去，还是让人去请父皇过来一趟。你简直就是个恶魔，女罗刹，煞神。楚清皇，你就是个疯子。多谢夸赞，本宫正在努力做一个人人惧怕的恶魔，女罗刹，煞神。至于疯子，本宫觉得你此时咆哮的样子更像一个疯子。你今天不该来的，楚天灵、楚天阔和楚天印都按兵不动，乖乖待在王府作弊上官。你这个时候跳出来，父皇第一个就会注意到你，甚至会迁怒。你吓唬谁呢？父皇最宠爱母妃，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迁怒于我？你做梦吧！楚天征，你真是个蠢货，蠢到无可救药。楚清皇，你现在是不是敌我不分啊？左将军魏峰跟随舅舅20余年，是舅舅麾下最受器重的将领。右将军应东礼是舅母的亲哥哥，你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就算你想立威，也不该以2个家族为代价。他们是逆臣，就算本宫不杀他们，父皇也不可能容忍逆臣的存在。与其被父皇抄家灭族时斩首示众，不如本宫拿来立威。只要你不说，父皇怎么会知道军营里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是逆臣。你今日来我这长公主府，端妃知道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在父皇面前说了什么，才导致父皇不许我见母妃的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搅得朝堂一片混乱，前朝后宫都不得安宁，你才满意是不是？楚清皇，你禁军来了，禁军来了！久违的奶音响起，瞬间拉回了楚清皇的思绪。他抬眸望了望，没看见什么小兽飞禽之类的。楚清皇，你看什么？禁军来了，本宫劝你乖乖跟他们回去。父皇也许小惩大戒一番就算了，否则……楚清皇，你……五皇子殿下，皇上有旨，命臣等即刻带五皇子回宫。你跟父皇告的状？回宫去好好跟父皇解释吧。如果父皇下旨杖责，本宫稍后会去给你求个情。福仓，本宫是不是太狠了些？主子不狠，主子是天下最温柔的主子。天下最温柔的主子，他很想知道福仓是如何违心说出这样的评价的。可是楚天征说本宫是个煞神，是个女罗刹。主子不是。不是什么？不是煞神，主子很温柔。温柔这个词儿，他受之有愧，真不敢往自己身上套。若非福仓是个不善撒谎的人，他定要问问他说这句话会不会心虚。我们继续练琴。主子不去查抄林家，你希望本
本宫现在就把林家查抄了。想到灵境屋子里搜出来的那张画和那些癖好用具，杀气再度浮现。林家该死，所有人都该死。画？什么画？查抄林家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过林家大部分贪污所得都被封存在库房里，库房有8道门，8把钥匙，本宫需要提前拿到这些钥匙才能去抄家。属下今晚就去把钥匙取来，只是需要红羽帮忙。红羽？他擅长摄魂术，可以更快地问出钥匙的下落。福仓，你对本宫后院这几个弑君了解的挺透彻，去给端妃请安，这是父皇的意思？的确是皇上的意思，奴才不敢撒谎。五皇子回宫之后受罚了没有？皇上下旨杖责50，奴才来的时候还打着呢。皇上可真下得去手啊！如果他知道楚天征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会不会直接下旨处死啊？时辰已经很晚，你回去禀告父皇，就说本宫明日一早会去给端妃请安。殿下这个时辰传我，是想让我侍寝吗？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整天都装了些什么？都装着殿下呢。殿下要是想让我侍寝，我这就回去准备，要摘取一些鲜花沐浴，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你跟福仓去一趟林家啊？去林家干什么？取林家库房的钥匙。人家手无缚鸡之力。楚天征今天得罪了本宫，回到宫里被赏了50廷杖，你也想跟他一样？我不想跟福仓一起去。那你想跟谁一起去？我自己去吧。取完钥匙回来，殿下是不是就可以多宠宠我了？有功要赏，难不成让人家白出力啊？你若是不愿意去，就本宫跟福仓一起。谁说不愿意？我愿意为殿下出生入死，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谁让殿下是人美心善的小仙女呢？走了，讨人厌的家伙，独占殿下宠爱，真讨厌。福仓行礼告退，跟红羽一起转身走了出去。殿下，福仓出任务去了。殿下对他好像有点特别啊。你想说什么？如果殿下喜欢他，他的身份只怕会是个问题啊。你想的有点多。难道是我误会了？喜欢？福仓只是他的影卫，对他忠诚，他交予他信任罢了，何来的喜欢？天征昨晚被你父皇下旨责罚了50廷杖，到现在还昏迷着，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他被责罚也是自找的，不是吗？楚天征比较蠢，可能是这些年你把他护得太好，他至今不知人间险恶。俗话说惯子如杀子，尤其生在帝王之家，他这样冲动愚蠢的脾气，注定活不了长久。你给我住嘴！若不是你这个逆女总跟本宫作对，天征怎么会受到如此重的责罚？楚天征从来没有把本宫当成妹妹看待，所以本宫也不会把他当成兄长。就如你从来没把本宫当成女儿，那么今日也不该责怪本宫没把你当成母亲。胡说八道！本宫以前对你差哪儿了？说来也该怨你自己。原本本宫跟林家无怨无仇，不至于跟他们为敌，可惜你没有一个做母亲的担当，自私自利，竟妄想掌控本宫，甚至不惜把本宫嫁给林静。端妃娘娘可知道你最喜欢的那个侄子林静是个什么货色？他竟敢大逆不道的妄图驯服本宫，让本宫从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变成他脚下的女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神仙都救不了他。不可能。可不可能也不是你说了算。从林静对本宫生出那般龌龊的心思开始，就注定了林家不会有好下场。端妃娘娘若想余生安好，从今日开始就别再妄想楚天征争宠，也别奢望能求情保住林家。本宫不会放过一个生了不臣之心的世家。本宫手里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林家拥兵自重，贪墨巨大，犯了帝王大忌。你说什么？本宫今日只是来告诉你一声，本宫很快就去查抄林家，你多保重。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来人，拦住他！快拦住他！求长公主殿下留步！求长公主殿下留步！楚清皇，你放肆！本宫是你的母亲，林家是你的舅族，我们才是你真正的亲人。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林家过不去？可如果林家失势，本宫失宠，你觉得你这个长公主还能如此威风吗？帝王之家，母亲和儿女从来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宫并非要跟任何人过不去。端妃娘娘这么久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女儿身上发生了变化，还敢谈什么母女之情，不觉得脸红吗？你说什么？本宫不是你的女儿，自然不用顾忌什么母女情。你的眼里除了儿子和储君之位，根本装不下别的东西。为了讨你父皇的欢心，你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了。本宫不必讨任何人的欢心。楚清皇，不管是楚天阔当皇帝，还是楚天灵夺得帝位，他们都不会放过你的，你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楚清皇左耳进右耳出，头也不回地走回甘泉宫，
最近国库空虚，西岐正是需要各位大人出力的时候。父皇以仁德治天下，对各位大人信任有加，还望各位大人能忠诚回报父亲的一片知遇之恩，别总是拖君王后腿，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真做到了问心无愧的大臣，求着本宫去抄家，本宫也不会去。长公主殿下为国尽忠，威武霸气，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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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站在一旁，他觉得自己这个皇帝正在被女儿护着，不但抄贪官的家，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还夺了权臣兵权，让他以后不必再受掣肘，不会心有忌惮。皇帝再想想那几个畏头畏尾不敢出面却一心想争储的儿子，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段时间本宫掌银甲军兵权，可能需要户部拨钱，但是国库的银子有限，本宫至今也才抄了洪家和林家，这笔银子用完了就没了，万一别的地方需要用钱，免不了又要捉襟见肘，所以还请各位大人能慷慨解囊，表现得好的父皇和本宫都看在眼里，表现得不好本宫也会记在心里，各位大人自己斟酌着办吧。好气魄，果然是无所求才无所惧。那几个皇子天天盯着储君之位，生怕得罪了朝中重臣，哪个敢有亲皇这般魄力？真庆幸我有这样的女儿啊！他要是个皇子该有多好。各位爱卿都听到了，最近国库缺钱，朝廷养兵需要银子，朕治国也需要银子。各位大臣手头宽裕的就各自拿出一些，出多出少全看各位心意，就当是朕跟你们借的。以后国库充裕，西岐强盛，朕定会把银子如数奉还。吾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最近这样的场面好像经常发生，尤其是上一次抄没洪尚书府和今日问罪陵家，大臣们山呼万岁的声音格外响亮，气势震天，生怕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忠心似的。而这一切都是亲皇的功劳。此处的事儿就都交给亲皇和楚玄义，各位爱卿可以随朕一起回宫了。楚玄义，你留在这儿听长公主吩咐，所有事都处理干净，再回宫禀报于朕。楚玄义低头领旨，所有证据确凿，无从抵赖，陵家的结局就此定下。数百万两黄金白银呢，不管这些金银清算出来之后具体有多少，对于国库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皇帝暂时可以不用再为钱发愁了，也不必再为陵家的兵权犯嘀咕，回去之后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个踏实觉了。亲皇果然是他的福星啊。殿下，御史子来了，让他过来。是。福仓，陵家贪污所得尚未清点完，楚玄义如此着急过来见本宫，你觉得会是何事？应该林安城跟他说了什么？楚玄义其实是个聪明人。参见长公主。免礼。有事？臣的确有事跟长公主说，请殿下并退左右。并退左右。福仓，你去外面候着。福仓低头应是，转身走了出去。何事？林安城跟臣说了件事儿，关于皇上的。关于皇上的？是。让本宫猜一下，你是不是说父皇不是太后血脉，凤贵妃才是？本宫一早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今日这件事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大概是不会过来告诉本宫的。楚玄义压抑着心头震惊，这种秘密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知道的人越少，就意味着知道真相的人越危险。臣不想去猜测林安臣究竟是想保命，还是想让荣王府下水，臣只想让荣王府远离危险，明哲保身。你很坦诚，皇族秘密很多，远不止这一桩，真要一一去挖掘，只怕还没等知道秘密是什么，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聪明之人才懂得明哲保身，本宫喜欢你的坦诚和安分。既然想保全荣王府，那么此事你就只能当做不知道，本宫也会当你不知此事。是。福仓，凌安城不必活着了，让他在天牢里畏罪自尽吧。是，属下今晚就去办妥此事。凤贵妃既然是太后的亲生女儿，那么皇帝大概就是凤家子嗣，就近调包做起来也比较容易。只是如此一来，当年皇帝跟凤相不就是亲兄弟的关系？这还真不是个让人愉快的结论。皇帝若是知道凤家才是跟他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属下立刻去查。不必，本宫不想知道那么久远的真相，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是。真相不重要，不过这件事对于本宫来说也不是完全没用。你有空去仁寿宫取几封太后写过的经文书函之类，只要有太后的笔记就成。是。你这2天做事很利索，本宫对你很满意。你既然是本宫的贴身影卫，本宫就不会瞒你任何事情，所以你不用多想。是。凌家没了，凤家也必须跟着一起消失，唯有知情之人都闭上嘴，西岐才不会陷入动荡。本宫去给端妃请个安，顺便瞧瞧楚天征的伤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见见太后，有些问题她需要当面问清楚，以免有所疏漏。
太后娘娘，你怎么有空过来哀家这里？我今天听到一件皇族秘闻，心中有些不安，想过来跟太后请教请教。若是打扰到太后休息，还请太后娘娘恕罪。皇族秘闻，所有人都出去。皇族秘闻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不想死的最好离得越远越好。都出去。是。工人们如蒙大赦。我今天带着禁卫把林家给查抄了，意外得知一桩陈年旧事，心头存疑，特地来问问太后。太后也许能给我解答解答。他居然真的带人查抄了林家。太后娘娘不用这么震惊，本宫查抄林家也是有原因的，无冤无仇的，他们若不来惹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对他们动手。林家被下了天牢，但是林安城为了活命，主动供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他说父皇的血脉有问题，他不是太后的亲生儿子。什么？胡说八道！毁销皇族血脉乃是滔天大罪，谁也没有这样的胆子。皇上是哀家的儿子，亲生的儿子，谁敢造谣，就应该把他千刀万剐，五马分尸。本宫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林安城在撒谎。既然父皇是皇族血脉，那本宫就放心了。本来我还以为父皇血脉不纯，可能会有人借着这个理由制造混乱什么的。既然是林安城信口造谣，那我就只当没听过这件事儿。至于上次太后所说的关于楚天征的身世问题，我想知道真相。皇帝不是他的儿子，这件事林安城怎么会知道？他当年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所有知情者都已经被灭了口，连如今的凤相夫妇都不知道这件事。久违的记忆也会在言语刺激下被勾上心头。楚清皇单手抵着额头，漫不经心地把太后心里的想法全部听完，直到太后终于收拢思绪，彻底平静下来。小七，林家覆灭之后，你这个长公主只怕也要做到头了。生在皇家，忍耐是必修功课，你以后绝对会后悔的。如果旁人不来招惹我，我不会去对付任何人。皇族子嗣，权臣世家，哪个不是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就难免要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你去招惹别人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以后也会受到反噬？若哪日本宫突然暴毙，也是自己技不如人。太后被狠狠一噎，瞬间无言以对。哀家身子不适，现在什么也不想说，你走吧。太后好好休息，别伤了身子。福仓拿到了，是拿了几张经文，就算他们发现东西少了，暂时也不会疑心什么。经文这东西毕竟不涉及机密，没人会怀疑到他们只是想要太后的笔记而已。你不妨猜一下，本宫要他的笔记做什么？属下愚钝，当真愚钝？若猜对了，主子可否给属下一些奖励？奖励？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居然敢主动索要奖励。福仓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贪心了一些。属下逾矩，应受重责。你可以先猜猜看，本宫会斟酌着看该不该给你奖励。主子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那必然不能让秘密当真埋藏于尘土。太后疼爱三皇子，如果由他给三皇子第一份密函，详细告知此事，三皇子定会深信不疑。福仓，你果然是个聪明。之前本宫说你是朽木，看来是冤枉了你。没冤枉，属下比不得主子英明睿智，棋艺上更是望尘莫及。主子若是苍天白鹤，属下就是地上一粒尘埃。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没，属下说的是真心话。你说的没错，有现成的刀，不用白不用。本宫正想着该用什么借口来除掉凤家和三皇子，林安城就递了把刀过来。本宫若是不接，都枉费了他临死前的一番苦心。主子英明神武，你想要什么奖励？属下还没想好。还没想好？今晚回去可以好好想想，于时不候。是，主子说要去探望五皇子的伤势，没有探望的必要了。50丈则要不了他的命，却足以让他在床上趴一段时间，伤好之后是生是死，看他和端妃的造化。这里没人，你也陪着本宫忙活了一天，坐下来喝杯茶吧。属下不敢。楚清皇漫不经心地抬头看他，福仓低着头站了片刻，恭敬地道了声谢主子，才乖乖地坐在了一旁。主子，主子可是想当皇帝？为什么突然这么想？属下猜的。贵妃和端妃覆灭之后，朝上还有皇后母子仅存，可是主子没理由替皇后母子铲除障碍。除了皇后母子之外，不是还有一个楚天灵吗？他是前皇后之子，比楚天阁的嫡子头衔更名正言顺，还多了个长子的优势。皇上应该不会让大皇子即位。为什么？大皇子势单力薄，登基之后容易受到朝臣掣肘，皇上曾经就面对过被朝臣掣肘的局面，所以他不希望下任帝王还是如此处境。所以大皇子基本不在考虑之中，除非他有逆天之能。你分析得很对，所以做一个英明睿智的皇帝真的挺难。得嫡时希望拥护自己的势力越大越好，登上皇位之后却又担心自己的辅臣势力太大难以掌控，尤其是有姻亲裙带关系的外戚势力，仗着从龙之功一飞冲天，风光显赫，最易迷失自我。
所以聪明人常说，荣华富贵永远跟风险共存。如果本宫真想自己做皇帝呢？属下誓死效忠主子，不惜一切代价扶主子上位。无需你付出什么代价，替本宫掌管好暗阁就行。是，本宫的确有这个想法，也正在往这个目标努力。主子一定能达成所愿。本宫自然是能达成所愿的，你用不着这么严肃。如果有朝一日，本宫突然恢复了以往的本性，暴虐无常，嗜血冷酷，动辄对你挥鞭子，福仓，你还会效忠于本宫吗？主子不会，不会的。不会什么？如果以后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本宫恢复了以往的性情，福仓，我命令你可以对本宫动手，哪怕杀了本宫。属下不会，主子也不会。万事皆有可能，本宫只是在告诉你最坏的结果。你想效忠的主子是以前那个，还是现在这个？以前那个，属下只叫他公主殿下，未曾称呼过主子。其实他知道两人是不同的。那天醒来之后的主子完全换了一个人，根本不是之前那个。虽然他无法解释，但是他知道是不同的。原来他早就知道了，果然敏锐。不过这样也好，不会无条件的于衷。虽然目前来说这个可能性很小，可假如本宫真的恢复了以前的暴虐性情，你记得保护好自己，不必再事事听从于他。即便真的失手杀了，也没人会怪罪于你。属下不能杀，杀了之后主子就彻底没了。福仓在，既然你还没想好要什么奖励，那本宫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想不想听？秘密？天色不早了，他们5个要过来一起用晚膳，晚上就寝时，本宫告诉你一个秘密，就当做是对你的奖赏。是，殿下，不好了，不好了！红羽这家伙又唱的哪一出啊？急掠而来的黑衣少年正是红羽，今日不知何故，竟换了一身黑色沉稳的装束，闪电般的掠至殿阶下。殿下，大事不好了！天塌了？天倒是没有塌，但是后院快要起火了。怎么回事？沈崇景和楚灵川起了争执，快要打起来了。如果你的表情能稍稍掩饰一下，别把兴奋表现得那么明显，本宫也许会相信你的说辞。有那么明显吗？确实有。宫里不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吗？那些老嬷嬷和太监们动辄大喊：“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外面天塌了，地陷了！”我寻思着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多，也想来过过瘾，看看殿下会不会跟着惊慌失措。谁知殿下如此镇定从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真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吃饱了撑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林家被抄了，林静继续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楚公子想把他的尸体丢去山上喂狼，沈公子想把他阉了送去甘泉宫。我觉得这2种方法都可行，着实不知道该偏帮谁。殿下觉得呢？你想向着谁就向着谁，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还需要来问本宫？这是打算半夜出去做贼？不是，殿下觉得我这身打扮好不好看？是不是显得特沉稳有气度？如果殿下喜欢穿黑衣服的，我以后就不穿红衣服了，我也改穿黑色。殿下是不是以后可以多宠宠我？福仓倏地攥紧了手，冷冷看着他。穿黑色是为了争宠？楚清皇沉默，他发现红羽争宠的决心还挺强的，而且韧性也足。然而等到晚膳时分，连楚灵川、温战、麒麟和沈崇锦统统换上了一身黑色长袍，难得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批量做好了几身黑衣，为了争宠也算是豁出去了。福仓全程沉默不语，其他公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林家已经没有了翻身的机会，虽然端妃母子并没有跟凤贵妃一样被降位，可失去了帝心，就等于已经失去了争宠的资格。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除了好好握着兵权之外，殿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秋后问斩时间长，变数太多，我觉得应该让林安城早些闭嘴。林安城掌握了不少秘密啊，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本宫已经交给了福仓，他活不过今晚子时。原来殿下也觉得他不该活着，那我跟殿下算是心有灵犀了吧，都想到一块去。3皇子逝世，5皇子也失去了宠爱，接下来皇后母子该登场了。皇后看起来是个聪明的女子，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任何动作，可见耐性不错。她是正宫，楚天阔是尊贵的嫡子，林家事了之后，应该很快就会有大臣在朝堂上提议立储，并让2皇子成为名正言顺的储君。3皇子和5皇子先后元气大伤，这个时候正是他的机会。用一句合适的话来说，叫做众望所归。他若错过，才是真的蠢。你们的想法呢？当然不能让楚天阔做储君，否则殿下所做的一切不就让他捡了便宜吗？我觉得此事可以让红羽出面。我？楚天阔眼下是最合适的人选，皇上一个脑热，说不定真就顺应民意立了储君了。红羽最近不是总想着争宠吗？我估摸着殿下这里也是没机会了，不如去皇后那里争一争。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做皇后的面首？美人计而已。你想让我死吧？太歹毒了，你真太歹毒了。沈崇姐，你怎能如此心肠歹毒啊？你就是想让我死，所以才如此算计我。皇后那么大年纪，我下不了口。
军营里还顺利？顺利。那几个宗室子弟也格外听话。晚膳结束之后，你们几个都随麒麟去经营巡查，今晚不必回来了。话音落下，在场几人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殿下，军营重地，应该不会允许我们这样的身份进去吧？你们不是早有准备吗？今晚的打扮正适合去军营。银甲军将士没见过你们，怎知你们是什么身份？你们随着麒麟去，如果人问起，就是因得罪了本宫，被罚充军。这个理由足以让所有人闭嘴。5位争宠不成反被充军的公子瞬间沉默不语，失算啊，彻底失算。不过殿下已经发了话，他们就算如何懊悔也来不及了，只能乖乖随着麒麟去军营打发时间。福仓，你当真不想掌兵权？不想。执掌暗阁，让暗阁所有人听从主子的命令，便是他的职责所在，没有其他的想法。你应该听说过东陵，天下最强国。属下有所了解。东陵以前是女皇掌权，摄政王辅政。不过满朝文武皆知，摄政王宠妻若命，舍不得他操劳，朝政大事几乎是他一手包揽。女皇陛下是个爱民如子的天子，性情温柔包容，所以摄政王治理天下始终以苍生为本。这天下应该没有哪一国的百姓过得比东陵安稳富庶。东陵兵马强壮，也是因为摄政王能征善战，治军严苛。东陵铁骑的强悍，今天下人闻之胆寒。主子以后也会成为东陵摄政王那般厉害的人。东陵女皇和摄政王已经退位了10几年。属下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东陵女皇膝下2儿1女，嫡长子登基做了皇帝，次子手握40万兵马大权，兄弟2人感情很好，相互信任，皆是彼此的后盾。暗阁隐卫除了武功厉害之外，还需要掌管情报，所以对各国情况都了解一些。东陵羽王听说过？听说过。羽国曾经是个小国，当年东陵吞并南越之后，夹在2国之间的羽国主动归顺。羽王还是羽王，不过是东陵的羽王，坐拥自己的封地和子民，以藩王的身份臣服东陵君王。新任羽王占若精通占卜算卦之术，能提前预知未知。东陵小公主刚出生时，他就算出公主命中有一劫。福仓，东陵公主今年17岁，跟你一般大的年纪。羽王曾经预言她活不过双10年华，并且会死于情劫。事实上，羽王占卜的倒也没错，但情劫什么的似乎不太靠谱，因为他尚未喜欢一个人就死了。死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猜到一些什么？东陵才是我的国家，当今的东陵天子是我皇兄，退位的女皇陛下和摄政王是我亲生的爹娘。我所有的至亲都在东陵，你在想什么？属下是西岐皇族隐卫，主子告诉属下这些，不怕属下泄密。你会吗？属下不会，永远都不会泄密。就算泄密也无所谓，本宫不在乎。属下不会。知道你不会，所以你应该明白本宫的意思。如果以后有朝一日那位暴虐无常的公主回来，你得保护好自己，不许再默默忍受她对你的折磨，听到了没有？是。殿下累了吧？我来伺候殿下。忽然一柄剑横在面前。福仓，你放肆！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靠近主子，否则视为意图不轨。殿下，福仓越来越恃宠而骄了，殿下就不能管管他？有事找我？我有个礼物要送给殿下，殿下一定会感兴趣。听说明天是太后寿诞，殿下还可以把这件礼物当成寿礼送给太后，太后娘娘一定会喜欢的。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殿下不要多疑嘛，人家就是想争个宠而已。你要送给本宫什么？一个殿下从未见过的宝物。不只是殿下，当今皇上、太后、娘娘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应该都没有人见过。穿的还是用的？都不是，哄人开心的。一只小小的宠物，拿来，本宫看看。从宽大的袖子里掏出一物，双手捧着，献宝似的递给楚清皇。一只通体雪白的小家伙。殿下威武，殿下威武！熟悉的声音回荡在耳畔。他会说话？他才6个月大，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不过他通灵性，我花费好大功夫才把他养得这么好。你养的？红羽邀功似的点头。他之前好像出现过，你怎么不早说？殿下也没问过我呀。倒也是，他只是问了福仓，而很显然福仓并不知道红羽悄悄养了这么一个小宠物。殿下说他之前出现过3次，但每次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这个小东西比较调皮，可能是自己偷偷跑出去的。殿下要是喜欢，我就把它送给殿下了。这是什么动物？灵兽，它会说话，能感应到一些危险，及时提醒主人。有时候也会很调皮，像小孩子一样。你为什么让我把它送给太后？这么精心培育出来的小灵兽，拿去送给太后？它会说好听的话，哄太后开心。宝儿，说几句好听的。太后万岁！太后万岁！重来！太后千岁！太后千岁！太后好美！太后好美！太后安康！太后安康！楚清皇表情诡异地听着小宠儿嗓音软糯的一句句蹦出来。这么可爱的小东西，你舍得送给太后？送给他也不代表就是他的，我就是觉得皇帝陛下的后宫太过无聊，一直以来跟潭死水一样，想让这个小家伙去给太后和皇后娘娘找点乐子。殿下可别小看了他，他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灵儿，给殿下说2句好听的。渣男，不对，重来！小仙女，
小仙女，殿下是个小仙女。楚清皇嘴角微微上扬，终于被这个小东西给逗乐了。福仓瞥见主子明显被取悦了的表情，眉眼微动，看了眼红于掌心的小宠物，的确挺可爱的，还会哄主子开心。楚清皇伸手接过那小东西，摊开掌心，看他乖巧的模样，难得好奇。你之前说话的时候都躲在何处？为何本宫看不见你？公主万岁！公主万岁！这是跟谁学的？红雨教的？雪白的小东西趴在掌心，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话说的有点多了，此时两眼迷蒙，有些困倦地看着他。不大一会儿，张开小嘴打了个哈欠，慵慵懒懒地蜷卧在楚清皇掌心睡着了。有话就说，莫不是被本宫的美色吸引住了？主子美在骨相，跟皮相无关。本宫全当你是在夸赞。不过本宫原本的容貌长得也不丑，以后若是有机会，可以带你去看看。主子是说带属下去东陵？本宫已经送了信给父王和皇兄，他们知道我在这边安然无恙，所以我暂时就不急着回去了，等这边的事情搞定了再说。是，主子原本的容貌也一定极美，比现在这张脸更好看。长公主殿下到了，亲皇来了，你几位皇兄被皇上叫去御书房训话了，一会儿就来参见太后。公主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有心了。空手而来，的确是有心了。众嫔妃神色各异，按道长公主现在正得圣宠，已经高傲的不把太后放在眼里了，给太后祝寿却不带任何贺礼过来。前几日孙儿得了一个小宠，觉得十分可爱。楚清皇从袖子里掏出乖乖蜷卧的小灵兽，今日作为贺礼献给太后，还望太后喜乐安康，万事如意。喜乐安康，喜乐安康，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太后惊奇地坐直了身子，目光诧异地落在楚清皇的掌心。方才是他在说话。哎呀，这是什么动物啊？太漂亮，太可爱了吧！我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小宠儿，以前只听说过鹦鹉会学舌，还没见过其他小动物也会说话的。太后千岁，太后千岁，太后好美，太后好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这个小宠物的身上。快给哀家看看！楚清皇把通体雪白的小灵兽放在他掌心。太后安康，太后安康。太后被他逗得欢喜。这么小的小东西，哀家还从未见过。它是什么动物？应该不是猫吧？不是猫。不过太后若是喜欢，可以把它当成是猫仔。太后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没见过除了鹦鹉之外的小动物会说话。哀家很喜欢这份寿礼，你有心了。楚清皇没说什么，转身寻了张椅子坐下来。七妹，这小宠是从何处得来的？看着很是稀罕。别人送的。皇上驾到！这是什么？母后什么时候养了个这么可爱的小东西？这是亲皇刚献给哀家的贺礼。皇上万岁，皇上万岁！是他在说话。是啊，神奇吧？哀家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小家伙。昨天朕还说亲皇是朕的贴身小棉袄，今日小棉袄就把太后也暖和上了。今日母后是寿星，皇后和各位嫔妃一定要好好哄着太后，让太后开心一点，给她睡软和舒服一点。太后放心，要不是他，我的母妃怎么可能会被贬为昭仪？玉灵怎么可能会突然受刺激而进城视察？连太后寿诞这样的日子，父皇都不愿意把他们放出来。等着吧，等我做了皇帝，一定要把母妃敬为太后，让今日在座的这些皇后妃嫔一个个通通去死！你才是个贱人，楚天意是个贱人，你才是贱人！话音落下，殿内骤然一片死寂。你说什么？父皇，是七妹在骂我。亲皇骂你，朕怎么没听到？太后和皇后怎么没听到？你当朕和皇后都死了吗？什么意思？刚才那个骂我的声音，他们都没听到吗？天意，坐下吃饭，胡说八道些什么？活该，活该！你给我闭嘴！是谁在装神弄鬼？给我滚出来！楚天印，你放肆！父皇，儿臣贱人，贱人！楚天印就是个小贱人，你才是贱人！楚天印站起身，转头四看，挥舞着双手。是谁给我装神弄鬼？楚清皇，是你对不对？楚清皇皱眉，目光冷冷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张牙舞爪的白痴。来人，三皇子突发魔怔，带出去重打30大板，朕都要看看他要发疯到什么时候。皇上，今天是哀家的寿辰。贱人，贱人！你给我闭嘴！闭嘴！闭嘴！我让你闭嘴，没听到吗？天意，他是在让我闭嘴吗？把他带出去，带出去打！马上给朕带出去！朕不想再看到他。都看着本宫干什么？今天是太后寿诞，就算有人对本宫无礼，本宫能忍，也会尽量忍着。况且父皇已经处罚了他，本宫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反正过了今天，楚天印的好日子就算是到头了。不知三皇子今日到底怎么回事？太后寿诞上也敢胡闹，这不是诚心给太后添堵吗？
臣妾多嘴，把方才长公主献的小宠给哀家拿过来。是。楚清皇方才献给他的小宠，此时正趴在绸布上睡得正香。他怀疑楚天印的异常跟这个小宠有关，可此时看着又不像。而且小宠方才说话时，分明所有人都听得见。如果是他在搞鬼，不至于只有楚天印一个发作才是。行了，拿回去吧。镇北王再过2日就到了，别把他打得太重，到时候又没法见人。楚玄义把三皇子送回禁军王府，命他反省，除了2日后镇北王来京可见他之外，不许楚天印再踏出王府半步，责令他闭门思过半年。半年？臣遵旨。秦皇，天印虽不知何故总针对你，不过你现在是长公主，可以不必与他一般计较。我没跟他计较。不计较是对的，兄妹之间哪有隔夜仇啊？秦皇，今日委屈你了，天印实在不像话，朕今天就不该让他来。父皇不用担心儿臣受了委屈，今日是太后寿诞，什么委屈儿臣都可以受下，只要别影响了太后和父皇的心情就好。儿臣下午还要去军营一趟，就不能在这里陪太后和父皇吃膳了。儿臣告退。秦皇呀，若真受了委屈，到军营里多练练身手，发泄发泄，千万别把下人都打死了。楚清皇嘴角一抽，父皇放心，儿臣心里有数。镇北王要来了，本宫打算让麒麟接管镇北王的封地。福仓微微一愣，抬眸看着他。这几日在军营里操练银甲军，只是本宫对他能力的检验。他确实有大将之才，有资格接管镇北王的封地和兵权。是，让麒麟接管镇北王封地和兵权，代表着位于皇城的银甲军还需要一位本领出众的武将。目前来说，除了长公主之外，还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所以楚清皇要经常去军营监督操练，让银甲军知道现在掌兵权的人是谁，他们应该听谁的话。殿下，麒麟进来行礼。殿下唤我。午饭吃了没？吃了。你父亲即将抵京，本宫有些事情要跟你商议。商议？殿下但有吩咐，麒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西岐从上到下，从世家到藩王，一路腐朽，急需整顿。你的嫡兄齐云，此番随你父亲一同进京，本宫想让你取他而代之，接管镇北王封地大权。除了齐云之外，父亲还有一个庶女齐兰，也被带了。你父亲想干什么？死了一个嫡女，想把庶女也利用上，以此来显示自己大度，博得帝王信任。方才殿下也说了，西岐从上到下，从世家到藩王，一路腐朽，他们从根子里就坏了，除非刮骨疗毒，否则根本除不了病根。正好，刮骨疗毒这种事情，本宫最在行。殿下，宝儿有没有立功啊？宫里今天是不是很热闹？楚清皇看着红羽一脸邀功式的表情，再想到失控发疯的楚天印，确实立了功。宝儿果然厉害，没白养他这么久。宝儿立功可以算在你的头上，你想要什么奖赏？让我侍寝吧。麒麟忽然被口水呛到了似的。你咳什么？没事儿，那个我先告退，殿下慢用。这么不惊吓。转头看向表情冷漠、充满敌意的福仓，饶有兴味的挑眉。虽然我只是个小小的侍军，没资格对殿下的隐卫指手画脚，但是我知道侍军的本分就是伺候殿下，偶尔争宠吃醋，哄殿下开心，这都是侍军这个身份允许的事儿。而隐卫的职责则应该是保护殿下，听候殿下命令行事。一个合格的隐卫，最起码应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该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但是很明显，你最近情绪波动太明显。扶桑，你不会是喜欢上殿下了吧？话音落下，空气倏然凝结，扶桑脸色骤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记着自己的身份，隐卫就是个隐卫，可以为主子生，为主子死，但是没资格跟主子谈感情。殿下，我也先告退了。话落，转过身，一阵风似的溜之大吉。楚清皇盯着他飞速离开的背影，眉头拧了又拧，转头看向福仓。吃饱了干什么？属下该死。为什么该死？被红羽说中了。你真的喜欢本宫？属下该死。虽然红羽说的有道理，作为一个隐卫，尤其是掌管暗阁的隐卫统领，本该喜怒不形于色，任何时候都不该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不过本宫可以对你宽容一二，允许你喜欢本宫。福仓身体一震，垂在身侧的双手不自觉的轻颤。本宫身份尊贵，容貌秀美，本领强大，气度不凡，你跟本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喜欢本宫也是正常。福仓表情微变，动了动嘴，似是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却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本宫允许你喜欢，起来吃饭，不用理会红羽说了什么。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只要是本宫默许的事情，你就可以走。红羽说的都是对的。福仓低眉琢磨，原来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喜欢主子，应该是的吧？他喜欢每时每刻待在主子身边，喜欢跟主
主子一起同桌用膳，喜欢听主子说话，哪怕只是吩咐他去办事，他也喜欢。他还喜欢跟主子闲谈，喜欢跟主子下棋，就算因为太笨被打手心，他也觉得很幸福。更喜欢每夜跟主子同床共枕，轻嗅着熟悉的气息入眠。那一刻，他离主子很近很近，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机会，只有贴身影卫可以。可是影卫喜欢主子，似乎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按规矩，该受最严酷的大刑伺候749日，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楚清皇端着茶杯的手微紧，目光抬起，看向眼前正陷入煎熬之中的福仓，忍不住沉思。熬刑749日，这是谁定下的规矩？杀人不过头点地，要是实在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惩治的手段重一些也就罢了，就因为喜欢一个人，就要被大刑折磨。你还吃不吃了？属下吃饱了。若是你真的喜欢本宫，那就好好的喜欢，不许轻易变心，不许再去喜欢其他的女子。属下不会。福仓是他的影卫，顺从他，忠心于他，继而喜欢上他，本就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虽说影卫不能有感情，但是有了感情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毕竟喜欢他之后，福仓就会更加忠心耿耿，心无旁骛的听话，忠诚就脱离了规矩的束缚，而变得心甘情愿。这种感觉应该挺好的。福仓，是。假如以后某一天你喜欢上了别的女子，砰的一声，福仓跪了下来，语气带着点慌张。属下不会。没让你跪。是。福仓抿唇，低着头站了起来，声音低了一些。属下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子。本宫说的是假如，不过只要这个假如的前提没有发生，并且你没有对本宫生出异心，我们的身份立场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本宫可以承诺让你一直留在身边，所以你不用胡思乱想。永远。可是主子以后还是要成亲的，一旦有了驸马，主子不会觉得我的存在是多余的吗？本宫不会有驸马，你不用担心。福仓蓦然抬眸，主子听到了他心里的话。你的情绪都写在脸上了，本宫要猜到并不难，以后不必为其他人说的话胡思乱想。本宫说要你，就会一直要你，本宫说合规矩，那就合规矩，其他人说了都不算。其他人说了都不算，福仓只听主子的。乖。福仓僵住，惊喜从天而降。去军营。心跳好像有些快，压下悸动，若无其事地走出大门，抬头看着翻身上马的楚清皇，主子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哪儿都让他折服。还愣着干什么？被本宫的气度折服了？福仓对上他戏谑的眸子，俊颜微热，连忙告了声罪，翻身上了自己的马。两匹马一前一后离开，不管楚清皇的速度是快是慢，黑色骏马始终落后一步距离，绝不超越主子半步。此时，我家貌美如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殿下，好像要被狼崽子叼走了。你在杞人忧天？你要相信我的直觉，你们几个加起来都不如我这里好使。直觉，你难道不是提前算出来的？红雨一默，托腮看着温战手里的书，若有所思。温公子是要考状元？是啊，必须是状元，不然对不起殿下给我的这个机会。万一考不到怎么办？我没想过这个，现在可以想想以死谢罪。以死谢罪倒是不用。这样吧，你要是考不到状元，心甘情愿听我们4个人使唤1个月就行了。此言一出，沈崇锦和楚灵川同时转头看了过来，温战嘴角微抽。4个人一起使唤？当然不是，是每个人使唤1个月。听说温公子不但学问做得好，算术也精通。恰好这段时间我对接了许多账本没看，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看账本吗？楚公子可真是找对人了，这2位都是看账本高手，绝对听楚灵川使唤。沈崇锦和温战的额头双双青筋暴起，他们若是把红雨丢进湖里，不知道殿下会不会治他们的罪啊？都不必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人家楚公子能不能看上你们都还不一定呢。真能得到楚公子青睐，拥有替他打理账本的资格，你们晚上睡着了都该笑笑，还做出这一副被迫接客的样子，不觉得虚伪啊？话音落下，气氛不由有些微妙。虽然在场的几个人已经早知道了楚灵川的身份，但一直都没有挑明。像今日这般悠闲自在的日子，以后怕是要不多了。镇北王来了，殿下的意思是让我掌管镇北王封地和兵权，如此一来，我跟镇北王嫡子齐云之间势必有一场战争。像我这般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只想过闲云野鹤日子的俊美公子，只怕也要被逼得不得不展露一些锋芒了。这一句话说完之后，效果立竿见影。与世无争、淡泊名利、闲云野鹤、俊美公子，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长公主殿下身份尊贵，本领强大，容貌倾国倾城，跟福仓身份不般配。福仓喜欢长公主殿下是正常的，毕竟方才你也说了，殿下身份尊贵，本领强大，一眼望去光芒万丈，任何一个男子喜欢上殿下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是啊，凤锦之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虽然我也觉得福仓的身份跟殿下不般配，但是拿他跟凤锦之
那样的货色相提并论，就有些不太合适了。也对，至少他比凤锦之身手厉害，能保护殿下，忠心耿耿替殿下做事。以前被打被罚被折磨，也始终一声不吭，不像凤锦之只会嗷嗷叫。还有他长得也比凤锦之好看。其他人点头，这个确实。你们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殿下要是喜欢他，你就算说出100个配不上，也无济于事。此言一出，花厅里瞬间安静如雪。你们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殿下要是喜欢他，你就算说出100个配不上，也无济于事。所以殿下到底喜不喜欢他？殿下强大无双，宏图霸业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感情只是锦上添花的玩意儿，什么喜不喜欢的根本就不重要。这只是你争宠没成功的酸话吧？你成功了。温战一噎，随即拿起来手上的书给他看看。本公子最近学业为重，虚伪。红宇，福仓跟殿下。红宇轻咳一声，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红宇公子未卜先知，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你直接告诉我，福仓和殿下有没有可能？天机不可泄露，别总是想套我话，擅自泄露天机，这受到天道惩罚的。本公子人美心善，风华正茂，还打算活得长长久久呢。走吧，各位闲着也是闲着，我找点事情给你们做做。军营里还有事儿，我得赶过去监督操练。虽然银甲军最近安分了许多，我还得随时过去看看有没有人偷懒，就不陪楚公子唠嗑了。告辞。殿下红鸾星动，我得去为殿下占卜一卦，看会不会有什么变数。温公子和沈公子若闲着没事做，眼下已经是6月，再过3个月秋闱就开始了，在下得抓紧时间回屋温习功课了。沈公子能者多劳，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楚公子的得力助手。楚公子啊，你不担心我们知道了你的身份之后去向朝廷告密？知道在下的身份？在下什么身份？沈公子有证据吗？证据好像还真没有，但是走吧，沈公子没有证据证明楚某的身份，楚某却对沈公子的底细了如指掌，所以接下来的半年里，还请沈公子多多配合楚某打理账务，尤其是年前的2个月非常忙，沈公子应该早点上手这些事务。其实我并不想要太大的权利啊，这应该不是你说了算，这天下没有谁是真正能做到随心所欲的，有所得就必然要有所失，规则平衡不可轻易打破。身为沈家庶子，你得到了这个身份本不该拥有的财富和相对的自由与权利，那么就该为此付出自己拥有的能力和能力之内所有能合理调配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给予你这一切的那个人加诸在你身上的所有合理调度与安排。合理的调度和安排，合理的标准应该是由我来定。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识务者为俊杰，他是嫌命太长了，才会跟眼前这只笑面虎抗争。太后派太医去了晋郡王府，是查出什么来了？经过身边内侍的提醒，太后顺理成章地开始怀疑是有人下毒。仁寿宫太监冯平，是他是太后心腹，他说的话太后大多会采信，毕竟都是宫里经历过勾心斗角还能侥幸存活下来的老人了，经验自然丰富，对后宫争宠的手段也都了解。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情跟后宫争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挡不住经验丰富的人往上面想不慎。不管怎么说，宫里这几天有的热闹，有人喜欢坐山观虎斗，本宫同样也乐得观虎斗，看他们谁能斗得过谁。若是能斗个2败俱伤，也省得他出手。是。头顶一抹灼热的视线笼罩着他，楚清皇抬眸看向福仓，福仓被抓包似的火速收回目光，低头做恭敬状。就算本宫长得好看，你也没必要这么小心翼翼的偷看。属下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偷窥本宫的花容月貌，不知该当何罪。楚清皇发现自己纵容他的后果就是这个家伙越来越得寸进尺，果然人的本性就是不断的试探底线，影卫也不例外。属下鉴于冒犯主子，该接受惩罚。什么惩罚？主子今天被楚天印吵得头疼，属下给主子按按。这算什么惩罚？主子是个人美心善的小仙女，属下油嘴滑舌，明明就不是红宇那张抹了蜜的嘴，非得学他甜言蜜语。是。本宫允你所求。是。本宫还没沐浴，去把本宫的寝衣准备好。是。身边有这么一个人的感觉其实非常不错，明明在外面强悍的无坚不摧，在他跟前却温顺的跟猫儿一样。撇开感情不谈，就这种反差就能让人产生一种很强的优越感，俗称虚荣心。楚清皇皱眉，原来自己也是个虚荣的女子。待楚清皇开始宽衣，他身体一闪，找了个角落待着。福仓谨守着非礼勿视的规矩，只用耳朵听声分辨着可能存在的危险。楚清皇靠着浴池，享受着被温水和花瓣包裹的滋味。沐浴结束，穿着一袭寝衣靠在床头，此时是福仓的沐浴时间。本宫记得你每天晚上睡着之后身体会特别凉，睡着之前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福仓跪坐在床上，属下不知。紧张？不紧张，只是多年来养成的下意识习惯使然，不能轻易让人近身。不过因为这个人是主子，所以福仓强迫自己放松
松下来，温顺的低眉。身体是凉的，虽然比睡着之后的冰冷体温要好一点，但是这种凉凉的感觉，你刚才洗澡用的是热水还是冷水？温水。楚清皇顿时起了玩心，先手还靠近他的心脏位置，指尖下的心跳咚咚咚不断加剧，福仓身体越绷越紧。这么紧张做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以后要慢慢习惯本宫的举动，不许抗拒。属下不敢。睡觉吧。是。本宫方才不是在非礼你，属下这条命都是主子的，就算主子非礼，属下也愿意。睡吧。是。大夏天你盖着毯子不热吗？属下不热。哦，不热就继续盖着吧。量身材质衣裳。是。楚清皇想到西院那几个穿得比权贵公子还好的几人，让人过来吧。是。皇后娘娘体恤长公主殿下最近为国操劳，命老奴来给长公主殿下量身裁制几身新衣裳。进来。站着由他们量身，反正是宫里出钱，谁还嫌自己衣服多了不成？至于皇后此番主动示好的心思，楚清皇自是心知肚明，这只是拉拢的第一步罢了。殿下，皇上的意思是给您后院里的那几位也顺便做几事儿，还请长公主殿下把几位公子都叫过来，老奴一并给他们量了身，回去好交差。已经派人去叫了，很快就来。是。福仓。是。站在那边去，让他们给你量一下。17、18岁的少年，生得挺俊，身段也好，身躯颀长劲瘦，周身蕴藏着一种强悍的力量。顾嬷嬷是宫中老人儿，眼前这少年看起来绝对不是个一般人，而且是个不可多得的高手。而且看他此时的表情，也绝不是后院弑君。正在被一群陌生人上下其手的福仓，身体僵硬地站着，强忍着把人一掌击毙的冲动，克制的表情看起来的确就是一副逼良为娼的模样。殿下，给这位公子做量身袍子可行？4套，黑色绸面做2套，袖口和袍摆绣一些暗色竹纹，暗红做2套，贴身里衣做2身黑色，2身白色，料子皆用绸缎。另外给他做4双靴子，颜色款式照着袍子配套的来。顾嬷嬷恭敬地听着，一一记下了他说的。殿下，我来了，参见长公主殿下。不知殿下找我过来是为了何事？楚清皇看着他身上已经洗得泛白的青衫，很想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件衣服。其他人呢？温公子在温习功课，齐公子去了军营，楚公子和沈公子出门去了。所以就你和温战2个人留在西院。是。长公主殿下后院里的这些侍军这么自由，是这些侍军不懂一点规矩呢，还是长公主对他们太过纵容了？皇后娘娘要给你裁衣服，你过去那边站着，让他们给你量身。裁衣？那个本公子喜欢红色，款式最好飘逸一点，穿起来有一种谪仙的感觉。红色的谪仙？红色的应该是妖孽才对。有人家这么美的妖孽吗？长公主殿下跟后院的侍军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反正不管是妖孽还是谪仙，本公子就要红色的，越飘逸越好。来吧，给本公子量身，一定要多做几身，料子用好一点的。若是能给本公子配上几道上好的玉佩，那就再好不过了。一个侍军不该有这么多要求，而且上好的料子和玉佩都是皇子贵胄的标配，区一个侍军没资格如此得寸进尺。可是长公主殿下没说话，顾嬷嬷也就没说话。她跟端妃娘娘身边的2位嬷嬷不一样，绝不在外面替主子树敌。长公主殿下，其他几位公子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几个不缺衣服，不用理会他们，给福仓和红允2人做就行了。是。不错，这2天没事多练几遍，练熟了之后就可以融入内里，使之成为可以伤人的阴刃。殿下，宣王府令人送来的请柬，请殿下明日过府赏。本宫知道了。一子告退。宣王妃邀请本宫明日过府赏花。福仓，皇后母子开始拉拢本宫了。自打本宫上次参加过流觞诗会之后，许久没曾赴过诗会茶会了。你想不想去？主子若去，属下就去，没有喜不喜欢一说。皇后能稳坐深宫这么多年，证明她绝不是冲动之人。宣王妃是她的儿媳，皇后必然已经提点过。从早上顾嬷嬷的言行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相当守规矩。福仓，你觉得皇后会如何笼络本宫？属下不知。你可以猜猜看。主子后院已经有了5个讨人厌的家伙，再多就该人满为患了。5个讨人厌的家伙，天下男子莫不希望3宫6院左拥右抱，别说跟美人一起游玩赏乐，便只是看着这么多美人在眼前晃荡，也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怎么会讨人厌？本宫虽是女子，可打破世俗的事情做了也不止1桩2桩，倒也不介意学那些权贵男子们来个3宫6院，美人在怀。毕竟孔老夫子都说了，食色性也，人爱美的天性不该被压制，否则对身体不好。你说呢？属下觉得人多了就烦，很烦。烦什么？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特别烦。是吗？主子是做大事的人，不该沉迷于儿女情长。
堂，不该受美色蛊惑，应该……福仓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声音虽小，却理直气壮。应该意志强大，摒弃所有诱惑。万一有图谋不轨之人利用美色诱惑主子，后果定不堪设想。所以，可是世人皆知，本宫喜爱美色。本宫若突然间表现得坐怀不乱，意志坚定，对美色无动于衷，是不是会让人生出怀疑？好像也对，可是。镇北王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去了禁郡王府，皇后和宣王夫妇的动机你猜不出来，那不妨猜一猜楚天印接下来能做什么。楚天印一定会趁机拉拢镇北王，并许给他足够多的好处。不过楚天印太蠢，他所有计划都是异想天开。镇北王若真的加入他的阵营，只不过是楚天印在黄泉路上拉了个结伴。洪公子，本公子什么时候姓洪了？你姓什么？本公子当然是姓啊，本公子姓什么？凭什么告诉你啊？好像谁的姓氏是个秘密似的。西院住着的5位公子，除了宏宇之外，都是知根知底的。我是镇北王的庶子，温战是温家庶子，沈崇景是沈家庶子，唯独宏宇至今身份不明。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潜入长公主府是图谋不轨。你们一个个都是庶子，还好意思说话？本公子是正儿八经的嫡子，跟你们不是一类人。要不要揍？这孩子最近特别欠揍。殿下最宠我，你们敢碰我家试试？言归正传，薛王妃虽是给我们发了请帖，但我觉得人家并不是真心欢迎我们前去，而且我们的身份也实在不适合大张旗鼓的去做客。你们觉得呢？其他人一起点头，他们有理由怀疑宣王府之所以候补了5份请帖邀请他们一起过府，完全是因为上一次他们跟着殿下去凌家做客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以至于各大府邸都心有余悸。我跟殿下去吧，你们留在府里看家，该读书的读书，该去军营的去军营，该看账本的去看账本，都不用跟我争。谁跟你争了？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嫉妒还是不服？镇北王刚刚离开禁郡王府，两人在书房里密谈了一个时辰。都回去休息吧，别杵在这里碍眼。碍眼？他正要抗议，其他几人已经齐齐行礼告退，并由麒麟和沈崇锦一人提着一只肩膀，把宏宇硬生生拖了出去。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麒麟、沈崇锦，你们放肆！放开我！放开我！宏宇这性子跟他父王比较像，但又不完全一样。至于他母亲的性情，他是完全没有遗传到1分1毫。福仓欲言又止，你想问什么？宏宇是禹王唯一嫡子，他的母亲早年是我母皇身边的女护卫，也是暗卫营出身，为人冷漠寡言，比冰山还冷。他们的婚事还是我母亲一手撮合的。如此看来，宏宇这讨人厌的家伙与主子的关系显然比其他几人更亲近。不过我以前一直随爹娘住在苍云山上，每年回东陵皇宫住一段时间，宏宇则一直待在禹王封地上，很少去东陵皇城。他这般欢脱的性情，能忍住不闹事儿，大概是待在家里闭关修炼了。宏宇小小年纪却有一身深不可测的本事，可见本性并不是个贪玩之人。主子在山上也是练武。我父王很厉害，起初他亲自授我武艺，后来我慢慢领悟了之后，就跟山上的高手们一起切磋，就像你以前在暗阁里跟其他人厮杀对决是一样的，同样要过5关斩6将。不过本宫跟他们对决点到即止，不会杀人。主子还擅长御兽。苍云山上有密林，密林里多猛兽，他们一直就跟本宫玩得很好。主子真厉害，跟那些凶残的猛兽都能玩得很好。跟动物做朋友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你学不会的，所以本宫没打算教你。属下也学过。你学的不一样。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睡吧。怎么？属下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了？本宫是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耽于美色。福仓一时无语。虽然你是影卫，不过这张脸生的是真不差，夜夜跟本宫同床共枕，万一本宫哪日把持不住，把你非礼了怎么办？福仓闻言，耳根忍不住又染上了红晕。他想说被非礼也愿意，可是傍晚他自己说过的话，此时还言犹在耳，好像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别胡思乱想，睡觉。是。我让人带这2位公子去东院吧，我家王爷正好在家，男人自有男人们的招待，殿下觉得可否？你们俩要不要去南客那边落座？我不去，我想跟殿下待在一起，属下也不想去。男女授受不亲，还是分开比较好。既然男女授受不亲，你为什么要给我发请帖啊？我根本不想来的，要不是你发了帖子给我，本公子这会儿正在家里荡秋千呢。话音落下，人群中不知是谁忽然扑哧一声。你笑什么？好笑吗？我方才没克制住，不是故意笑你的，公子别生气。宏宇倒是不生气，但是宣王妃的脸色似乎有点绷不住了。荡秋千，楚清皇这个男人婆居然喜欢这么娘娘腔的男宠啊！长公主殿下过去落座吧，2位公子想跟着就跟着，诸位贵女想必都能理解，今日一定让她非死不可。皇后娘娘自以为聪明，想让自己的儿媳妇来拉拢长公主，以为这样就能让她的儿子顺利的登上储君之位。哼，想得美！如果今日楚清皇这贱人死在宣王府，不知道皇上会不会把宣王府从上到下全部打入死牢。凤姑娘，殿下，
不知殿下有何吩咐？如果本宫让你自己掌嘴，你会反抗还是照做？长公主殿下，本宫在问你话，你是反抗还是照做？臣女不敢反抗。他就不信了，楚清皇无缘无故就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刁难他。本宫猜你也不敢反抗。既然如此，自掌10个耳光吧。长公主殿下难道还在记恨凤家？凤家跟宣王可是死对头。宣王妃今日把凤婉月叫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给长公主发现。楚清皇端起茶盏送到嘴边，动作微顿，轻轻嗅了下茶水，随后不动声色地啜了一口。哎呀，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想先行告退，还望王妃和长公主殿下允许。身子不舒服，怎么了？可需要大夫过来看一下啊？不用了，多谢王妃好意，我先告辞了。诸位玩得开心一点。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少年的惊呼：“殿下！”楚清皇忽然抬手捂着心口，眉头紧蹙，一缕黑色的血丝从嘴角溢。红雨急速地塞了颗丹丸在他嘴里，贵女们瞬间大惊失色。长公主殿下，这是怎么了？殿下中毒了？这怎么可能？谁下的毒？来人，快来人！马上去请太医，立刻，快点！扶风、扶影，看住湖畔花亭。今日到场的人，一个不许离开。凤婉月正要离开，忽然面前窜出2道人影，请留步，主子。长公主殿下，您没事吧？差一点，只差一点我就可以走掉了。为什么楚清皇的毒发作的这么快？阿赖不是说中毒半个时辰才发作的吗？殿下，你没吓我！殿下，公子先别着急。我告诉你们，殿下要是给我3长2短，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统统都陪葬！来人，立刻进宫禀报皇上，就说长公主殿下在宣王府赏花时中毒，情况危急，命在旦夕。不可！为什么不可？公主殿下难道不是你邀请过来的？喝了宣王府的茶，殿下就中毒了，难道跟你宣王府脱得了干系吗？你说不可就不可，万一长公主殿下有什么闪失，你担得起责任吗？王爷来了，都让开！现在人等都闪开，让陈大夫给七妹看看。今日长公主殿下这毒，不管是谁下的，本王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在事情尚未查出一个结果之前，委屈各位在这里先等着。长公主殿下中的乃是断肠草，见血封喉，毒性极烈。好在有解毒丹，及时解了大部分的毒性，与性命无忧。只是身体难免有所损伤，需要开几贴药，清除余毒，再卧床休息，好好调养一段时日。把今日负责茶水的侍女全部控制起来，厨房所有经手过烧水的厨子、厨娘也都看住了，不许任何人离开。本王要一个一个审问。哎呀，王爷不好了，不好了！负责茶水的阿香投井自尽了。殿下，您醒了。殿下，主子，我们先回去。两位不用担心，这是解毒丹的功效。长公主殿下把淤积在肺附近的毒血吐出来，就无碍了。对了，方才是谁给长公主殿下服的解毒丹？怎么了？解毒丹只有1颗，给长公主殿下服了就没了。你千万别问我要，要也没有。小公子误会了，如此珍惜昂贵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随意开口？我想问的是解毒丹，可是小公子自己做的。今日你可是救了长公主殿下的大功臣，禀到皇上面前，皇上也得下旨赏赐你呢。你随身带着解毒丹？怎么？我带着解毒丹怎么了？我家长公主殿下位高权重，嫉恶如仇，手握大权，难免得罪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中了小人案算了，我不能随身携带解毒丹吗？你放肆！你才放肆！殿下在宣王府中中了毒，宣王心里没底，怕牵连到自己，所以想了个贼喊捉贼，或者说这毒就是宣王下的，想要置我们殿下于死地。王爷，当务之急是先确保长公主殿下安然无恙，然后控制局面，并立即派人进宫，把此事禀报给父皇，让父皇来决断。千万不能跟楚清皇对着干，哪怕他要仗势欺人，也必须忍着，不能被激怒。况且楚清皇在宣王府中毒这事，他暂时还脱不了关系，闹大了对他也不好。王妃说的对，我先带殿下回去。不行，本王派人护送七妹回去，你们2人留下。宣王是怀疑我们给公主下毒，你脑子有问题吗？楚天阔脸色一变，忍不住又要震怒。王爷，他们都是七妹的人，应该没有嫌疑。回去好好照顾七妹，稍后让太医直接去长公主府，若有其他需要，随时跟本王说。福仓抱着楚清皇走了出去。今晚天黑之前，希望宣王能给我们一个交代。若查不出下毒之人是谁，那么我们会认为凶手就是宣王。丢下这句话，红雨冷冷看他一眼，举步离开。一个小小的男宠也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你王爷，他不是寻常以色示人之辈，王爷暂且不可与他为难。怎么说？他的轻功很厉害，来历定然不同寻常。一时竟觉得楚清皇的后院卧虎藏龙，深不可测。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我不是交代过你，所有呈上来的茶水挂骨必须由可靠的人负责，别让太多人经手吗？其实已经仔细的交代过了，没想到还是有疏漏。王爷放心，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暗中下毒之人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好在现在七妹无碍，不然父皇那边我们都没法交代。本王好心邀请七妹过来做客，反而差一点酿成大祸，凶险真是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啊！长公主殿下中毒一事非同小可，父皇若是追究下来，今日在场的谁都脱不了干系，所以暂时只能委屈诸位先留下，待我们查明真相，各位自会
完好无损的离开这里。听王妃安排。就算要将计就计，应该让我来嘛。殿下何必亲自遭这犯罪呢？你的分量能跟本宫相提并论。好吧，殿下说的都对。长公主殿下在宣王府中中毒，和长公主的男宠在宣王府中中毒，传到皇帝耳朵里，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震怒程度。不是，我觉得皇上震不震怒都不重要，反正殿下素来行事无所顾忌，只要查出是凤家嫡女对我下毒，殿下同样有借口去查抄凤家。殿下之前都为温战冲冠一怒过，这次也可以为我冲冠一怒嘛？人家还想被殿下好好宠爱一次呢。福仓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你看我干什么？只许你抱着殿下，就不许我争宠啊？此言一出，车厢里气氛瞬间微妙起来。这要是放在寻常女子身上，除了以身相许，还有别的路可选吗？虽说长公主殿下早就视名节为无物，情况特殊之下被抱着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原本小事一桩，被红雨一口道破之后，感觉却显得有些不太一样。福仓抿唇沉默，目光悄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手，忍不住有些怀念方才的感觉。楚清皇漫不经心地瞥他一眼，淡道：安阁已经去宫里通报消息了。是。福仓回神，恭敬地点头。皇上此时应该也得到了消息了。楚清皇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红雨先下车，使出你的看家绝活，嚷得越大声越好。殿下放心。福仓，报本宫进府。是。殿下，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怎么活啊？皇帝脚步一顿，殿下若有事，我绝不多活。殿下，求求您不要丢下我，我不能没有殿下。我发誓，我以后吃斋念佛，日为殿下祈福，只求殿下不要丢下我。殿下若走了，我宁愿殉葬。我也是，我要给殿下报仇，报完仇再追随殿下而去。皇帝脸色微变，不是说亲皇无爱了吗？怎么一个个连殉葬都想到了？皇上驾到！寝殿内哀凄哭泣的声音戛然而止，像是齐齐被人捏住了嗓子似的。紧接着就是呼啦啦的参拜声。参见皇上！皇上万岁！太医，长公主情况如何？回禀皇上，方才臣等轮流给长公主殿下切脉，暂时可以确定公主已经脱离危险，只是体内还有些余毒需要清除。臣会开一些药给公主服用，接下来只需好好静养，想来应该不会有大碍。秦皇，你感觉怎么样？儿臣没事，父皇不用担心。此事朕定会让人查清楚，查到凶手绝不轻饶。光天化日之下，胆敢对长公主下毒，简直胆大包天，不知死活。陛下息怒，长公主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平安健康，绝不让那些奸猾小人得逞。这2天一定要好好休息，其他事情先放一放。下毒的凶手会派人去查的。楚清皇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殿下，我不能没有你。旁边4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到他脸上，还演上瘾了。殿下，我这番真情流露，表现得怎么样？去戏班子里应该能混口饭吃。凭我这姿色、这身段，还有这演技，当个台柱子不成问题吧？殿下，毒是凤家嫡女下的，她胆子不小。楚清皇服下丹丸，淡道：她不是胆子大，而是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殿下，此事需要我们插手吗？不用，让宣王夫妻自己去查，最好忙得让他们焦头烂额、天昏地暗，以后别来打扰本宫才好。殿下不借着这个机会把宣王府也拉下水？还没到时候。虽然宣王妃为人也并不讨喜，不过目前来说，这对夫妻还没有做什么让本宫厌恶的事情。殿下这话说的有失偏颇。宣王妃当众给殿下献上美男，原本想表演一出谪仙献舞，可惜功力不到位，出了个大糗。这样的事情还不够让人厌恶吗？他们自己爱出洋相，关本宫什么事？本宫没兴趣关注这些。可宣王妃想给殿下献美男是真的，人家不高兴吗？你不高兴？你跟荣王府的小郡主不是挺聊得来的吗？荣王府的小郡主，4双眼睛齐齐看了过来，带着一种听话本子的兴奋。小雨儿不会是要红杏出墙了吧？别忘了，你可是殿下的侍君，若敢在外面跟别的女子勾勾搭搭，不守妇道，就算殿下不惩治，我们几个做哥哥的也是要给你立立规矩的。第一，我对那个小丫头片子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家年纪这么小，一心扑在殿下身上，怎么可能对别的女子感兴趣嘛？众人嗤笑。第二，你们别在我面前逞什么哥哥的威风，我可不怕你。真以为本公子是纸糊的？不是纸糊的，那小雨儿是什么做成的？别动手动脚，本公子是灵童转世，你们还不赶紧跪下膜拜我？众人嗤笑声越发明显。所以你认为案子可以结了？看似合情合理，但是臣和潘大人都认为还不能结案。为什么？阿香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她手里的剧毒从何而来，还是个谜。你们不是审问了跟她住在一起的侍女吗？是，但这个问题无人知道。宣王妃一向有贤德之名，却连一个庶子都容不下。虽说这件事更大的责任在宣王，但正是因为宣王妃一碗堕胎药，导致阿香怀恨在心，被人利用，才造成了今日这个
个局面，但口供呈到御前，宣王妃的贤德之名只怕要受些影响。继续查，楚玄义，本宫不妨告诉你，下毒的主使者就在那些贵女之中，但是如何去查，怎样找到证据，是你跟潘大人的事情。贵女，本宫在宣王府中毒，宣王夫妇也脱不了干系，他们二人也有责任洗脱嫌疑，你明白本宫的意思？是，臣告退。这位楚师子是个识时务的，西岐皇族居然还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在，倒是难得。18岁就有18岁的样子，别太过老成，当心找不到媳妇儿。殿下觉得这位世子和大理寺联手查案，还需多久能把真相查明？凤婉月指使宣王府侍女阿香下毒，定然不是亲自去接头，她是凤家嫡女，身份太惹眼，只要有一个人看到，就百口莫辩。殿下说的对，所以他应该是安排了自己最信任的人去找阿香，且这个还能说服阿香，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把他找出来，真相就能大白了。至于如何去查，这是宣王府和潘大人的职责范围。这药不苦，虽说良药苦口，但是给殿下熬的药，属下会尽量选择一些不太苦的草药。你之前喝的药苦不苦？福仓摇头，还好。这影卫究竟有何特别之处，竟能让自家公主殿下对他如此的另眼相看？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你生意都忙完了？还没。殿下好好休息，属下先告退。哎，殿下红鸾星动，不服也没办法呀。福仓，宣王府的事情你不必理会，本宫心里自有计较。是。主子的意思是不必半夜前去杀人，反正凤家已蹦跶不了多久。本宫给了楚玄义提醒，他只要往凤家一查，就能查到线索，最多明日一早就能真相大白。本宫想看看凤相会是什么反应，楚天印和镇北王又会是什么反应。查出风婉月，主子可要去抄家，属下把证据和人手都提前准备好。本宫刚中了毒，元气大伤，需要静养，抄家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证据全部整理好，稍后送给宣王，就当是本宫送给他的人情。是。殿下，好消息，好消息！福仓直朝红宇骤袭而去，红宇急速后退，气得哇哇直叫。我不是刺客，我有要事要禀。福仓，退下。福仓冷冷看了一眼越来越没规矩的红宇，不发一语的退至床边站着。我怀疑你就是想公报私仇。福仓没理他。宣王府那边查到了真相，速度挺快。查到了，殿下一定猜不到是谁帮了大忙。你在吊本宫胃口？不是，人家只是觉得西岐蠢货太多，让我无用武之地。说重点。重点就是楚天印大义灭亲，的确挺蠢。我怀疑他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了。以前恨不得跟凤家捆在一起的人，现在有了镇北王，就把人一脚踢开了。不但一脚踢开，还得置于死地。要说翻脸无情啊，西岐皇族这些皇子们，一个赛过一个，都不是好东西。本宫知道楚天印想干什么，殿下知道这件事，你不用理会，回去休息吧。红宇视线落在福仓身上，打量了好一会儿。福仓冷冷地看着他，还有事儿？没事儿。看什么？他应该是看出来了。看出什么？属下衣衫不整，还睡在了主子床上。所以你担心什么？会影响主子的名节。原来本宫还有名节这种东西存在。福仓沉默不语。既然知道会影响本宫的名节，你还继续赖在本宫的床上？福仓低头，指尖抠着床褥。怎么不说话？哑巴了？福仓默默抬头看他一眼，又默默地把头低了下去，依然沉默。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属下该死，属下知错，今天怎么突然成了哑巴？属下不是哑巴。你在反驳本宫？属下不敢，属下已经是主子的人了，旁人无权智慧。属下不怕影响主子的名节，也不怕被人发现什么。属下的身体被主子看过了，摸过了，主子应该对属下负责。最后2个字说的低弱文明，不知是心虚还是害臊。若不是楚清皇耳力敏锐，只怕都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负责？主子摸过属下的脸，还非礼过属下，所以本宫就要对你负责。如何负责？寻常说到这样的话题，都是男子对女子负责。一般负责的意思就是娶了对方，还从未见过有女子要对男子负责的。难道要我嫁给主子？那不就是驸马？我身份卑贱，难有资格成为主子的驸马？难道要做主子的侍君？主子对后院那几个侍君并未有过亲密的举动，如果我做了侍君，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要不还是继续做主子的贴身影卫？只有贴身影卫才能跟主子形影不离，还能仗着身份阻止其他男子靠近主子。主子虽然有这么多侍君，可从未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亲密的举止，而且晚上只有我可以睡在主子床上，主子只捏过我的脸，是非礼过我。属下方才口无遮拦，请主子恕罪，就当属下在抑郁。福仓，你以后会一直听本宫的话。会。失教，本宫暂时还没有成亲的想法。若以后本宫想成亲了，就索性娶了你，让你当驸马。福仓身体一僵，整个人像是忽然被雷劈到了一样，良久无法做出反应。傻了？主子说什么？楚清皇没说话，就这么平静地看着他。主子，属下方才可能听错了什么。你没听错，本宫说暂时还没有成亲的打算。若以后有了这个想法，就娶你做驸马。属下身份卑微。你的意思是不愿意？不是，属下不是。既然愿意，就闭嘴睡觉。是。当今皇帝不是先帝亲生子，楚天印知道了这件事儿，偏执而可笑的
认定自己是正统，他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推翻皇帝，自己坐上那个位置。是，凤家原本是楚天印最得力的后盾，楚天印所有的希望都在凤家，但那封信牵扯出皇帝和凤昭仪的身世之后，凤家却成了楚天印心头的一根刺。你明白本宫的意思？主子的意思是，楚天印有篡位的想法，但是他又担心揭发皇帝身世之后，反而会让凤家改变立场，成为皇帝的后盾。本宫甚至怀疑风婉月指使阿香投毒，本就是楚天印的计策。事发之后，他命人暗中揭发，进而达到更快除掉凤家的目的。属下明日就去查清真相。不用，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必浪费精力。楚天印正在死路上加速前行，我们安静的旁观就行。是。来人，凤家嫡女指使宣王府侍女试图毒杀长公主，以嫁祸宣王，证据确凿，罪无可恕。即日起剥去凤相一营官职，全家打入天牢，3日后发配边关，凤家子孙永世不得返京。又是血雨腥风的一晚，人人噤若寒蝉，皇城内风声鹤唳。楚清皇以身体不适为由，在府里休息了数日，依然是每天早起练武，活动活动筋骨，教扶仓抚亲。不过这种安宁静谧的日子注定短暂。镇北王要见麒麟，本宫的弑君岂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那属下去回了他，去告诉他，长公主府规矩森严，不得本宫允许，弑君不得随意出入长公主府大门。镇北王要想见自己的儿子，让他亲自来。是，让你停了。扶仓一凛，连忙专注心神抚琴，修长手指拨动着琴弦，气流涌动，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齐公子请喝茶，我想见长公主。已经让人去通报了，请齐公子稍等片刻。那你先让麒麟过来见我，我是他的兄长。不得长公主允许，弑君是不可以擅自离开西院的。请齐公子恕罪。不必用这样的理由来应付，我已经听说了，麒麟经常去西山军营替长公主殿下操练兵马。有这样的事儿？稍后我去问问。麒麟现在何处？我马上去帮齐公子问问，好好招待齐公子。是，这一走就再也没回了。齐云一个人坐在厅里等了半个时辰，茶水换了一盏又一盏，等得他耐心尽失，忍不住就要发脾气。齐公子，我家长公主殿下在西院花厅，吩咐婢子带齐公子过去。齐云压住火气，走吧。他倒要看看一个15岁的小丫头究竟有怎样通天的本领，竟敢如此的狂妄。殿下，齐公子来了。陈齐云参见长公主殿下。好美的少女，原来这就是皇族长公主楚清皇。你那对招子不想要了？长公主殿下，陈齐云镇北王之子，今日特来拜见殿下。免礼。听说你要见麒麟？是，臣确实是，也不完全是为了见麒麟。你就是麒麟的兄长，容貌不如麒麟，气度不如麒麟，看起来也没麒麟顺眼，着实让在下有些失望。果然应了那句见面不如闻名啊。齐云表情瞬间僵住。作为一个臣子，你方才看公主殿下的眼神实属放肆。本公子真想把你那对招子抠出来，用来泡酒正合适。这些卑贱的弑君居然敢如此跟他说话，简直尊卑不分，没一点规矩了都。麒麟，你不认识我了？齐公子方才不是已经正式的自我介绍过了？镇北王嫡子齐云，在下略有耳闻。噗嗤，红宇没忍住笑出了声来。我们也略有耳闻。齐云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麒麟，真是胆子大了。当着长公主殿下的面，齐公子这威风耍得真是不错。你是谁？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你觉得本公子是谁？稍微有点脑子都猜得出来。这意思是齐云根本没脑子呗。红领闪电般腾空而起，飞来一脚直踹向齐云胸口。公子你怎么样？方才已经提醒过你，那对招子要是不想要了，本公子不介意把他们抠下来泡酒。淡定。扶仓目光微落，对上楚清皇平静的眸子，缓缓松开攥紧的双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随便杀人。方才要不是红宇及时出手，他差点儿。扶仓敛了杀气，镇北王嫡子虽该死，但不该在这个时候死，更不应该死在长公主府。他不能给主子添麻烦。不用装死，本公子根本就没使什么力气。齐云方才那一下摔得可够呛啊！你一个16岁小少年击飞一个看起来比自己强壮的多的成年男子，居然还说没使什么力气，谦虚也不是这么用的吧？我怎么了？你想跟本公子切磋？你给我等着！我今日怀着敬意来拜见长公主，却被你一个小小的弑君打伤，此事我一定会让皇上知道，看你稍后如何交代。说着朝楚清皇行了个礼，就要转身离开。走出去几步没人说话，又走出去几步还是一片安静。齐云止住脚步，转头看向花厅方向。你现在跪下给本公子赔礼道歉，本公子只抽你一顿鞭子就可以放过你，否则告到皇上那里，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跪下给你赔罪，你先问问我家殿下同不同意。你以下犯上，还敢扯上长公主？说到以下犯上，齐公子应该先检讨检讨自己。作为臣子，一个劲儿的盯着公主殿下看，视为不公；作为男子，一直盯着女子看，视为无礼。你对长公主殿下冒犯无礼在先，还敢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
我只是倾慕长公主殿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因长公主殿下生得太美，我不小心失神，并非有意冒犯。君子，你可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我乃堂堂镇北王嫡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让你骂我！茶盏直接砸中了他的脑门。殿下，他居然骂我！你给我等着！我要进宫告御状，我一定要进宫告御状，对我动手！齐云被2个护卫搀扶着，狼狈地离开了长公主府。麒麟，你这兄长好像不太聪明，比你差远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风雨，干嘛？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维护殿下。那癞蛤蟆居然敢打殿下主意，简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也没说你是为了帮我呀。殿下，我们人多势弱，不怕他。就算他告到皇上面前，我们也坚定的认为是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先，皇上不会是非不分的。本宫没说怕他，你想象力挺丰富，还人多势众。我就是觉得殿下有这么多侍军，不宠白不宠。您看关键时刻还得我们上阵，旁边那个沉默寡言跟哑巴一样的扶仓，除了拔剑就是拔剑，一言不合就杀人，不帮倒忙就不错了。殿下能指望他什么？齐云是谁呀？那是镇北王唯一的嫡子，宝贝疙瘩似的。今儿若直接死在长公主府，那不得闹翻天呢？除非皇上打算收回镇北王兵权和封地爵位，否则势必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到时镇北王逼下，谁动手谁出去受死，真是没脑子。扶仓，是听到没有？红雨嫌弃你话少，一言不合就杀人。属下知错。殿下，独宠一个人没什么好处，还是雨露均沾来的好。人多阵仗大，谁来都不怕，还挺押韵。殿下不考虑考虑吗？你这意思是，本宫要是不宠你，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叛主离去了。人家哪有那个意思？殿下，闭嘴！你们几个收拾一下，稍后随本宫一起进宫。殿下这是独宠扶仓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无耻的家伙居然靠着近水楼台的优势抢占了殿下的宠爱。早知道我也做影卫去了。小雨儿，别说傻话，你吃不了影卫的苦。谁说的？我说的。你要是不信，改日征得殿下同意，让扶仓带你去影卫训练营见识见识，只怕看完回来你会3天吃不下饭。殿下不会真的喜欢上扶仓了吧？殿下本就不是个话多的人，扶仓更是冷得像块冰，半天冒不出一个字来。殿下跟他在一起，我想象不出来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你想象不出来，因为你不是殿下。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就会明白没什么是天生合适的。殿下喜欢的就是合适他的，不喜欢的就算所有人都认为般配也没用。楚公子看起来挺懂这些，纸上谈兵罢了。好在殿下身份尊贵，就算真喜欢上了他也没什么，反正殿下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这世上还没人够资格管殿下喜欢谁想要谁。你这话故意说给我听的？你别假戏真做，要是真喜欢上了殿下，到时候收不了场，为情所伤的人只会是你。别总动手动脚的，我又不是小孩。行了，都各自去收拾一下吧，稍后进宫注意规矩，别乱嚷嚷，让人看笑。父皇召见儿臣，是为了镇北王嫡子一事。秦皇齐云说他在你长公主府被人给打了，且还是穿红衣服的少年打的。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儿臣没什么可说的，齐云被打是事实，不过儿臣觉得这只是一点无伤大雅的争执。无伤大雅的争执？长公主殿下为了维护自己府里的人，话说的这么轻巧，难不成齐云额头上的伤是假的？镇北王是在质疑本宫的话。臣不敢质疑长公主，但齐云头上的伤有目共睹，此伤若是长公主动的手，合不合理，臣也就不说什么了。可一个弑君以下犯上，难道不该被重重惩罚？皇上，我有话说，我可以替自己辩解。没规矩，齐公子大逆不道，对长公主殿下冒犯无礼在先，还口出狂言，我一时没忍住才动手的。而且我就是随手抄起桌上茶盏，没以为真的能砸中他，谁知道齐公子反应那么迟钝，连躲都不知道躲，让人不由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想苦肉计来陷害我。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根本不曾冒犯长公主。你就是冒犯，我对长公主一见倾心。放肆，胡说些什么？本子就是喜欢长公主殿下，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吧？他居然就……你2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殿下看，一点规矩都没有。若是殿下当真与你计较，我抽你100鞭子都是仁慈。简直信口雌黄，倒打一耙。你以下犯上是事实，殴打王侯之子也是事实。按照律法，应该杖责50起步。就算你花言巧语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也不能抵下犯上的事实。求皇上给臣做主，给云儿做主。臣以为镇北王不必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其实说起来，也就是一桩争风吃醋闹起来的争执，谈不上什么以下犯上。这位红衣小公子年纪小，不懂事儿，他大概是见到齐公子冒犯长公主，一时不高兴，所以冲动之下动了手。也许根本不知道齐公子的身份，这也是正常的嘛。文上说的意思是，齐云就活该挨打。镇北王若真是要较真儿，本宫也不是不能奉陪。齐云冒犯本宫一事，先让人打他50个板子，然后再来算红雨殴打他的罪名也不迟。七妹，刑不上大夫，镇北王守护西岐有功，乃是国之栋梁，缅北支柱，你怎么能？三皇兄大概是忘记自己亲手杀了镇北王女儿的事实了。本宫府里的人就算要惩罚，也是本宫自己动手，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镇北王很想让本宫的弑君受罚，本宫没意见，先把齐云拉出
出来，重达50大板。红羽交给你处置，是生是死，本宫不再过问。你意下如何？长公主殿下，这是以身份逼迫。本宫是按照规矩律法行事，齐云冒犯本宫是事实。镇北王是想忽略这一点。我没有冒犯长公主，我只是多看了长公主2眼。在场的大臣们表情微妙。镇北王嫡子这么蠢吗？多看长公主2眼，别说长公主，就是多看其他女子2眼，那也是一种无理行径啊。本宫很好看啊！长公主殿下容颜倾城，拥有仙人之姿，臣对殿下一见倾心，无法自拔。皇上，臣想求娶长公主殿下，求皇上成全。臣娶了殿下之后，一定会对公主倍加呵护，这辈子跟公主相亲相爱，绝不辜负长公主。求皇上成全。御前宫里安静如雪。求娶长公主，来之前也没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大概是没照，不然也不会这么没有自知之明了。这句话直接惹来了他父亲沈御史的眼神威慑。不过沈崇锦低着头没看见，看见了也无所谓。长公主殿下乃是9天玄女下凡，其实凡夫俗子能肖想，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为什么就这么多呢？温尚书不由也转头盯了他一眼。麒麟是长公主殿下的侍君，这齐云又想求娶长公主殿下，难不成齐家想兄弟共侍一妻？皇上，臣认为此事其实好办，一码归一码。长公主殿下后院的侍君犯了错，理应让长公主殿下处置。不过为了一事公正，长公主可以当着镇北王的面惩罚他的侍君，惩罚的程度让齐公子满意即可。至于齐公子，他冒犯的人乃是长公主，一概由长公主发落，发落的程度由长公主满意即可。皇上以为如何？沈爱卿这个主意不错，秦皇你觉得呢？儿臣没意见，可以照着沈大人的方法执行。父皇，一个侍君怎么能跟王侯嫡子并法？儿臣觉得不需要你觉得，镇北王以为如何？臣愿意为冒犯长公主殿下的行为受到责罚，但是责罚之后，请皇上将长公主赐婚于臣。齐云，你想娶本宫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能做到本宫提出的3个要求即可。请长公主殿下直言，只要能娶到殿下，臣万死不辞。世人皆知本宫暴力，喜欢挥鞭子打人。你要是能在长公主府待上半个月，每天让本宫抽上100鞭子，第1个要求就算达到了。100鞭子。第2个要求，本宫府里有5位侍君，容貌上本宫不做要求，因为他们随意一个人已经足够碾压你。本宫让你跟他们比容貌，便是强人所难。只要你能在武功上胜过麒麟，学识上胜过温战，琴棋书画胜过红羽，以及算术上胜过沈崇锦，第2个要求便算达到了本宫的标准。几位大臣诡异地沉默着，皇帝陛下没说话，心情忽然变好了许多。长公主殿下，这还不是强人所难？每天100鞭子，持续半个月，齐云也有命在。既然做不到，就别在这里大言不惭。区区一个纨绔子弟，也敢肖想本宫，谁给你们的勇气？长公主殿下，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公主身为帝女，婚姻自该由皇上做主。皇上尚未说话，长公主就这么强硬，合适吗？君尊臣卑，镇北王就算被封为王侯，也是皇族之臣，在父王和诸位大臣面前如此强硬的质问本宫，合适吗？行了，都不必再争执。今日这事儿既然是因为争风吃醋引起，朕想着就不必较真了，各退一步。秦皇回去好好管理内宅，别再让几个侍君太过招摇放肆。至于齐云受了伤，就好好包扎一下，别疏忽大意，留下疤痕了。那长公主殿下，姻缘之事，朕还需要考虑考虑。都跪安吧。皇上，麒麟是臣的儿子，臣多日未见他，有一些话想跟他说说，还望皇上允臣父子单独相处半日。秦皇，你看如何？只怕不行。儿臣前几日因中毒在府中养伤，军营里都是麒麟在帮儿臣监督操练，军营大事容不得耽误。一个卑贱的庶子，长公主府的侍君居然也能随意出入军营。齐云，你是在质疑长公主的做法？臣不敢。皇上恕罪，齐云心直口快，并非有意冒犯长公主，还请皇上明察。大哥应该不是质疑长公主，而是认为我身份低贱，没资格进入军营。不过这一点可能是大哥误会了。长公主中毒之后，在府中静养数日，我也就是替殿下去巡逻一下，看看银甲军例行操练有没有偷懒而已，并未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也不会仗着殿下的事就在军营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大哥不必过多忧虑。说到麒麟，儿臣有个请求。麒麟武功不错，骑射剑阵都颇为精通，想来之前在家时没少下过苦功夫。儿臣深以为一身本领不能荒废，想让麒麟暂担任银甲军左将军，还望父皇恩准。父皇，这万万不可。本宫记得上次太后寿诞之日，三皇兄在家宴上无故发疯，父皇命你待在府中闭门思过，未得旨意不许擅自外出。三皇兄今日出现在这里，是公然抗旨吗？父皇，儿臣没有。朕的确没有召见你，回你的郡王府去，这2天别再进宫了。楚亲王，你给我等着，都要看看你究竟能嚣张到几时。儿臣告退。麒麟上前一步，小人麒麟参见皇上。你善骑射？回禀皇上，小人略通1、2，不敢说擅长。倒是谦逊，跟你兄长比起来如何？这回禀皇上，齐云乃是嫡子，臣曾用心授他武功兵法，只为以后可以
更好的保家卫国，效忠皇上。麒麟乃是庶子，本领上比起齐云略逊一筹。父皇若想知道两人相差多少，不如让他们兄弟二人比试一番如何？比试一番？臣今日身体不适。红羽只是不小心砸了你的脑门，应该不影响你的手脚。莫非齐公子不敢比？长公主殿下说笑了。那就比吧，到外面去比。如果你觉得地方不够大，施展不开手脚，可以借用禁军训练的校场。麒麟，你要是敢丢本宫的脸，今晚回去，本宫赏你100鞭子。是长公主殿下这是故意为难他。为难谁？麒麟是本宫府里的人，他要是输了，丢的是本宫的脸。本宫为难他，就是在为难自己。镇北王不必为本宫担心。乳臭未干的臭丫头，竟敢故意跟我作对！若齐云不愿意跟麒麟比试，直接认输，本宫也可以接受。只是一个不战而败的人，本宫不认为他有资格继任王侯爵位和兵权，边关城池，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大权不能落在一个没本事的草包身上。齐云乃是臣之嫡子，武功兵法都曾用心钻研，也曾苦练过数年。况且臣之父子对皇上忠心耿耿，从未有过异心，请长公主殿下慎言。我猜很快就有人要闹笑话，怎么说不怎么说。看招！气定神闲的麒麟是在齐云快要劈到门面上时，才蓦地抬手回击。他的动作极快，齐云虎口一麻，手里的竹剑直接被震得脱手飞了出去。镇北王不是说齐云武功兵法乃是你亲自所授，比麒麟厉害得多，一招都没走过就被击落了兵器。这样的本事，指望他保家卫国，只怕被敌军攻进了皇城。齐公子还在睡梦中没醒吧？这算是欺君吧？话音落下，空气中好像有寒流划过，一顶欺君的帽子扣下。镇北王父子二人脸色齐齐一变，下意识的就跪了下来。皇上明察，齐云今日实乃身体不适，臣不敢糊弄皇上。本宫倒是听闻镇北王庶子武功兵法皆在嫡子之上，可惜庶子出身，在家中地位不高，处处遭到嫡子打压，连进入本宫后院都是被人设计算计所致。齐云今日认了这技不如人的事实，欺君一事，本宫可以请求父皇从轻发落，如若不然，就改日选个时间再来一番较量。到时候再输的话，镇北王只怕就说不过去了。嫡子打压庶子，虽说嫡庶有别，尊卑不可乱来，但为将者一向以本事服人。尤其镇北王担负着守卫缅北的重任，更应该注重本事和担当的培养。若20万兵马大权交到一个没本事的嫡子手里，岂不是拿西岐社稷冒险？臣知罪。镇北王既然来了，暂时就先别回去了，朕需要召集朝中武将，对缅北封地上的兵力再做一番调整。皇上，齐云不堪重用，以后就不必继承王侯爵位了。请皇跟朕进来，其他人退下。群灵、红羽，你们几个在外面等我，没有本宫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否则本宫扒了你们的皮。父亲不必这般看我，御状是父亲跟大哥一起来告的，欺君之言是父亲亲口犯下。身为王侯武将之子，却无傍身之本领，是大哥草包无能。父亲就算用眼神把我戳穿，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就是，身为武将之子，被人打一顿就打一顿呗，有本事就自己讨回场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告状，实在不像一个男人所为，一点风度都没有。现在好了吧，告状不成10把米，连王侯的爵位都不能继承了，活该。最近长公主殿下好像有神明护佑，所有跟长公主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偏有人不知死活非要犯蠢，唉，让人想同情都没有借口。长公主殿下的生辰快到了，你们准备好贺礼献给殿下的吗？生辰？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翘着脑子，最近只顾着争宠，把最重要的事情都给忽略了。还有几天，回去之后可以好好想想。我觉得我送给殿下最好的贺礼，就是拿到秋闱的头名。长公主殿下的生辰。这么说来，长公主殿下的后院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启灵，明日抽空去一趟将军府，回府有事跟你说。这只怕不行，长公主府规矩森严，不得殿下允许。他要是敢随意去见外人，殿下会打断他的腿。父亲听到了，我得先请示殿下同意才行。殿下不会同意的。长公主殿下今天心情不好，接下来的3天内心情都不会好。你要是敢惹殿下，当心殿下把你衣服剥了，绑在树上用鞭子抽。说不定这鞭子还得蘸盐水，可能会用带有刀刺的鞭子，一鞭子抽下去就是一道血痕，深可见骨，想想都疼。闭嘴！镇北王脸色铁青，冷冷的拂袖离去。秦皇，镇北王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父皇为什么会这样问？以你的脾气，如果只是齐云冒犯，应该不至于当场让他们难看。镇北王毕竟是镇守一方的藩王，当众驳他脸面，他回到封地之后会不会生出异心，谁都不敢保证。如果镇北王已经生出异心了呢？你说什么？前些日子儿臣在宣王府中毒，凶手是凤家嫡女凤婉月，投毒之人是宣王府侍女阿香。可这件事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没有浮出水面，谁？三皇兄身边的阿黛。阿黛之前在郊外山上夷陵引毒蛇谋害你那次，好像就是这个阿黛给他的药。是
这次凤婉月下毒也是他从中作梗，主意是他出的，断肠草的毒也是他给的，甚至最后在大理寺和禁军一同追查凶手时，还是这个阿黛安排心腹出卖了凤婉月。他为什么要出卖凤婉月？阿黛是太后的人，也是太后安排给楚天印的心腹，而凤相是楚天印的舅舅，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阿黛都没有出卖凤婉月的理由。凤相是三皇兄的舅舅，可是这次凤家出事，父皇有见到三皇兄过来求情吗？没有。父皇可能不信，此番凤家之所以这么快出事，完全是三皇兄在背后一手推动。至于原因，儿臣猜想可能跟镇北王有关。你的意思是天印想舍弃凤家，改而拉拢镇北王？儿臣的确是这么想的，但有个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拉拢了镇北王，达成了协议之后，他才决定舍弃凤家。可他拉拢镇北王跟出卖凤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算镇北王成了他的后盾，他也没必要舍弃凤家，毕竟凤家跟他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对自己亲舅舅下手，真想不通其中理由。儿臣这2天在府中养身体，没去细查关于三皇兄跟镇北王之间达成的协议内容。父皇若想知道，不如让暗阁的隐卫去查，或者儿臣负责查明真相，再来禀报父皇。为了避嫌，天印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免得到时又惹太后不悦，给你扣上一个故意打压兄长的罪名。秦皇这段时间朝上许多大臣开始上折子，让朕立储。天印的德行你也看到了，朕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你五皇兄也不是做太子的料，眼下只剩天灵和天阔可以考虑，朕想听听你的意见。父皇想听真心话，自然是真话。大皇兄不是做储君的最佳人选。第一，他没有强大的后盾，没有母族势力撑腰；第二，他只知一味隐忍，从未主动筹谋，手里可用的势力寥寥无几；第三，他不是为君的料。综合这3点，如果他做了储君，甚至是以后的皇帝，那么这段时间父皇肃清朝堂，整顿朝纲的努力将全部白费，君王的权力会被慢慢架空成为傀儡，朝堂又将是世家权臣的天下。二皇兄虽有母后和秦家做后盾，目前来说最有资格成为储君，但是二皇兄能力平庸，没有治理江山的魄力，没有跟世家权臣作对的勇气，也没有让西岐兵强马壮的能力，所以他们都不合适。他们合不合适，父王心里清楚。说西岐眼下已经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那么二皇兄也许可以成为守城的皇帝。可西岐内忧外患，经济不够富庶，兵马不够强大，暂时还不足以应付任何一国的来犯，所以父皇应该能想得到，若二皇兄继位，西岐以后将面对什么。这么说来，西岐江山注定后继无人。父皇的意思是我不是人？秦皇，你是否愿意辅佐你的皇兄？若是有你辅佐，朕相信不管是天灵还是天阔，应该都能做好这个皇帝。儿臣并不愿意。为什么？辅佐他们做江山，不如儿臣自己做。儿臣没兴趣辅佐一个蠢货做皇帝，还要时刻听从他们的驱使。万一那2个蠢货对儿臣生了忌惮之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功高盖主的罪名扣下来，就妄想除掉我犯不着。西岐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女帝当政，也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公主甚至是皇子会在帝王面前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秦皇，你真是一次次让朕刮目相看。野心？我觉得这不叫野心，那叫什么？我只是想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和立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倘若几位皇兄确有治国安邦之才，儿臣不会冒着天下之大无畏去争这个位置。做一个我行我素的公主，养几个俊美的面首，每日待在府中赏花品茶，抚琴听曲儿，岂不是更逍遥自在？然而有些事情我若不去做，西岐只怕撑不到父皇退位，就得让这些蠢货折腾得国破家亡，疆土不保。大胆！你知道这样的想法在满朝文武看来是多么的荒诞不经？可以想象。你也应该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打算付诸行动，你会瞬间成为众人公敌。可以预料，太后、皇后、后宫所有嫔妃，还有你皇兄们以及满朝文武大臣都会不顾一切的反对，他们会联合起来讨伐你，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你的野心。儿臣已有心理准备，这条路会非常难走。帝王之路不是你有证据就可以抄家，脾气上来就可以拿鞭子抽人这么简单的。若是跟所有世家为敌，那张椅子你还没有坐上去，只怕就……父皇，儿臣跟那几个蠢货不一样。秦皇，有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朕。父皇直言。陈海是你的人吗？陈海？父皇为什么会这么问？没什么，朕随口问问。对于儿臣刚才所说的，
父王可有什么想法？如果朕反对，你会如何？不如何，儿臣想做的事情依然会去做。西岐从未有过女帝登基，凡事都有第一次，端看谁有勇气去打破规则。你想做第一人，必然要面对重重阻碍，这些你都已经想到了，朕也不多说什么。如果朕同意让你光明正大的争储，你以后能为西岐带来什么？父皇心中所在意的，就是儿臣所能做到的：社稷安稳，疆土完整，经济富庶，兵强马壮。朕不会帮你，更不会偏袒你，你想要的必须自己去争取。父皇放心，儿臣不需要任何人的偏袒。朕还有2个条件。父皇但说无妨。第一，天灵、天阔、天意和天征都是你的皇兄，除非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朕希望你能对他们手下留情，尽量避免做弑兄之人。只要他们不作死，儿臣不会主动去害他们性命。第二，朕要你保证，至少在朕驾崩之前，西岐不会被别国吞并，也不会臣服于任何一国。楚清皇沉默片刻，很想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驾崩，不过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若真问出了口，皇帝反应大概不会太好。看在皇帝陛下数次把他视为贴心小棉袄的份上，他觉得可以满足他这点小小的愿望。儿臣答应，只要父皇活着一日，西岐就不会被吞并，也不会臣服于任何一国，甚至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盛世到来。只要他活着一日，好像他的死期很快要来临了一样。陈公公，长公主殿下，伺候父皇。说没什么别的事情，儿臣先告退。我想跟殿下共乘一辆马车。扶仓皱眉，抬眸看着他，目光冷漠，眼底掠过一抹凌厉锋锐之色。恒宇，要不你跟扶仓打一架？人家不是他的对手了。不是他的对手，你在这里起哄个什么劲儿啊？乖乖的跟我们一起做不好吗？麒麟，对他温柔点。得令。从今儿开始，本宫正式筹谋女皇之路。扶仓，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属下会做主子手里最锋利的剑。今日开始，本宫正式征储，以后跟官员之间的往来宴会，皇子权贵递来的请帖，长公主府全部照单全收。太好了，我真想现在就看到殿下登基，做了女皇之后，殿下就可以拥有3宫6院72妃72世君。3宫6院72世君，我就可以在后宫争宠争得风生水起，谁都不会是我的对手。我一定要做殿下最宠最宠的宠妃，盛宠后宫，趾高气扬。小雨儿，梦想可以有，但是要切点实际。你能不泼我冷水吗？什么叫不切实际？没听过事在人为。抱歉，我可以做5妃。红羽争宠也就罢了，麒麟居然也要加入争宠行列？为什么是5妃？武将为妃不就是5妃吗？那温战是文妃，文妃这个封号不错，我喜欢。那沈崇锦就叫锦妃，不但好听，还端庄大气。的确不错。楚灵川叫川妃，不太好听，不如叫灵妃。我不能做正宫。正宫，你把人家姓福的放在何处？姓福的几人不约而同的转头看向坐在楚清皇身侧的扶仓。扶仓表情锋锐内敛，身居高位的正宫气势十足，是其他叽叽喳喳的几人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的沉稳。扶仓现在很想一手2个把他们全部扔出去，他更想直接告诉他们，主子已经承诺了他驸马的名分。不过想到自己现在才艺不行，扶仓决定还是应该先提升一下自己的本领，其他的以后再说。灵川，缅北封地上所有官员的底细全部给本宫查清楚，值得重用的让麒麟去收服，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鱼肉百姓之辈，把所有证据都拿到手。在镇北王离开帝都之前，本宫要好好送他几分大礼。是。麒麟，明日开始你正式担任银甲军左将军，记得穿好左将军的盔甲，戴上左将军的兵符和印章，跟军中将领打好关系，挑选一些你认为值得培养的年轻将领，为以后掌管缅北封地和兵权做好准备。是。文战，这段时间好好温习功课，空暇之余可以出去走走，跟即将参加秋闱的世家子弟多多往来，能交好的就交，不能交好的也不必勉强。替本宫多多关注世家子弟的才华和品行。是。崇锦，你协助灵川处理账务的同时，可以多回家走动走动，顺带替本宫了解皇城内外大小事。上至官员昏庸无道、贪赃枉法，下至恶霸行凶、欺压百姓，但凡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全都记载成册，并上报大理寺。本宫要看他们的办案效率。是。殿下，我呢？你这2天可以打扮得漂亮一点，去各大青楼逛逛，看朝中有哪些官员喜欢扎堆往青楼里凑。啊，殿下还喜欢管官员逛花楼啊？本宫没兴趣管他们逛花楼，但他们若是在花楼里做别的事情，本宫还是想知道一下。你不知道青楼勾栏是最好的密谋之地。殿下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主子，怎么？属下想文武双全，能文能武，才能让主子用得更顺手。属下愚笨，还望主子不吝调教。调教？你希望本宫如何调教你？扶仓拧眉，心头生出些许异样感，总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怪怪的。属下想学兵法谋略，若是可以，琴棋书画也都想学。只有成为一个文武全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以后才能更好的伺候主子。英
所谓只要身手好便足够，无需对自己要求过多。不过若是你真想学，本宫也可以让人教你，只要你吃得下这份苦。属下什么苦都可以吃。若是需要暂时离开本宫身边呢？离开？兵法谋略方面其实没什么技巧，平时有空多看看兵书和奇门遁甲，本宫也可以时不时的提点你一些，领悟起来不难，端看你是否聪明。琴棋书画入门也简单，可要是想精通，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速成的，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钻研领悟。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会很枯燥乏味。如果你想学得更快一点，我可以给你找个师傅，拜了这个师傅，你不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能提升一下身份地位。师傅，但是需要离开本宫身边至少半年。属下不想离开。拜师对你有很多好处。好处？福仓抿唇，他不想要什么好处，就想待在主子身边，一时一刻也不分开。属下不想拜师。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本宫给你找的师傅是当今天下最厉害的人。福仓心头天人交战，主子好像很希望他能去拜师呢，可是他真的不想离开，别说半年了，一天都不想，一个时辰都不想。行了，先睡觉吧，此事以后再说。主子是不是希望我去拜师，学习更多本领？如果我不学，主子会不会觉得我太过愚笨，除了武功其他什么都不会？要是以后被主子厌弃了，那怎么办？想到那个整日争宠争得不亦乐乎的红雨，琴棋书画都会，还会撒娇，而自己却跟木头一样无趣，换作是他，应该也会更喜欢红雨那样的吧。主子，属下愿意去拜师，主子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别摆出这副被逼良为娼的表情。你愿意拜师，可那位师傅还不一定愿意收你。不愿意收我？这天下还有人敢违抗主子的意思？本宫给你找的师傅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这天底下最厉害的人是麒麟，是镇北王庶子，自小被齐云打压的厉害，可是现在他文武双全，精通兵法谋略，是为将的一把好手。温战和沈崇锦同样庶子出身，虽说比不得麒麟，被压制的厉害，但庶子在家中地位都不高，想要出人头地并不容易。可他们二人如今也算是学识出众，本事过人。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属下知道。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厉害的师傅，这个师傅很神秘，很少现身。你怎么会知道？属下以前查过他们。被调进公主府之后，属下需要对公主府里的所有人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确保他们对公主没有异心。当时就查出了后院几个人不若表面无害，只是属下不能离开公主身边，所以查到的东西不多。身为世家庶子，他们能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变得这么厉害，背后的师傅功不可没。是，他们的师傅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主子的意思是他们的师傅是同一个人？不一定，本宫没具体问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背后最大的主子绝对是同一个人。若你想知道，本宫明日找他们过来问我。我父王退位之后，一直带着母亲出去游山玩水，偶尔收几个看得顺眼的徒弟栽培栽培。不过大多徒弟并不是他自己亲力亲为的教，而是派出得力的手下负责传授武功和其他方面的本领。后院那几个应该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我父王嫡传弟子。如果你愿意拜师，我让父王收你做嫡传弟子，这样一来，除了各方面本事会突飞猛进之外，你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东陵摄政王的嫡传弟子，足以跟东陵那几个权臣武将平起平坐。嫡传弟子拜师就意味着要跟主子分开，且要分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主子的父王对他这个弟子不满意怎么办？如果主子的父王觉得他资质愚钝不堪造就怎么办呢？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本宫也不勉强。天色不早了，睡觉吧。睡觉。是。福仓独自想了一会儿，最终决定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属下不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不需要兵法谋略缜密算计，属下只想保护主子，做主子手里最锋利的刀剑锐器，确保属下活着一日，就没有人能伤主子一根毫发。争宠不重要，争风吃醋也不重要，主子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楚清皇低头瞅着他的动作，眼底划过一抹幽深色泽。不学就不学吧。如果这样能让他安心，他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术业有专攻，在绝对强悍的实力面前，其他一切都可以替代。楚清皇，你现在真是威风的很啊！因为凌驾被抄一事，他现在对楚清皇恨之入骨。本宫之所以威风，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的伤势养好了，拜你所赐。不用感谢本宫。你不用激怒我，我不会再上你的当。楚清皇像是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举步离开。楚清皇，你这种人，连亲人都可以出卖的恶魔，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会看到你死无葬身之地的那天到来。扶仓身体如离弦之箭，拍向了他的心口。楚天征当即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竟直接晕了过去。发生什么事？来人，谁在宫里动武？长公主殿下，参见长公主殿下。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去看看五皇子。卑职斗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五皇子见到本宫，情绪有些激动，想对本宫动手。本宫身边的影卫以为他要对本宫不利，下意识的出手把他击飞了出去。下意识？把他送回去，找个太医给他看看，能治就治，不能治就准备后事吧。
吧。禁卫们额头瞬间冒冷汗，不能治就准备后事。长公主殿下可真敢说啊！要是真不能治，他们只怕都得死。长公主殿下，能否请殿下身边的影卫留下来配合调查？你想留下来吗？扶桑摇头，你们看到了，他并不想留下来配合你们调查，你们查你们的，有什么事去长公主府找本宫，不管是本宫还是扶桑都不会跑了。说完这句话，他头也不回的举步离开。殿下，我有重要的情报禀报给殿下。什么10万火急的情报，让你连等本宫进府的耐性都没有？我就是出来迎接殿下嘛，顺便禀报消息。什么消息？我明察暗访2日，终于查到了跟宣王府有关的情报。秋闱不是快到了吗？宣王打算在学子身上做文章。如何做文章？秋闱之后，各地赶考的学子会在过完年陆续抵达京都，参加来年开春的春闱。宣王打算收买天下学子，尤其是寒门学子，以宣王府的名义给这些有学之士免费提供笔、墨、纸、砚等读书用物，还会提供给他们赶路的盘缠，借此收买人心。本宫记得朝廷有规定，进京参加春闱的学子，各地府衙应该提供足够的盘缠，让他们路上用。这倒也没错，但这几年西岐国库一直不宽裕，殿下也是知道的。宣王的意思是国库不充裕，各地衙门也不充裕，这笔银子由秦家来出。秦家出，这倒是不错，一箭双雕，既能在皇帝面前表现一番功劳，又能借此赢得天下学子的感激和尊敬。贤明出去了，争储自然更增加几分胜算。去把楚灵川叫过来，既然宣王想靠砸银子赢得贤，本宫就陪他砸一砸。正巧本宫最不缺的就是银子，春闱能考中的学子都将成为朝堂上的新贵，来日的西岐公谷皆在其中。本宫的确该从他们身上下一番功夫。扶桑，属下在。你知不知道宣王为什么要收买学子？求主子赐教。天下官员都是读书出身，虽说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科考入仕，但放眼天下，读书人的数量非常可观。他们的笔杆子能把一个人捧上天，也能让人身败名裂。主子并不畏惧流言蜚语，但若是可以选择，你觉得被人称颂好，还是被人谩骂好？称颂。本宫若只是一个平常人，自然无所谓被人称颂还是谩骂。不过本宫是要做女皇的人，这样一来考虑的东西就得多。不说得罪他们有没有必要，而是根本不能，因为满朝文武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本宫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受本宫驱使。这种心甘情愿不是畏惧于权势或者暴力，而是心悦诚服的敬畏，你明白？主子能否说的再细致一些？真正对君王忠诚的人才会尽心尽力办事，而不是偷奸耍滑，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所有畏惧于手段或者受利益驱使的人，当地位一步步上升，手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之后，都会变得膨胀，贪欲也越来越大。唯独真心臣服的人才会保持初心不变。属下明白了，属下对主子便是真心臣服，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属下都绝不会变心。属下没有贪欲，也不会膨胀，所以强硬的手段只适用于贪官奸臣身上。对于忠心办事、一心为民的人，则要用心守抚。主子英明。殿下有事吩咐我去做。秦国旧的夫人周氏家族，你是否知道？有过耳闻。周氏一族在朝中有秦国旧庇护，商场上自然无往无利，所以这些年积攒了不少财富。秦国舅又是皇后的哥哥，宣王的舅舅，所以周家是宣王最强而有力的经济后盾。秋闱快到了，秋闱之后重榜的学子会在明年开春入京，参加礼部举办的春闱。哇，殿下打算笼络人心。应该感谢楚天阔提醒了本宫，既然他要从学子下手，本宫就先下手为强。需要属下做什么，请殿下吩咐。秋闱放榜之后，你让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弄清各地重榜学子的名单，所有家境贫寒的学子皆给予足额银两的盘缠补贴，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赴京赶考。若家中有年迈双亲或妇孺幼儿，另外再补贴一些生活开支，让孤儿寡母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是。周氏一族顺便让人查一查，若他们行事规矩便也罢了，但若是有官商勾结、压榨百姓之恶行，则全部让人查清楚。本宫要所有贪官恶商的证据。是，属下会安排好一切，请殿下放心。楚清皇听楚灵川说着皇城中流言一事，你们要不要猜猜看，这流言的背后主使者是谁？不是镇北王，就是楚天印。这还用猜吗？反正西岐皇族有脑子的没几个，没脑子的反而占多数，把他们都当做主使者就可以了。小雨儿说的范围太广，反而有敷衍之嫌。我猜可能是楚天阔。都不是，是仁寿宫的宦官太后。我知道了，他故意放出这个流言，是想让皇后和宣王对我家殿下生出敌意和戒备，让宣王和殿下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他则借机给楚天业争取养精蓄锐的机会。这个老
老妖婆真是太狡猾了。太后这次可是彻底的失算了。殿下对这些流言怎么看？太后都为本宫制造了一个可以顺理成章争储的理由，本宫应该去谢谢她。神女降世，天命地皇，居然跟小雨儿的预言一样。太后身边不会也有高人指点吧？她身边要真有高人指点，就不会蠢到主动送梯子给我们殿下。眼下真正起火南下的人，其实是皇后母子。这些流言对殿下没什么影响，反而是皇后和宣王的影响一定很大。他们既不敢认定殿下真有这个想法，又不敢全盘否定这样的可能，也许心头正如千重万蚁撕咬似的难受呢。长公主殿下，宫中有旨，长公主殿下即刻进宫面圣。应该是有人闹到皇帝陛下面前去了。殿下，要不我回家一趟？你回家干什么？告诉我父亲，从今儿开始，沈家只能站在殿下背后，不管朝中发生什么，沈家都不能改变立场。温家也是，我父亲的尚书职位还是殿下给他举荐上来的。以前他忠于端妃母子，如今端妃已经失势，温家忠于长公主，乃是顺理成章。你们不用特意回家，沈御史和温尚书也知道这个时候该帮谁。秦皇，皇城内忽然刮起了一股流言，你可听说了？儿臣也是今日才听到风声。你怎么看？儿臣没什么看法，该查查谁是流言的制造者，且目的是什么。如果查不出来，这谣言说不定就不是空穴来风。长公主殿下，这是什么意思？不是空穴来风？难不成长公主殿下还真以为有什么神女降世，天命地皇？为什么不可以？秦国舅这是看不起女子，简直荒唐可笑！世人皆知男女有别，天地阴阳自有纲常。长公主但凡读过几分圣贤书，读过女四书，都不可能说出如此荒诞不经的话来。女四书还真要让秦国舅失望了。本宫读的都是兵法谋略，从未见过女四书长什么样。另外，秦国舅是想告诉本宫，女子就该匍匐在男人脚下，温顺服从，不得反抗。不知秦国舅每晚回家之际，家中老母妻女是否都有跪在门口匍匐相迎？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当年秦国舅出生之时，你的母亲是否跪着哺乳，才把你养得如此看不起女人？长公主殿下休得胡言！在场的诸位，不管是谁，本宫不惹别人，也望各位别来招惹本宫。本宫前些日子抄家都抄累了，本想休息2日。今日谁要是敢惹本宫不痛快，本宫不介意把各位的那点家底儿抄出来充盈国库。长公主殿下竟是如此威胁朝中重臣，大臣们都是为国效力的忠臣，长公主这么做是否太不把大臣们放在眼里了？本宫一贯嚣张，镇北王不是已经领教过了？够了，都吵什么？还有没有一点规矩？臣御前失仪，请皇上恕罪。秦国舅也跟着认了错。潘爱卿，臣在。皇城内的流言，你负责派人去查，3日之内朕要知道结果。臣遵旨。父皇，今日儿臣经过户部，无意间听到礼部和户部几位大臣正在争吵，儿臣进去一问，才知是为了东陵贡礼一事。礼部要准备贡礼，可温尚书暂时拨不出银子，两部暂时还没有想到解决方法，所以尚未请示父皇。儿臣听完之后，心里甚是焦灼，此事还望父皇示想。宣王殿下一心社稷，今日正在为国库而烦扰，实乃一片赤诚之心，让人敬佩。希其有宣王殿下，实乃社稷之福啊！原来秦国舅的认知里，一心社稷就是用嘴说出来的。长公主殿下此前曾承诺3个月之内必有东陵使臣前来免去今年西岐的贡礼，然而眼下7月将至，东陵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长公主殿下如何解释啊？皇后一党的内阁大臣纷纷附和。是啊，7月将至，离纳贡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若东陵无人前来，我们就得着手准备今年之贡礼。今年的贡礼该如何准备，还望皇上示下，让户部和礼部早做准备。本虽不知道长公主承诺之事，但送去东陵的贡礼确实消耗太大，对国库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如此关键时刻，臣听闻皇后娘娘还打算给长公主殿下举办隆重的生辰宴。皇上，臣深以为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眼下应该缩减开支，减少国库支出，先把贡礼之事解决了才是正务。荣王，你说一说。长公主殿下这段时间攒了不少功绩，国库多了白银600万，皆是长公主殿下的功劳。区区一次生辰宴，倒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跟长公主殿下的功绩相比，不算什么。至于东陵贡礼，都说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长公主殿下是个女子，偶尔失诺一次也没什么。作为心胸宽广的臣子，我们应该多看看长公主殿下的优点，包容微不足道的失误，否则难免让人心寒。长公主殿下以后还如何为皇上做事？玄义，你觉得呢？长公主殿下功大于过，臣心悦诚服。功是功，过是过，如何混为一谈？长公主殿下当初可是立下军令状，皇上也曾有言，若长公主殿下做不到自己所承诺的事情。秦国舅，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想，眼下距离7月还有3日。长公主殿下的意思是3日之内便会兑现承诺？是这个意思。若兑现不了呢？秦国就如此咄咄相逼，是被皇城内的流言吓到了。东王这是什么意思？东陵乃是强国，轻易不可招惹。长公主殿下许诺之事本就荒唐，难不成我们都要跟着自欺欺人？这样吧，本宫跟秦国就打个赌。长公主要赌什么？以3日为限，赌东陵使者的到来。若3日之内东陵使者没有如约抵达，那么本宫交出银甲军兵权，剥去长公主头衔，从此闭门不出，再也不管朝堂之事。秦皇，长公主殿下此言当真？本宫虽是女子，亦能做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知秦国就打算赌什么？本宫可以让你们均摊赌注，二皇兄可要参与？为兄手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筹码，不知七妹想要我赌什么呀？本宫既然赌上了长公主的头衔，与之可以相对等的，自然是你亲王的爵位。只是不知二皇兄敢赌吗？这万万不可！宣王殿下的爵位乃是皇上亲封，怎能随意作为赌注？这不是本公主的长公主头衔，同样是父皇亲封。本公主手里的兵权还是父皇所赐呢。这就是他的好儿子、好臣子。流言未起之前，还能保持镇定，维持着虚伪的君子风度。然而，只几句漫天飞起的谣言，就让他们顿时方寸大乱。当着他这个皇帝的面，如此围攻他年仅15岁的女儿，真是叫他大开眼界。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剥夺亲皇的头衔，收回他的兵权，当真是把权臣逼宫的丑态发挥得淋漓尽致。若真让他们得偿所愿，下一步是不是就直接逼他让位了？不敢赌就算了，若无别的事情，儿臣先告退。长公主殿下留步，臣跟殿下赌如何？秦国就是觉得你能跟本宫相提并论，臣可以加大筹码。本宫的长公主头衔赌二皇兄的亲王爵，本宫的兵权赌国就在朝中所有的职务。朕认为可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朕也想看看东陵使臣到底会不会来。这句话一出，在场的大臣们下意识的就以为皇帝也是对长公主承诺过却没做到的事情生出了不满，借此机会想削他的权呢。本王答应，虽然如此赌约本不应该，但事出从急，也是为了西岐着想。我也希望东陵使臣能准时抵达，并愿意免了今年西岐的贡礼。如此，就算降了我这个亲王爵也是值的。否则区区600万银收入，对于社稷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多一笔支出都是负担呀。既然是赌约，仅口头约定，并不具效力。明日一早，大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立下契约，双方签字画押，盖上玺印，效力等同于圣旨。儿臣遵旨。儿臣遵旨。潘爱卿，臣在。权益，臣在。查清流言的来龙去脉，看看究竟是谁在唯恐天下不乱。此事还是交由你们2人负责，3日之内务必查到源头。臣遵旨。荣王留下，其他人可以回去了。七妹，此番赌约实属无奈，还请七妹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我好好珍惜你仅剩3日的亲王爵位。亲王爵一旦被剥，以后见着本宫就得乖乖行礼，否则以大不敬之罪论处。丢下这句话，他径自举步离开。福仓、张福英几人立即出城去，分开行动。所有宣王府和国舅府派出去的探子全部格杀，一个不留。是。你这个身体真奇怪。楚清皇抬手摸了摸福仓景象，衣服下的肌肤跟常人一样，没什么异常。然一到晚上睡着之后就通体冰凉。本宫是得了个宝。福仓停下了服侍楚清皇穿衣的动作，微微抬头，露出修长流畅的脖颈，让主子摸得更顺利些。楚清皇看了他一眼，收回手，开始更衣着装。待到他坐在梳妆台前，由着锦兰和明月给他梳头描眉时，福仓就站在一旁看着，看得格外专注仔细。你想学？福仓点头。一个7尺男儿学梳头描眉，你可真有出息。福仓抿唇沉默片刻，也不辩解，继续看明月和锦兰的动作。殿下以前总不爱戴这些宝石珠钗输在这里都浪费了。殿下年纪还小，就应该戴几件鲜嫩贵气的首饰。殿下，这是战王递来的消息，二哥明天就能到。是。本宫说楚天阔的亲王爵位还能保住3天，看来还是抬举他了。明天本宫就让他从亲王降为郡王。不，殿下今天就可以。战王说使臣来访的文书今日就可以送达西岐了。二哥不错，真给我长脸。战王的确一心为殿下着想，只是这位殿下也许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跟战王解释。解释什么？算了，本宫先进宫去跟那几个找死之人签生死状，其他事情等本宫回来再说。本宫的二哥要来了。主子的二哥，东陵的战王，统领东陵40万兵马大权，乃是东陵一人之
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王爷。福仓无端开始紧张起来。父皇，朕已让陈海拟好了契约，秦皇经过1个晚上的思考，你可有反悔的想法？二皇兄可是反悔了。大丈夫一言九鼎，怎能轻易反悔？秦皇3个月前曾承诺，7日之前东陵会有使臣抵达西岐，免今年贡礼仪式。眼下已是6月底，7月将至，长公主以3天为限，和宣王立下赌约，今日可为爱卿一同与朕做个见证。陈海，长公主殿下主动提出，以长公主协和银甲军兵权为赌注，若3日之内东陵使臣没有如约抵达，那么长公主从此卸下所有特权，不再过问朝中之事。宣王殿下和秦国舅的赌注是亲王爵和朝中职权，若东陵使臣3日之内抵达，则宣王殿下去亲王爵，秦国舅免去朝中一切职务。赌注是不是太大了？一个长公主爵，一个亲王爵，这怎么能拿来做赌注呢？是啊，简直胡闹嘛！秦国舅，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回禀皇上，臣无异议。既然如此，陈海给他们各自过目之后签字画押。是。二皇兄这是害怕了，想要反悔吗？哈，怎么会呢？我这有钱。心头隐隐生出了不祥之感。契约立下，赌注就此生效。报！东陵使臣递上文书，请皇上批阅。话音落下，满殿寂静。楚天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呆滞的转身看向大殿外面。宣，见过西岐皇帝陛下。殿上何人？小将乃东陵龙骧铁骑左将军荣臣，奉吾皇旨意，随同战王殿下一同出访西岐。战王，你的意思是东陵战王即将抵达西岐？没错，他亲自来。我说的话很难理解吗？谁能证明你的身份？本将军的令牌和通关文牒，你要看吗？本王也觉得难以置信。本王齐美刚签下契约，东陵使臣的文书便送达，如此巧合，本王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有人故意安排了一出戏。契约？我可不知道你立了什么契约，这跟我无关。不过我家战王什么时候到，应该不需要提前跟你汇报。战王什么时候到？明日一早便可抵达。皇帝陛下，小将单骑赶路，快马加鞭前来送上文书，请皇上阅览。确实是东陵皇帝亲笔御批的文书。敢问这位将军，不知战王和使臣驾到是为了2国邦交，还是……小将只奉吾皇旨意行事，具体事宜要等战王来了再说。礼部尚书，臣在。你和陈海负责安排明日的宫宴，朕要隆重招待东陵贵客，切不可有一丝怠慢。臣遵旨。荣将军，你将军姓荣？东陵前任摄政王姓荣，这位将军也姓荣，这是巧合。家父年轻时曾任摄政王身边侍卫，小将自幼跟在吾皇身边伴读，得摄政王恩典，赐姓荣。皇帝了然，没想到这个将军来头不小。东陵那位已经卸任的摄政王，功勋之大，身份之尊贵，本领之强悍，以及脾气之冷硬，当世无双。能得他赐姓，也只有身边最亲近的属下才有这个殊荣吧。田阔，今日午膳之后，你带人出城迎接东陵战王。午膳之后，提前出城去等着，以示诚意。你是朕之嫡子，带朕去迎接使臣，正合适。父皇这是让他将功折罪，弥补契约赌输之后的损失。是，儿臣一定不负父皇所望。荣将军，请随朕去御书房议事，朕有些问题想请教。朕不会耽误荣将军太长时间的。议事之后，就命人安排荣将军休息之处。小将的荣幸。退朝。七妹啊，我没想到东陵使臣居然真的来了。你看这契约刚定下，还没捂热呢，能不能就当是为兄一时头脑发热？七妹心胸宽广，一定不会跟我较真的。不，本宫心胸狭窄，最喜欢跟人较真。3日，虽然东陵使臣提前2日就到了，但本宫还是再让你多做3日亲王，3日之后兑现赌约。二皇兄做好心理准备。说完这句话，他举步离开。殿下，我们该怎么办呀？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我也是这么想的。有马蹄声，会是东陵使臣吗？这声音像是铁骑，使臣行路应该不至于这么急迫。来了，诸位这是在等候本王。各位看起来气色不太好，难不成是一夜没睡，早早就候在了这里？阁下可是来自东陵啊？本王的左将军应该已经把消息送到了宫里，所以你就是东陵骁勇善战的第一大将军。战王殿下，本王的确就是轩辕荣战。楚天阔脸色刷白，心里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怎么，阁下好像不太欢迎本王啊？怎么会呢？本王只是久仰战王的大名，一直心存敬佩，乍然见到太过激动，所以才稍稍失态了，还望战王见谅。姑且当你说的是真的。你方才自称什么？本王？你是西岐亲王？本王乃是当今二皇子，封号宣王，皇后嫡子，不必介绍的那么详细。本王对你没什么兴趣，就跟谁不是嫡子似的。诸位真的等了一个晚上，东陵乃是贵客，我们等上一夜也是应该的。是本王考虑不周了。本王与将士们原本是昨晚就抵达了东郊，不过本王考虑到儿郎们赶路辛苦，所以在东郊搭帐篷休息了一晚。若本王早知道诸位在此等候，并昨晚就前来与诸位会合了，而不是让你们辛苦等了这么久。毕竟东
东郊距此也就30里地。西岐官员们无语，这番话有必要说吗？到底是真抱歉，还是故意戳他们心窝子？他们昨天下午辛辛苦苦在这里暴晒了半日，晚上又喂了一夜的蚊子，东陵使臣却在距离此处近30里地的东郊美美睡了一晚上。早知道他们往前去迎迎，不就能早点会合了吗？东陵人杰地灵，果然人才辈出，人才辈出啊！不敢当。听说西岐年仅15岁的长公主武力非常强悍，拥有碾压男儿的魄力，本王也是心生敬佩，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一见这位长公主殿下。秦皇确实是朕的好女儿，他的好女儿。宫里已经备下酒水，请战王殿下和诸位大人一起进宫，朕给各位接风洗尘。皇帝说完，转头吩咐让长公主进宫一趟。战王请。皇上先请。长公主殿下年方15。是啊，朕这女儿实在是朕的贴心小棉袄，最近替朕解决了不少麻烦。皇上可有让长公主联姻的意思？东陵战王看上了楚清皇。联姻？朕的女儿还小，暂时没想过她的婚事。15岁放在寻常之家，已经到了出阁的年纪了。不瞒战王，朕没有让清皇远嫁的打算。笑话，他的西岐现在就靠清皇撑着呢，让他远嫁他国，那他以后指望谁呀？除了清皇之外，朕还有个6公主尚未出阁，若战王殿下有意联姻，本王只是随口一说，皇上不必放在心上。贵客远道而来，朕深感荣幸，无上荣光。皇帝陛下客气了，本王此番奉皇兄之命前来，乃是有件事想跟皇帝陛下商议。东陵皇帝陛下有何指示？朕洗耳恭听。诸位大人昨晚在皇城外辛苦候了本王一夜，看起来已经疲惫不堪了。皇上要不先放他们回去休息？为皇上分忧解劳，乃是臣子们分内之事。于皇城外迎接贵客，代表的则是西岐的诚意，谈不上辛苦。多谢战王殿下体恤。能亲自去迎接战王殿下，乃是本王之荣幸，不敢言苦。其他大臣纷纷点头附和，都表示不辛苦。东陵贵客几十年才来这么一次，他们必须在皇帝陛下和贵客面前好好表现。西岐上下团结一心，皇帝陛下诚意十足，大臣们个个体力俱佳，这样的氛围着实让人感佩。东陵使臣们闻言不约而同的点点头。首辅大人说得对，我们已经到了西岐，就不需要你们再对本大人拍马屁了，给别人留点机会。此言一出，大殿上瞬间陷入诡异的静默。谢大人真会开玩笑。听说谢大人少年时是东陵家喻户晓的俊美男子，文武双全，无所不能。秦国就此言有误，你说本大人是东陵家喻户晓的美男子，这一点倒没说错。文武双全嘛，也是事实，但无所不能这4个字儿，本大人可担不起呀。秦国就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讪讪一笑，正要说点什么来补救，忽然外面响起了一声长公主到。轩辕荣战目光微抬，视线落在少女的脸上，眸心微细，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这张脸生得还不错，没委屈了他家小妹一张绝世容颜。他的身侧还跟着一个身姿修长、五官精致的少年，对方内敛寡淡的神态，锋芒尽藏的气度，却让荣战一眼就识破了这个少年应有的身份。楚清皇目光微转，很快就对上了轩辕荣战温暖含笑的眸子，他目光微顿，还好没表现出一副久别重逢的感动，否则他都不知该如何接招了。接着又看到了谢瑾那张儒雅贵气，即使年过不惑也依然很有魅力的脸庞。这位就是长公主殿下，不但脾性合我胃口，这容貌也是1等1的好，当真应了那句沉鱼落雁，倾国倾城啊。话音落下，西岐大臣们表情瞬间复杂各异。秦皇，这位是东陵来的战王殿下和首辅大人。我知道。秦皇注意礼节。楚清皇在右边给他留的位置坐了下来。本宫敬战王殿下一杯。轩辕荣战端起酒盏，干脆利落的一饮而尽。本王在来的路上，听闻西岐有传闻，说长公主乃是神女下凡，帝皇转世，不知西岐皇帝陛下和各位大臣对此是什么看法？谣言不可尽信。本王不是在跟你说话，皇帝尚未说话，你急什么？况且你没听过空穴不来风，东陵强国尚且出过3任女皇，宣王是认为女子难当重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想当皇帝？父皇明察，儿臣绝无此意。身为皇后嫡子，有野心却不敢承认，胆子还这么小，比起清皇来，简直差了10万8千里。既然宣王无意处位，又为何对传言表现得如此过激？你老老实实做你的亲王不就好了吗？而战王殿下有所不知，西岐历来从未有过女子为帝，所以宣王殿下才觉得谣言荒唐，并不是对长公主有什么不满。皇兄即位之前，本王的母亲就是东陵女皇，也没见东陵比别的国家弱呀。东陵来的这位战王好像有点难搞啊，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洒。长公主殿下，你想做女皇吗？本宫确有此意。此言落下，西岐大臣们纷纷色变。七妹，你说什么？本王方才的话还没说完，不知皇上有无兴趣一听？战王请说。此番本王奉皇兄旨意而来，是为了2件事。第一件事，皇兄了解到西岐皇帝陛下爱民如子，这些年虽国库空虚，可皇帝从未加重百姓赋税，这一点难能可贵。皇兄考虑年年岁贡对西岐国库是个负担，所以愿意免去西岐以后的贡礼。东陵皇帝陛下仁德之心，朕敏感五内。这杯酒朕敬东陵皇帝陛下。说完一饮而尽。皇帝陛下切莫高兴太早，本王话还没说完呢。哎呀，实不相瞒，本来此番前来还有一个要求，希望能得到皇帝陛下的同意。请战王殿下明言，只要是朕能做到的，绝不敢推辞。众所周知，东陵上一任女皇乃是我的母亲，摄政王是我的父亲，他们10多年前就已退位云游四海去了。那时本王的妹妹还小，原本皇兄是打算做10年皇位之后，让东陵继任女帝辉煌。可小妹17岁那年出了一点意外，这些日子以来，本王跟皇兄每每想起小妹，心里就特别难过。后来无意间得知西岐有位年仅15岁的公主，骁勇善战，武力强悍，且有着不输男儿的魄力和气度，跟我们的妹妹性情是多么相似。楚清皇淡定喝茶，神色波澜不惊的敛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于是皇兄命本王出使西岐，过来见一见这位小公主，并尽可能的扶持这位小公主做西岐女皇。什么？大殿上文武百官齐齐色变，骚乱顿起。这万万不可呀！西岐从未出过女皇啊！此事实在不妥，还请皇上三思啊！瞌睡连连的大臣瞬间被惊得睡意全无。这当真是东陵皇帝陛下的意思？本王没必要骗皇上，说句冒犯皇上的话，以东陵如今的国力，就算吞并西岐也不在话下。不过皇兄无意征战，所以才想跟西岐做个盟友。吾皇的意思是，皇帝陛下若能成全吾皇和我的一片思妹心切的愿望，不但今年的岁贡可以免掉，以后年年岁贡都可以免去，并且吾皇愿意承诺与长公主在位期间保持和西岐的友好往来。皇帝闻言忍不住又看向楚清皇。父皇，此事还请父皇三思啊！求父皇三思啊！长公主殿下身侧这位是谁？生得挺俊，是长公主府里的男宠之一。他转话题的速度太快，文武大臣们还没来得及抗议战王提出的女皇要求，谢瑾就把话题转到了一个男宠的身上，让他们有种一口气刚提起来就被卡住的感觉。他叫福仓，本宫的贴身影卫，不是男宠。既然如此，把他送给我如何？不行。为什么？区区一个影卫，长公主舍不得？既然是区区一个影卫，也值得谢大人开口索要。本大人这些年对美少年特别感兴趣。荣战嘴角一抽，这句话要是让药叔听到，非得让他跪一夜黄金不可。抱歉，本宫的影卫不外送。我们愿意扶持长公主殿下做女皇。免谈。秦皇，区区一个影卫罢了，朕把暗格都给你，影卫随你挑。不行，你过来一下。长公主殿下。谢瑾使唤不动福仓，退而求其次的朝楚清皇开口。可否让他过来一下？大殿上应该说正事儿，谢大人有什么话要问我的影卫，可以等到宴席散了之后再说。秦皇，不可对谢大人无礼。皇上不必担心，本大人就喜欢长公主殿下这样的性情。朕这个女儿从小就有自己的脾气，这样的脾气很好。本大人年轻的时候也是这般脾气。既然战王是冲着长公主来的，在席宴散了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去长公主殿下的府里做客吧。本大人对殿下那几个男宠很感兴趣。父皇，男女授受不亲，七妹的长公主府尚未有男主人，应该不方便接待男客。本宫的府邸方不方便接待男客是本宫说了算。三皇兄打算替本宫做主吗？只要谢大人别打本宫影卫的主意，想去就去。长公主府足够大，院子够多，战王和谢大人住上1年也无妨。本王提出的条件，不知皇上是否同意？若皇上愿意册立长公主殿下为储，西岐未来数十年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还望皇上慎重考虑。不用考虑了，朕同意。陈海，席散之后，你就据你旨。长公主文武双全，聪慧仁德，有爱民如子之心，有雄才大帝之姿，即刻册立为皇太子。不对，应该是皇太女才是。是。父皇，父皇！4位皇子惊得色变，万万不可呀！都给朕闭嘴！谁再多言，拖出去打！他觉得战王提出的这个要求简直太合他的心意了。他正愁着该如何打破制度，让清皇做女皇呢。想来大臣们一定会以死相逼，激烈反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他们反对不反对并不重要，反正清皇有办法应付他们。跟东陵成为盟友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西岐会不会被人吞并。朕再敬战王一杯。轩辕荣战给面子的端起酒盏，这皇帝是真高兴，看起来一点都没有被强逼
立储的不悦，于是纳闷儿：西岐皇帝原来这么开明。听说长公主的生辰快到了，我们还有一件大礼相送，谢大人请说。这惊喜真是一重接一重的，让他感觉像踩在云彩上似的，轻飘飘的不真实。15年前，东陵摄政王和女皇陛下退位之后，带着年幼的公主去游历天下。两位主子对这位小公主疼爱有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小公主17岁发生了意外，最伤心的莫过于女皇和摄政王，尤其是女皇陛下，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我们抵达西岐之前，曾收到摄政王的来信，若长公主殿下性情真的跟东陵小公主相似，那么摄政王有意收长公主为女儿，不知皇上意下如何？摄政王说了，不会以父亲的名义干涉西岐内政，不会对长公主殿下做的任何事情指手画脚，只是想让女皇陛下有个念想，认别的姑娘为女儿，当真能抚慰自己的一片思女心切之心。皇上不愿意？不是，倒不是不愿意，只是不知亲皇是什么想法。本宫可以答应，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待本宫见到摄政王的面再说。摄政王什么时候能来？亲皇，摄政王身份尊贵，事务繁忙，长公主殿下生辰之前，父皇应该能赶到。好吧，我就应该闭嘴。东陵皇族这些主子们为什么对长公主这么好？难道就因为她的性情酷似他们的小公主？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宴终于愉快的结束。影卫的职责是忠于主子，如果你家主子坐不上皇位，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成为公敌。福仓沉默不语，就跟没听到他的话一样。福仓，东陵也有影卫机构，你若跟了我，我可以让你做影卫大统领。福仓紧跟在楚清皇身侧，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已经是暗阁统领，这个条件不足以让他动心。那做一个掌管千军万马的大将军。福仓依旧寡淡漠然，波澜不惊。你可以想想大将军有多威风，至少可以统领数万军队，比暗阁影卫威风多了。没有回应。锦书，一个影卫罢了，需要你这般放在心上。我恰好就看上了这个影卫了。锦书既然看上了，我稍后就想办法说服长公主给你，不需要你苦口婆心跟她商议。楚清皇眉梢微挑，偏头看向福仓。福仓低垂着眼睑，唇角微抿，面上终于流露出一丝紧张不安之色。今晚朕准备隆重的宴席。皇上不用客气，谢大人想去长公主府走一走，父王跟他一起，顺便多加了解一下长公主的习惯和喜好，以便父王来西岐之后提前做好准备。朕今晚命内廷去给你量身，储君的服饰、头冠、配饰都得提前准备着，待今天见算好吉日，朕就为你举办册立大典。一切从简就行。不能从简，你可是东陵摄政王刚任的女儿，本王也勉强算是你的哥哥。我们既然大老远的来了，就得好好见证一下妹妹册立为储的风采。对对对，战王说的没错，一定要隆重，不用担心国库，这点钱还是负担得起的。没关系，若是西岐国库紧张，册立大典所需要的一切开销由我东陵负责。龙香旗还驻扎在皇城外，妹妹看手头有没有合适的人，派一个过去把他们接到军营安置。此番来西岐，本王原本想带5万铁骑，可皇兄说不妥，只让我带了1万人过来。他想率5万铁骑过来给妹妹撑腰，不过皇兄考虑到5万铁骑进入西岐境内，只怕会把西岐君臣的胆子给吓破了，所以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就是战王跟皇上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君臣之别上。谢大人贬低我倒是没什么，然而拍皇兄马屁也应该在皇兄跟前拍，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帮您升官发财纳小妾。没大没小，等主上抵达西岐，我一定在主上面前替你美言2句，让主上好好松松你的筋骨。锦书多大的人了，还这么会告状？这2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刻骨铭心的领教过摄政王的藤条，那种滋味这辈子只怕都不敢忘记。这一个个容貌生的都不错，不过这么多人争宠，怎么到现在连一点进展都没有？5个侍军面面相觑，随即低眉垂眼，没敢说话。连平时最欢脱的红宇，此时都无比安静。没想到妹妹连兵权都能搞到手，不愧是父王亲自教出来的女儿。二哥太佩服你了，暖暖。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在父皇身边学这么多厉害的本事，究竟是天赋异禀，还是父王教导有方？2者皆有。那父王有没有打过你？你是希望父皇打过我，还是希望他没打过我？二哥这么疼你，当然希望你没挨过打了。哦，的确没打过。父王果然重女轻男，儿子就往死里走，女儿是他的贴心小棉袄，碰都舍不得碰一下。不过等父王知道他的贴心小棉袄成了别人的小棉袄，不知道会怎么想呢？父王会不会把不满发泄到我的身上啊？你想法挺多。父王很久没回宫里了，我记得你成年之后，父王没对你动过手，怎么怕成这样？少年时期的阴影你不懂，那时候你还小呢，刚出生不久，可可爱爱，白白嫩嫩，看着真让人想咬上一口。就算被父王罚得浑身是伤，可一看到你我就浑身是劲，一点都不觉得疼了。战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煽情了？妹妹正感动着呢，锦书能不能别破坏气氛？我怎么没看见公主殿下露出感动的表情？妹妹性情沉稳内敛，感动也是放在心里，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跟父王一样。外面庭院里的人也全部退下，福仓，你去安排。父王真的要过来？当然是真的。
真的。听说妹妹对这个叫扶仓的影卫很不一般啊。听谁说的？红宇和楚灵川同时跪了下来。温战、麒麟和沈崇锦默默朝角落里移去，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你们是怎么说的？就如实说了呀，就说了一点点。妹妹别怒，灵川和红宇只是做分内事，他们就说这个影卫武功强悍，无人可敌，长得也好看，深得妹妹信任，其他的没说。小红宇看起来需要一顿竹鞭炒肉，让你在殿下身边争宠，你连个影卫都争不过，要你有什么用？殿下不为美色所动，我能有什么办法？他已经尽力了，紧紧抓住每一个可以争宠的机会，可殿下就是不宠他。红宇争宠是谢叔叔的主意，这几位都是谢叔叔安排的。我可没那么大本事，都是主上安排的吧？不过这些不重要，我们应该跟殿下谈谈扶仓的事情。麒麟，你拿着战王的令符出城，把龙相继安排进银甲军军营。是，你的武功和兵法是谁教的？小人资质愚钝，不敢乱报师傅尊名。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也先回去吧。小红宇今晚记得带上金条来找我，我跟你好好谈谈。我才不去。他傻吗？这边事情告一段落之后，让灵川早些回去。他公务在身，不能长时间逗留在西岐。本王身边有几个影卫，也是福字辈，这算是缘分吧。所以扶仓以后就跟在本王身边吧。本王记得影卫的规矩是出现在主子面前时必须得跪着。扶仓抿了抿唇，沉默地低头跪了下来。二哥怎么回事？竟跟扶仓过不去？暖暖，父王要是知道这影卫每天晚上睡在你的床上，只怕就不是让他跪着这么简单了。你信不信父王能把他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楚清皇瞬间语塞。好吧，两人同床共枕这件事儿确实不合规矩，是他一开始的纵容，然后形成了习惯。不过二哥怎么会知道？难不成又是红宇多嘴？扶仓很厉害，武功一流，忠诚无比。然而西岐暗阁建立时间尚短，许多制度还不够完善。以父王和皇兄的情报网，想要得知此事并不难。妹妹身边出现的人不管可不可靠，我们都得提前调查清楚，以确保万无一失。好，妹妹不要生气才好。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清清白白。废话，你要是敢不清清白白，扶仓现在已经去见阎王。扶仓是我的人，二哥不许动他。暖暖，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喜欢不，只是不讨厌。他是我的影卫，身手好，长得好，又忠心，我用着很趁手。二哥能不能别那么多想法？既然不喜欢，那就好办了。不管他用起来有多趁手，影卫冒犯主子都是死路一条。暖暖，你可以选择让他现在死得痛快点，还是等父王过来，让他好好尝尝18般酷刑滋味。二哥，你觉得一个影卫的事情比我做西岐储君还重要？储君一位已是板上钉钉，只等着吉日就好。眼下是你的私事比较重要。我也这么觉得。不管是17岁还是15岁，公主殿下尚未成亲，怎能允许一个男子随意霸占自己的床位？男女之防得有，尊卑之别也得有。这样不成体统、不守规矩的行为，必须受到重罚。扶仓罪无可恕。按照影卫的规矩，以下犯上是死罪，逾越身份是死罪，一次次得寸进尺更是死罪。依我看，可以把身上的皮一点点剥下来，也慢慢剥，不能太着急。把2只爪子给剁了，骨头一点点敲碎，慢慢敲，也不能太着急。身上的肉一片片切下来，再受足酷刑49天，再断气，才刚刚好。楚清皇沉默，他已经确定这2人今天是有备而来，专门针对扶仓的有备而来。然而他蓦然发现，从抵达东上阁到现在，不应该说从宫宴上开始，他居然一点都没听到荣战和谢瑾心里的想法。是因为这2人功力高深？那扶仓功力也不浅啊，他却每天都听得津津有味。是他们提前有防备？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明他们早知道楚清皇有读心术这个事儿了？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楚清皇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蒙在鼓里，很多事情他们都知道，唯独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比如后院几个侍军提前蛰伏好，比他更先一步抵达了公主府，并且在他没有魂穿之前一直安安分分地待在后院，不轻易现身。比如荣战和谢瑾对扶仓的态度，让楚清皇觉得他们有什么事儿在瞒着自己。说吧。说什么？我在这里的消息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多，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我们就不用说了，反正都知道。皇兄、耀叔、禹王、荣臣，你后院那几个肯定都知道。不过最了解细情的就是父亲、母亲和禹王。所以麒麟他们几个就是父王提前为我准备的。禹王早算到了你有一劫，以父王爱你的程度，自然是要想好应对方法。战王不必嫉妒，主上爱你之心也是一样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同罢了。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你年纪轻轻，掌管东陵40万兵马大权，既能让麾下将士心悦诚服，又能让天子信任有加，不存半分忌惮，难道不是主上当初教导之功？景叔，我也不是3岁小孩，更不是对暖暖嫉妒，您不必如此用心良苦的提醒我，父王是为我好。他又没对父皇有什么偏见，干什么这么紧张？再说了，他敢有偏见吗？我还以为你会心生不平呢。我还打算活到寿终正寝，不想英年早逝。所以心生不平，万万不敢。父皇会拿着藤条抽到他心服口
口服为止。你们在朝堂上也是如此说话方式？怎么会？难道你都不知道？景叔自从做了首辅之后，开始修身养性，脾气变得格外温和好说话。早朝上不会动辄让那些百官们吓得半死，但越是正经严肃，文武百官就越是听话。我觉得特别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威严和可怕不是通过歇斯底里的暴怒体现出来的，反而越是心平气和，越让人心里没底。未知的可怕才是真的可怕。果然是父王的亲女儿，小妹这城府跟父王有的一拼。战王还得多多修炼，果然小暖儿才是主上的贴身小棉袄，得了主上真传。看看这位小公主喜怒不形于色的气度，简直跟她的父王如出一辙。二哥不必奉承我，谢叔叔也不用太抬高我，我有点事情想单独跟二哥谈谈。正好我也有事想单独跟妹妹说，事关你的终身大事，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想法。终身大事？福仓心头一沉，两眸不语。既然如此，那我跟福仓也出去单独谈谈。福仓，你跟谢叔叔出去一下。福仓蓦然回神，恭敬地应了声是。谢叔叔不许欺负他，否则我就告诉父王。小暖儿学坏了，光明正大的威胁我这个朝中一品首辅。因为谢叔叔整治人的手段太多，让人防不胜防。小暖儿真是看得起我。楚清皇没再说话，福仓沉默地跟谢瑾一起走了出去。皇兄在东陵物色了几个容貌、品行、学识都不错的世家子弟，打算让你挑选一个做驸马。暖暖，你什么想法呀？做驸马？登基以后就是正宫皇夫。我对驸马没兴趣。皇兄的意思是先让你挑挑看，你要是同意，我写信给皇兄，让他把那几个人送过来，你留着做皇夫。若是都喜欢，就都留下。皇兄这么做也是为你以后考虑，有几个皇夫是自家人，总归能帮衬你一些。东陵跟西岐隔得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定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能明白皇兄的良苦用心？父王不是已经准备了几个人选？你说的是麒麟他们，那不一样，你又不喜欢他们。争宠几个月都没能有一点进展，足以证明妹妹对他们没感觉。东陵那几个我也不喜欢，让皇兄不必费心。可是你早晚都是要成亲的，就算做了女皇，也得选秀充盈后宫吧。与其选西岐这些歪瓜裂枣，不如从东陵世家公子中挑选一些优秀出众的男儿，以后还能在政务上辅佐。不要，暖暖，不瞒二哥，我打算让父王收福仓做嫡传弟子。他只怕还不够资格。父王觉得够就可以，做了父王的嫡传弟子，他的身份就能提升一大截。我的驸马位置打算留给他的。我没听错？没听错。你不是说不喜欢他吗？但也不讨厌。暖暖，你别跟我抠字眼。他比较有趣，合我胃口。我听说很多喜欢都是从觉得有趣这4个字开始的，但是你们不能在一起。而且从今儿开始，你们也不能再睡在一张床上。为什么？他身上有秘密。福仓欺骗我？倒不是，其实福仓真实的身份是王子，不过他自己也是不知情者。大概2岁左右就被人调包送进了暗阁。福仓是王子？他想到之前太后说的秘密，楚天征不是端妃的亲生儿子，没想到福仓和楚天征居然是被调包互换了身份。楚清皇斜倚着锦榻沉默，许久没说话。该如何把这个真相告诉给福仓，并且让他接受兄妹不能相互喜欢的事实？暖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可以选择告诉他真相，从此保持该有的距离，或者直接让他恢复王子的身份。这样一来，可以早点断了他不该有的念想。断了他不该有的念想？不行，既然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让他恢复身份是早晚的事儿，但不是现在。若现在告诉他真相，他应该会受不了吧？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遵循你一开始的计划，让父王收他做嫡传弟子。福仓虽然武功高强，但暗阁10多年的训练让他的思维跟寻常人不太一样，他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如果你打算让他恢复身份的话，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应该跟他避嫌。只是这么一来，福仓应该比我更有资格做这个皇位。他哪来的资格？他是西岐皇子，自然有资格。暖暖，谁告诉你他是西岐皇子的？我方才说的明明是王子。所以是他听错，闹了乌龙。王子一字之差，身份却是天差地别。东陵合并了禹国之后，如今只剩下燕国和秦国2小国依附着北疆而存，也只有秦国和燕国的国君被称为王，君主的儿子被称作王子。所以福仓是哪国王子啊？燕国还是秦国？燕国历来出美人，也手下曾经就训了几个美少年，不过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眉毛不复当年娇嫩，手段也不复当年纤细，也就对他们失去兴趣了。不过爷最近手痒，想再挑几个干净美丽的燕国少年训训，给公主殿下暖床用。你觉得怎么样？暖床？目光森冷尖锐地看着谢瑾。这般眼神倒是不错，桀骜不驯，孤傲锋锐，让人格外感兴趣。福
扶桑，不如你就跟了我，以后做我的侍奴可好？扶桑压抑着心头杀气，那双蕴藏着杀意的眸子终于是缓缓垂下，恢复了一贯的淡漠疏离。有脾气，你眼睁睁看着他像是落荒而逃般的背影，谢瑾皱眉。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跟谢大人一起离开了？他又回来了。谢叔叔跟你说了什么？扶桑沉默片刻，微微摇头，没听清。没听清？没听清？影卫居然也有听不清话的时候。二哥，你跟谢叔叔赶了这么久的路，先去休息。我有些话想跟扶桑说。你就惯着他吧，一个影卫被惯得一点规矩都没，这要是搁在父王手里，二哥不说我都忘了，我得让父王对他温柔一点。荣战嘴角一抽，伸手狠狠揉了一下他的头。你真是气死我！带这位贵客和那位谢大人去安置，府里最好的院落给他们安排上。殿下，除了东上阁之外，最好的院落是梧桐院，换别的院子。是。梧桐院怎么了？难不成出过金屋藏娇的美事？金屋藏娇倒是没有，只是死过人而已。至于人是怎么死的，谢叔叔可以去问问后院那几个人。扶桑是。楚清皇静静盯着他看了片刻，确定他此时是在故作镇定，实则心里已经乱得一塌糊涂，脸色都白了。我之前跟你说了什么？驸马的位置是留给你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听到这句话，死寂的心像是被注入了活水，慢慢的又复活了过来。可是我还有一些事想要告诉你，关于你的身份。属下的身份我也是刚知道，不过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奇怪，毕竟当年西岐内乱很厉害，后宫更是乱得一团乌七八糟，皇帝心力交瘁，无暇顾及太多，很容易让人钻了空子。你的真实身份是燕国王子。燕国，一个依附于北疆的附属小国。准确来说，应该是你。楚天征和现在的燕国王子三人被混掉了身份，原本应该被送进暗阁的人是楚天征，燕国那位王子可能才是端妃的儿子，你则是燕国王子。太后当年这么做的目的，想来是要在必要的时候拿捏端妃，又不想把他的儿子放在眼皮底下。毕竟当年林家护驾有功，他要做好万全之策。但现在的情况是，太后自身难保，端妃也失了宠，这个秘密也许会被永久埋葬，没有再揭开的必要。如果你想恢复身份，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恢复身份不就要去燕国，以后就不能再以影卫身份跟在主子身边。属下不想恢复身份。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燕国王子虽身份不太高，至少比起周边强国来说，一个小小燕国王子根本没有多大权力。到恢复身份之后，你可以筹谋，本宫也愿意助你，到时候你就把北疆打下来，然后称帝。属下不想做燕国王子，也不想称帝。属下资质愚钝，不是做皇帝的料。属下愿意辅佐主子做女皇，以后主子去打北疆，属下替主子上阵杀敌。若有谁阻挡主子登基，属下就取了他的首级给主子当贺礼。属下这辈子一定对主子忠心耿耿，不离不弃。本宫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不用考虑。燕国虽是小国，但王子身份到底也比影卫尊贵许多。扶桑还是摇头。你不想要自由？扶桑毫不犹豫地摇摇头。他从来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东西，以前没有，以后也不需要。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待在主子身边，一时一刻也不离。好吧，如果不是他有读心术，大概也不会这么快就对小影卫生出什么兴趣了。只怪他心理活动太丰富了，他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个少年特别的与众不同。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吧，反正这件事拿主意的是你自己，以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跟我说一声就成。扶桑点了点头，他不会改变主意的。扶桑蹲跪下来，楚清皇看着他被自己掐得有些泛红的脸颊，伸手摸了摸。疼不疼？主动把脸凑过去，乖巧地说道。主子想掐就多掐掐，属下不疼。这段时间吃好喝好睡好，肌肤明显好了很多，触感不错，都是主子恩典。扶桑，本宫会一直宠你的，但是你要听话，一直听话才行。扶桑了一声，仿佛阴霾散去，心安神定。属下会一直听话，不会让主子不高兴。本王这个妹妹对感情的表达方式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不是娇羞，也不是温柔，而是霸道的让人听话，还得一直听话。这是什么癖好？正常，对自己喜欢的人，自然是希望他越听话越好。可是以前有人说，越温顺听话的人越容易让人失去新鲜感，这种感情叫做征服欲。那是有病，我一点都不觉得喜欢一个人叫征服的，感情上心甘情愿的臣服才是极致的喜欢方式。比如景叔这样的，完全臣服于一个人，心甘情愿哄他开心，充当他不开心的出气筒。不许对长辈无礼。皇家先论君臣，后论长幼，本王乃是天子胞弟，谢大人应该对我恭敬一点。等我禀了主上以后一定对你恭敬一点。景叔幼不幼稚？这么大的人了，动辄告状，你以为本王真的那么惧怕父王？父王这些年不问政事，一门心思跟母皇恩恩爱爱，才没心思对我动手呢。你告了也是白告。算你说的有道理。哎呀，不过我真是好想揍人啊！想揍谁？当然是揍那个叼走我妹妹的狼崽子。就算他恢复了身份，也是一个小国王子罢了。本王都不需要1万铁骑，随便带几千人就能把燕国灭，他们的身份一点都
不般配。我支持你。妹妹生气了怎么办呀？生气，你可以再挥挥手把西岐也灭了。荣战气结，谢大人是年纪大了，想告老还乡了。早有此意，奈何主上不许。荣战彻底没了话。突发恶疾，这么巧？什么这么巧啊？一看就知道另有隐情。不过这是别人家的家务事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妹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看你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我非常怀疑这其中有你的功劳。楚清皇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俨然是默认的意思。暗格现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自然是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不过死也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啊，比如凤昭仪母女。适时的告诉皇帝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还是不能为人所知的宫廷秘辛，让皇帝自己动手，省了我的时间。不管是论武力还是玩心机，放眼整个西岐，本宫可以碾压他们所有人。不愧是我的妹妹，霸气。应该说是天生的帝王之姿，霸者气度让人折服，我等真心敬佩。看在你们如此真心诚意拍马屁的份上，我可以给二哥留一个大将军的位置，给谢叔叔一个相位。多谢妹妹抬举，不过我得回去问问皇兄，对于妹妹如此正大光明的拉拢之举，看皇兄是何反应啊？我觉得应该我们义正言辞的拒绝，以示我们对皇上的一片忠心。为什么？如果真要回去问皇上，皇上一定会同意我们俩留在西岐。这样不好吗？只能说不太好。西岐疆土根本没办法跟东陵相提并论，同样是一品大将军，权力地位却截然不同。西岐丞相之位也绝不如东陵首府来的威风。也觉得我很愿意留在西岐。言之有理。不过谢叔叔不是都已经想着告老还乡了吗？怎么还如此眷恋权位？倒也不是眷恋，真能如愿辞去官位，浪迹天涯，倒也是一桩幸事。可没有辞官之前，自然还是越威风越好。你说呢？的确有道理。可是这是我妹妹，我觉得威不威风无所谓，能保护妹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得舍弃皇上，舍弃皇兄。所以到底该回去东陵效忠皇兄呢，还是留在西岐保护妹妹啊？没关系，我会保护好主子，你们可以安心回去，不用担心主子安危。谢瑾和荣战齐齐转头。你确定？福仓沉默不语。长公主殿下争储阶段可以靠着武力取胜，因为对手都在明面上，看得见摸得着。然而待以后坐上了女皇之位，跟文武百官打交道，靠的就不是武力了，而是谋略城府。一个小小的隐卫能击杀刺客，能识破奸臣，却没办法防止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阴谋诡计。殿下坐上皇位之后，面对的敌人只会比现在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福仓沉默地看着他，缓缓摇头。你看，你连坐上皇位之后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保护你家主子？殿下现在争储对手是那几个想做皇位的皇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虽彼此身份相当，但对付起来并不难。坐上皇位之后，公主需要面对的却是整个西岐臣民、各州各城各地方官，甚至是奸商恶霸。不管是天子脚下，还是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城池，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很多，多到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把他们全杀了？福仓眉心微锁，若有所思。不愧是东陵权臣呢，一番话直切要害，成功的让福仓开始盘算起未来的计划。你在想什么？被谢大人说的话吓到了？不是，属下很没用，只顾着一己之私，没有替主子考虑。不用这么妄自菲薄，在其位谋其政。你是隐卫，只要做好隐卫的分内之事便足以。可是若隐卫之外需要再添一层身份，就必须要有与这个身份相匹配的能力。属下想分担主子的烦恼，替主子做更多的事儿，解决主子要解决的问题。属下还要护着主子坐稳江山，让主子无后顾之忧的处理政务，治理天下。属下福仓，难得听你一次说这么多话。师父会不会不喜欢我？师父，你这是决定要拜师的意思？福仓点头。可是师父还没答应收你，你现在就叫师父，是不是为时过早？属下什么苦都可以吃，一天只睡1个时辰就足够了。师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证不给主子丢脸。属下可以一天只吃1顿饭。楚清皇失笑，师父家已经穷到需要克扣你的伙食了。谢大人是东陵权臣，打小就比一般人聪明，这些年更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论城府，论智谋，论心计，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他。他说的话都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你多听听没什么坏处。是。另外，我父王娘亲和2位哥哥都比较开明，他们不会嫌弃你的出身，只要是本宫喜欢的，不管他们嘴上说什么，心里其实都是支持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不过我父王要求比较严厉，他不嫌弃你的出身，不代表他不在乎其他，你跟他相处之后就会明白。本宫暂时也不多说什么，你只记住一条，父王要求你做到的事情，你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必须做到，他不会故意刁难你，所有的要求都是基于努力就可以做到的程度，只看你意志如何。还有最后一点，本宫有自保能力，你若真的打算拜师，就不许一心二意，只管心无旁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本宫身边高手众多，那些人想暗算本
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想说什么？主子方才说喜欢，指的是喜欢我吗？你觉得呢？属下不敢臆测。本宫允许你臆测。应该是。确实挺喜欢的，你很可爱。可爱？睡觉吧，明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8月初6，这么久。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事不宜迟，越早办越好。不过钦天监既然算出了吉日，那就只能按着吉日举办了。反正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不必担心迟则生变。钦天监是谁的人？皇帝的人。既然是皇帝的人，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生出二心来。二哥和谢叔叔可以早些回去，别因为我耽误正事儿。妹妹别担心，皇兄身边能臣干将很多，又不缺我。练兵这种事情虽说不能懈怠，但因为特殊情况暂停2个月也影响不了什么。朝中有阿展、岑恩、程小姐，皇兄根本累不着。妹妹放心。所以你们打算在西岐待上1个月？荣战理所当然的点点头。公主殿下是不是不想让我们留下来？主上还没来呢，还有几天就是你的生辰了。我们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肯定得等你的生辰过完。生辰宴结束之后，再等一段时间也没什么。亲眼看着册立大典顺顺利利结束，我们再回去不迟。不过话说回来，妹妹真正的生辰是在11月，若不是时间太久，我都想过完年开春再回去了。如今却只能给楚亲王过生辰。人家好端端的身体被我占用了，都没说什么，你倒还委屈上了。倒也不是委屈，只是有些伤怀。以前的西岐公主还活着，她还会回来吗？这个问题本王还真不太清楚。别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好好保护自己就行。保护好自己，隐卫的职责何名是保护好主子？什么时候变成保护自己了？二哥，福仓即将成为你的师弟，你得护着他。荣战皱眉，本王出去转转，领略一下西岐的风土民情。今天不舒服，没。本宫还以为府里的食物出了问题，让你吃坏了肚子。那你今天一次次出去是怎么回事？昨晚上他收到了消息，说从苍云山方向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九霄阁的2位主子，而且按路线来看，即将抵达西岐。他猜到了马车上的人是谁，所以他命人小心的盯着，时刻关注着他们到了哪儿。这种行为要不得，有犯上嫌疑。主子知道了，不知道会不会生气。你现在的表现不像是即将拜师的弟子，反倒更像是要拜见公婆的小媳妇儿。属下，我父王和娘亲不是吃人的老虎，你不必这么紧张。这样吧，你把他们当成是恶公公、恶婆婆，即将用雷霆手段拆散我。如此一来，你可能就不会太紧张了。主子这样不好。怎么不好了？他们是主子的爹娘，不是恶人。本宫只是让人假想一下。假想也不能，主子的亲人是必须要尊敬的。好吧，这就是个完全没有心机城府的小媳妇儿。福仓小心翼翼地把2人的发丝松开，一手环着楚清皇的腰，直接把他整个人往自己怀里带，再然后才安安心心的睡觉。楚清皇睁开眼，看了一眼2人的睡姿，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是好。好吧，福仓喜欢自欺欺人，那自己索性陪着他演。于是楚清皇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闭上眼睡觉。福仓，是本宫昨晚做了个梦。主子梦见了什么？梦见有人想非礼本宫。福仓下意识的就要跪下，然而无意间瞥见楚清皇面上轻松的表情，福仓动作便迟疑了一瞬，然后他试探着开口：主子还梦见别的了吗？好像是有人拽本宫的头发啊！自己昨晚不是很小心的吗？根本不可能拽到头皮才是啊！梦里的这个人还真是胆大包天，要是让本宫知道是谁，你紧张什么？没，属下也觉得此人着实可恨，怎么能趁主子睡着就入主子的梦里呢？还敢对主子无礼，简直罪该万死。楚清皇嘴角一抽，的确可恨。更衣吧，父王快到了，本宫打算出城去迎接一下，但是又不能让其他人发现本宫离开，你说该怎么办？属下给主子易容。你还会易容？会。以前怎么没说？主子以前也没问过属下。不错，有长进。比起以前动辄下跪请罪，如今都开始学会给自己辩解了，挺好的。楚清皇从床上起身，本宫试试你的手艺。是。小雨儿，战王殿下，你干什么去啊？闲着无聊，想去给殿下请个安。请什么安？争宠都争不到，就算每天去暖暖面前露面100次，也依然是个不得宠的弑君。战王殿下怎么这么说？人家已经很努力争宠了，那殿下不喜欢人家这样的，人家能怎么办？荣战听他一口一个人家，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要是暖暖，我也不喜欢你这样的。红宇皱眉，满眼委屈的看着他。荣战被他看得头皮发麻，连忙驱赶苍蝇似的。滚！有多远滚多远，赶紧给本王滚！红宇其实还没玩够，但他也不敢太过分，娇滴滴的俯身行了个礼。奴家告退。说完不等荣战反应，身姿一掠，转瞬又离开了长廊。荣战皱着眉，很想知道好端端的一个少年郎，这是在哪儿学的这么娘们唧唧的？他是想去青楼当花魁吗？二哥这是在看什么？看红雨。荣战下意识的回道，然而待他转头看见出现在眼前的女子，蓦然呆住。妹妹。二哥觉得像吗？像，非常像。锦书给你易的容。不是，他给我弄的。你还擅长易容？稍有涉猎。你见过我妹妹的真容？未曾，是主子画了画像。父王和娘亲应该快到，我打算出城去迎接一下。二哥愿意一起去吗？我跟你一起去太引人侧目了，原本人家不认识你这张脸，看到我跟你在一块儿都得多几分怀疑。不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了，居然主动去迎父王？我是娘亲的贴心小棉袄。
袄，谁跟你似的没心没肺？荣战抬手想敲他，就见扶仓急速移动，瞬移到了楚清皇面前，目视荣战，刹那间就进入了戒备状态。你想干什么？想对我动手？扶仓默然，随即垂眸退了一步。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下意识的反应。二哥要是不去的话，可以进宫找皇上喝茶聊天，顺便帮我盯着镇北王。我们先走了。我就是替你操劳的命。等父王抵达皇城，我一定在父王面前替你多美言几句。我上辈子欠你的。两人刚翻过墙，大白天的就有人做宵小，这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要说最近身子不适，暖丫头，你还魂了！楚清皇嘴角一抽，眼神微妙的看着他。阿锦这手艺越来越好了，真的跟暖丫头本人一样。只要是胆子小的人呀，定能下出个好歹来。不是锦叔弄的，是我身边这位。身边这位，这是哪根葱啊？我家园子里种的大白葱。许久未见，暖丫头多了不少人情味啊，看起来不那么冷冰冰的了。不错，居然都学会幽默，不会是这个影卫的功劳吧？我爹娘呢？正在休息呢。天气热，一下整日窝在马车里，可让主上心疼坏了。这不，刚下榻就让人准备了好几盆冰块，在屋里消暑呢。这少年生的挺俊呀。英雄所见略同。这可不像是你会说的话。以前的小公主可是对男人不屑一顾的。此一时彼一时，她哪里得了你的欢心？说不上哪里好，比不得两位皇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比不得锦书心深似海，狡猾如狐，也比不得耀叔年轻时的光芒万丈。但他就是能让我欢心。感情这种事不好说，不合眼缘的，就算身份尊贵强大，就算精彩绝艳，也依然无法让人动心。意思就是这个比较合你的眼缘了。目前来说，没有比他更合眼缘的。可是你们俩差距太大了。我觉得我是最不需要考虑门当户对的人。为什么？因为暖儿素来行事任性，不受约束。目前来说，没有遇上其他合眼缘的，就暂且将就着喜欢。等以后有了更合眼缘的，就随时把这个换掉。所以才说不需要门当户对，只要他高兴就好。轩辕耀啧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他转头看向扶仓，扶仓抿着唇角，低眉垂眼的表情看不出什么异常来，只是心里不知道是不是也如表面这般平静。扶仓跪下喊师傅。扶仓二话没说就跪了下来，连师傅的容貌还没看清，就低头喊：“师傅，天气热，吃点水果。”父王，你也想吃，让人再送一盘过来。是。要叔不用麻烦，我不是想吃水果。喝凉茶还是冰镇酸梅汁？女儿见过父王，见过娘亲，给您二老请安，祝您二老长命200岁，青春永驻，情深不渝。长命200岁，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说法。这是干什么？成亲让我们心疼。父王能不能收扶仓做弟子？为什么？他比较得我欢心，但是除了一身强悍的武艺之外，其他方面都还有些薄弱，想要父王带他去苍云山调教调教。影卫的职责就是保护主子，有一身强悍的武功足够。可是行了，外面太阳大，让他先进来。听到没有？师娘让你进来。谢师娘。容貌生得挺好，看来我家暖儿也是个以貌取人的姑娘，赏心悦目，看着她就能让我心情好。你喜欢她？挺喜欢。男女之间的喜欢，女儿暂时没想过这么深，不过以后若是要成亲的话，大概就是她了。这还叫没想那么深啊？都到成亲这一步了，还想怎么深？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怎能如此自作主张？你别看我也没用，你父王才是一家之主。父王不也听您的吗？收徒可以，移出弟子也没问题，但我有3个条件，你若同意，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父王请说。第一，3年之内他不许离开苍云山。第二，本王如何教他，你不许插手。第三，除非本王觉得他有资格娶你，否则你们不许提及成亲事宜。楚清皇没什么意见。扶仓，你愿意吗？缓缓摇头，不愿意。为什么？属下没有太多时间。没有太多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影卫最佳的作战年纪是出阁至25岁，有些不到25岁就开始退化，还有一些因长期用药伤病缠身，甚至活不过30岁。属下不想浪费3年时间去学艺，属下不想离开主子身边。这是自己还没谈拢就来跟我谈啊！扶仓抿唇，想认错，却不知从何说起。他一开始不知道学艺需要3年，难道父王看不出来他就是一根筋？暖儿比我当初勇敢强大，也更有主见。扶仓年纪还小，不明白长相厮守才是感情最美好的归宿。暖儿以后可以慢慢教他，不着急。扶仓，你大概还不太明白今日拜师意味着什么，我解释给你听。暖儿把你带来是认可了你的身份，你以后是要陪在他身边一辈子的，不是3月2月，也不是3年2年，而是30年50年。你若喜欢暖儿，那么就该多方面考虑，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出众的男子，不能永远把自己视作一个影卫。影卫是没资格谈感情的，你若要奢望感情，就必须抛开一个纯粹影卫的身份，把忠诚转化为更强大的守护。至于你所担心的问题，其实也根本不存在。影卫的寿命确实比寻常人要短，但大多情况是因为饮食不当、休息不足、长期透支、体力过度，不是因为影卫天生就寿命短。看你的气色不错，最近一段时间饮食和休息应该都
都没什么问题。我相信暖儿不会让你太早去见阎王，好好调养，不说长命百岁，活到70、80大概没问题。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我不缺弟子，也没兴趣收他。儿带他回去吧，让他安安心心做一个影卫就行了。等你成了西岐女皇，我让人搜罗全天下的美少年给你送去，不愁没人讨你欢心。属下愿意。你说什么？你愿意？我是不是该感恩戴德？谢谢你愿意拜师啊！师父息怒，弟子知错，愿受师父责罚，求师父收下弟子。弟子一定用心学，师父责罚打骂，弟子定恭敬领受，绝不反抗一句。福仓不成器，劳烦父王多多教训。女儿家应该以江山为重，儿女私情可以暂放一旁。话音刚落，旁边南希扑哧一笑。喜儿，你笑什么？没什么。世人经常会说，男儿该以仕途为重，先立业后成家。他倒是第一次听说女儿家该以江山为重的，果然是荣誉。女儿暂时确实没打算想儿女私情，所以这不是把福仓送来给父王考验了吗？父王要是觉得他还行，就用心调教一下；要是觉得他不行，苍云山上到处都是埋人的地方，随便找个悬崖峭壁处理就行了。轩辕耀啧舌，这是以退为进。不过小暖儿这说话的语气还真跟主上一模一样，莫怪世人常说女儿多像父。荣誉，女儿顶着太阳骑马赶来，你就不心疼一下？既然是女儿认定的人，该收就收了。这个时候为难她就是为难自己，况且还有3年时间考验，她行不行你还能不知道？你这张脸易容的不错，他的功劳。行了，先去休息一下，稍后我让人把吃的送给你们。拜师仪式什么时候开始？不着急，你们先去歇着，我跟你父王商议一下。过来。福仓抿了抿唇，慢吞吞走过去几步。离我那么远做什么？怕我吃了你？福仓摇头，连忙又往前走了几步，正像是入了狼窝的小白兔。楚清皇抬头招了招，跟换阿猫阿狗似的。偏偏福仓就吃这一套。你自己说，欠不欠打？到了师父面前还敢反悔，本宫算是服了你。属下知错，属下就是不想跟主子分开太久。父王说你3年不能下山，又没说我3年不能上山，你怎么这么笨？脑子里都装了什么？惯得你越来越没规矩。主子英明。楚清皇嘴角一抽，别拍马屁，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主子骑马赶路2个时辰，一定腰酸背痛，属下给主子按按，属下以后一定好好表现。既然如此，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本宫确实腰酸背痛，师娘很温柔，跟主子一样温柔。你应该当着我娘的面说。属下不敢，师父会不高兴。我可不敢跟我娘比温柔。不过你挺幸运，我娘对你还算满意。通常他娘亲看上眼的，他父王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意见。父王算是答应了收你为徒，等此件事了，你就跟着父王去苍云山。西岐这边的事情不需要你再过多操心，在父王面前切不可投机取巧，不可玩弄心思。属下知道。8月储君册立，年底时本宫看能不能抽空去趟苍云山，陪爹娘一起过年。要是没人折腾幺蛾子的话，我们年底大概就能见面了。我爹娘是不是很好看？我没看清。准确来说，他根本没敢抬头看。没看清，意思是说你明明已经见到了师父师娘，却还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属下。楚清皇扶额，实在是对他服气又服气。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活宝啊？然而能怎么办？他自己看上的，笨一点也得忍着。这么快就回去，会不会太赶了？女儿不好离开太久，这个时辰回去可以赶在城门关闭之前抵达。明日一早应该会进宫一趟。虽然西岐几位皇子不堪造就，却不会甘心就此接受公主为储的事实。你们回去之后务必小心，不可疏忽大意。父王放心，女儿不会给父王丢脸的。这2人年龄加一块儿也不过儿龄，却已是西岐最强悍的人，并将拥有西岐最尊贵的身份。果然英雄出少年，一代比一代强。确实不错。父王，娘亲可好？我们都很好。直接去你妹妹的府里。是。几人重新翻身上了各自的马，往内城而去。听说蜀国长公主和云公子也来了，怎么没见他们2人一起进城啊？为了避免引起过多恐慌一侧，他们在白城休息一晚，明日一早再进城。这算不算是王者齐聚？不，都是自己人。蜀国因为一个云亭和叶倾城，早就成了东陵的附属国。西岐因为有了他们的公主殿下，以后也将由年年上贡的国家变成同盟国，实际上还是自己人。大周皇帝是他们主子的侄子，也是自己人。只要东陵天子想就此一统天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了。就剩下北疆独木难支了。北疆早晚也会成为东陵疆土，我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天下一统。要是皇上没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你是不是就要死不瞑目了？大将军说的这是什么话？这天下除了耀耀，还没有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事儿。皇上驾到！这皇帝得到消息的速度挺快。女皇陛下摄政王，朕今日实在高兴，竟有幸得见您2位。皇上太客气了，我们也很高兴。的确很高兴。给皇帝陛下介绍一下，这是本王的女儿。皇帝表情就这么
一顿，目光随着他的动作转过去，看向神色平静的青黄。他的女儿？哎，请说清楚啊，这到底是谁的女儿？怪不得这么客套，原来是跟他抢女儿来的。那个摄政王有所不知，青黄是朕的女儿。就算要认女儿，也得先经过他和青黄同意吧？哪有上来就宣布结果的？皇上这是反对青黄做我的女儿？这倒不是，只是……那就这么定了，以后青黄是本王的女儿。果然是来跟我抢女儿的。安静站在一旁的谢瑾、轩辕耀、荣战、楚青黄一个个沉默不语，一时之间只觉得他家主上或父王有点欺负弱小的感觉。皇帝小可怜，嘤，有人抢我的贴心小棉袄，我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去厅里坐下再说，我跟青黄一起坐。皇帝心里开始泛酸，总觉得自己宝贝女儿真的被抢走了，心情难免有点复杂。青黄真是个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年仅15岁就有着不输男儿的魄力，着实厉害。皇上有此般了不起的女儿，让人艳羡不已。是啊，朕也与有荣焉，青黄就是朕的贴心小棉袄，有这样一个女儿，朕实在是高兴啊！荣战轻咳一声，端起茶盏默默喝茶。谢瑾和轩辕耀也没说话，他们一说话，难免就有人多势众欺负人的意思。我们此番来西岐，就是认个女儿，不会干涉西岐朝政，也不会左右青黄任何事情。青黄以后还是皇上的女儿，我跟荣玉不会在此逗留太久，皇上请放心。好吧，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人家只是移情作用，认个女儿罢了，他怎么就以为人家是来跟他抢女儿的呢？能得二位青颜是青黄的荣幸，朕也为他感到高兴。是我们有这个福气，青黄已经是个独立的姑娘，我们也就是厚着脸皮要个名分，只要西岐没人欺负她，我跟荣玉就不会干涉西岐任何事情，这一点还请皇上放心。偶尔干涉一下也没什么，两位都是明君，能得您提点，对青黄以后治理天下也有莫大帮助。倒是个明事理的。两位初来乍到，青黄这里也没怎么准备，不如随朕进宫，朕让人准备隆重宫宴，为二位接风洗尘。荣玉去吧，我留下这里陪陪女儿，怎么样？还能习惯吗？挺好的，娘亲不用担心。我眼瞅着这位皇帝陛下人还不错，原本你皇兄的意思是，他们要是对你不好，就把西岐打下来送给你。如今看来，应该是不用了。这位皇上的确是不错，不过放眼西岐皇族，也就他还是个不错的人。需要帮忙吗？你是我们的女儿，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母亲别多想，我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但确实也不需要。之前我只是想夺个地位玩一玩，没考虑太多。后来发现这位皇帝陛下是真心为社稷着想，只是很多事情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借着我的手大力整顿一番。做皇帝跟做储君还不一样，需要顾虑的事情多。若为长远打算，许多事情就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去做，不能太过借助外力，否则难以服众。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有了目标就尽力去做，不必顾忌什么。西岐强大，对东陵也不会产生什么威胁。最重要的是，做了皇帝就要对天下苍生负责，也让西岐的百姓们看看，女子为帝同样能给他们带来福祉，会比历任男皇帝做得更好。娘亲威武。以前你可是从不会说这些话讨人欢心的。此一时彼一时，女儿长大了，总要学着改变的。福仓呢？话音刚落，福仓从角落里闪身而出。是娘。听说你们俩每天同吃同住，晚上还睡在一张床上。福仓神经一紧，低头没敢说话。好在南希没有为难他的意思，不管事情该不该做，影卫都是听从主子命令行事的人，他的主子同意的，那么责任就不在他了。这个时候再来兴师问罪，未免有些刁难人的意思。叶倾城左右打量过去，脸上明显带着几分羡慕。长公主殿下这份艳福真是让人眼热，还没正式称帝就光明正大纳了3夫4君，等以后做了女皇，是不是得寻遍天下美色？楚青黄淡定坐在一旁喝茶，福仓站在他身后，眼观鼻，鼻观心，一派恭顺寡淡严谨的模样。你叫什么名字？叶倾城看向红宇，瞧瞧这小脸蛋，长得真俊，跟古画卷上走出来的小仙童似的。红宇低头，被调戏了也不敢吭声。今儿怎么哑巴了？往日不是最能蹦跶的吗？殿下没让我说话，我不敢说。厉害的大人物都在这里，他敢乱来吗？好可爱。红宇无语，虽然他总是不遗余力的争宠，可可爱这个词汇用在他这个美少年身上，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倾城，云婷蹙眉，盯着他放肆的手，别总是欺负弱小。欺负弱小？你说他小，本宫还能点个头。你说他弱，小雨儿，你弱吗？弱不禁风。所以能不能别再捏他的脸了？叶倾城嘴角一抽，轻嗤一声，慢吞吞的走到麒麟跟
面前。你是镇北王的儿子？是。你跟你的父亲一点都不像。这是晚辈的荣幸。不过你长得还不错，跟了我吧，我让你做蜀国大将军。这是正大光明挖墙脚，西岐正值用人之际，倾城一抹，别跟我抢人。缺人，你只要开口，你父王马上给你送来一大票忠心耿耿的文武全才，要相貌的有相貌，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晚辈生是长公主殿下的人，死是长公主殿下的鬼。叶倾城默默看他一眼，转头看向下一个。你叫什么名字？沈崇景。名字不错，晚辈也这么认为。本宫的义子刚登基不久，身边还缺一些能臣干将。蜀国皇帝已登基10年有余，跟刚登基不久的情况不符，且晚辈只会打算盘，其他什么都不会。只会打算盘？是。叶倾城目光微转，看向温战，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晚辈即将参加8月的秋闱，这2天忙着准备功课，我便被其他事情分了心。亲皇外甥女，你的这些侍君们一点都不可爱，像是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个也不错，他叫什么名字？也是你的侍君之一。安静坐在一旁的南希终于扶额。倾城，你安分点吧，就不怕云婷吃醋？都老夫老妻了，吃什么醋？真以为谁都跟某位摄政王一样，整日泡在醋坛子里似的？荣玉神色平静，连眼皮子都没抬，倒是云婷皱眉。你的意思是我们感情淡了？感情倒是没淡，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瞧瞧亲皇外甥女这艳福，简直要羡煞天下女子。云婷默默扶额。行了，闲话说完，该办正事儿了。正事儿？收徒。荣玉的收徒仪式很简单，简单到连提前的准备都不需要。于是在场之人只看到请师父喝茶。父王收扶仓为徒，这是要干什么呀？妹妹打算把她的影卫培养成跟父王一样厉害的人吗？小忠犬不好吗？万一扶仓强大了之后，小忠犬变成了狼崽子该怎么办呢？荣玉喝了茶，放在一旁，请师娘喝茶。南希接过茶，轻轻抿了一口，拜师仪式就此完成。本王留在长公主府暂住的这段时间，你且跟在本王身边伺候着，时间是每日辰时至戌时。扶仓抿唇，低头应是。这本6韬是本王给你的见面礼，你抽空看，本王随时提问。轩辕耀啧舌，主上果然还是那么狠呐！教人从来不讲究什么循序渐进，更不讲究温情那一套，布置的任务就得完成，提出的要求必须达到。扶仓接过书，应了声是。一本6韬就是扶仓跟他之间的差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王希望他选择的夫君是他自己喜欢的，但与此同时也是能力可以与他匹配的。喜欢源于见色起意，相守必须旗鼓相当。这种般配不局限于能力和地位，而更多的是一种底气和思想上的般配。起来吧，以后就是家里人。殿下，宫里出事了。什么事？皇上中毒，尚无性命之忧，但情况不太好。扶仓，随我进宫。是。楚清皇转身朝荣玉和南希躬身。父王娘亲稍坐片刻，我去就来。荣战，跟你妹妹一起去。荣战领命。是，我也想去。走吧。有人狗急跳墙了。大概是吧。原本立储大典之前应该还有机会，谁料到主上和陛下没打算离开，叶长公主要跟着留下来。这么一来，有些人的计划落了空，自然要想办法做些什么了。蠢！皇帝一日还坐在龙椅上，就代表着随时有机会翻盘。如今慌忙之下出手，只怕结果是他们无法承受。比起宫里发生的事儿，其实我更想知道主上为什么要收扶仓为徒。他是暖儿喜欢的人。父皇情况如何？殿下切莫担心，皇上暂时没有大碍，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解毒。解毒？你是说有人给父皇下毒？老奴该死！谁给父皇下的毒？皇后半个时辰前来过，给皇上吃了一碗燕窝。话音落下，满殿死寂。皇后对皇上下毒？若此事当真，宫里只怕要变天了。红宇是。红宇走上前，掰开皇帝的嘴，迅速塞了颗解药进去。你干什么？你给皇上吃的是什么？诸位别这么惊慌失措，我给皇上吃的是解毒丹，又不是毒药。你们诊到现在，诊出什么结果了吗？太医语塞，无言以对。一口鲜血喷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皇帝忽然吐了一口血，随即剧烈的咳了起来。皇上怎么样了？朕无碍，你们都出去。太医们迟疑一瞬，纷纷行礼告退。谁给父皇下的毒？你觉得呢？应该不是皇后。为什么？她能不动声色，隐忍这么久，不至于在这个时候沉不住气。但是陈海说皇后亲自来给父皇送燕窝，这一点又洗脱不了她的嫌疑。